1982年，我掏空家底娶女神回来，不到3个月，老婆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直到后来我创业成功，身价1000万，可老婆却偷偷将我所有财产转移给儿子，将我从公司踢了出去。李大宝，我告诉你，刘小伟是我和隔壁老王的儿子，当初之所以会着急嫁给你，就是被他搞呆了肚子，让你当个接盘侠。现在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滚！我受不了这个打击，引发心梗，被活活气死了。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刘丽丽一家人。再睁眼回到了1982年，我被刘丽丽骗来山洞的那一天。好热呀，怎么还有人在扒我的裤子？我起身一看，刘丽丽正在扒我裤子。丽丽，你先等等。怎么了？难道你不想要我吗？就是今天，刘丽丽将我骗来山洞，等到2人脱光衣服，田素娥再带人来抓个现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当接盘侠，而且还要讹天价彩礼。刘丽丽捂着自己有些发疼的脸颊，直接蒙圈了。李大宝，你……刘丽丽，收起你这副浪荡样子，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说完，我便朝山洞外走去。我知道田素娥马上带人就要来了，要是被刘家屯的村民给堵在这山洞，那就百口莫辩了。眼见我就要离开了，刘丽丽一把抱住了我的大腿。大宝，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才会这么做的。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也有我，今天你就要了我吧。刘丽丽，你以为我傻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母女打的什么主意，恐怕你母亲现在正带人赶过来吧。到时候他们将我抓个现行，逼我马上娶你，还要给你家天价彩礼，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呸！随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不对啊，我和母亲的计划，李大宝怎么会知道？难道是田素娥长舌头，提前泄露了？糟了，要是李大宝不娶我，那我这肚子可就瞒不住了。一想到这里，刘丽丽疯了一般朝着家中跑去。我此刻满头大汗，满脸焦急不已。我现在要立马赶回家中，按照前世记忆，大姐生命危在旦夕。来到院子，我看到父母忧心忡忡。大宝回来了啊！我听村里人说你去刘家屯去了，你跟丽丽好上了，整个公社都知道，他们家的彩礼要的可不少啊。什么彩礼？爸妈，我压根就看不上那刘丽丽。你看不上丽丽？先前你不是还说过，整个清水公社，你最稀罕的就是丽丽，娶不到丽丽，你宁愿跳清水河。大宝啊，是不是丽丽妈要的彩礼太多？你跟爸妈说实话，咱们老林家是穷，但不管多少彩礼，我和你爸都会想办法给你去凑的。妈，不是因为彩礼的事，是我瞧不上刘丽丽。真的，大宝，你没有说违心的话吧？真不是为了彩礼。真的，刘丽丽那种女人就不配进我们李家的门。大宝回来了。或许是院子里的动静太大，躺在屋里休息的李迎春捂着肚子走了出来，她的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汗水。大姐，你……大宝，这钱是我结婚后攒的，一共120块8毛2，你拿着娶媳妇。看到这钱，我彻底绷不住了，前世的我好混账，大姐肚子都痛成那样了，我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将钱给接了过去。大姐，这钱你收回去，我都说了，我不会娶刘丽丽的，用不着钱。大宝，你就算不娶丽丽，终究以后也是要娶媳妇的，快拿着，留着以后娶媳妇用。大姐，我以后会自己挣钱娶媳妇的，你别操心，眼下最要紧的是你的病，走，赶紧跟着我去县里医院。说完，我便拉着大姐朝门外走去。胡闹，我就是肚子疼，缓缓明个儿就好了，咱庄户人没那么金贵。我不由分说，扛起大姐就朝外走去。这一幕将李大山和徐凤英都看呆了。混小子，赶紧将我放下来，我没事，真的不用去医院。爸，你赶紧去二叔家将那辆28大杠接过来，我带着大姐要去趟医院，大姐的病等不得。行。大哥，这28大杠不是不想见你，只是这车挺贵的，要是摔坏了咋办？一听这话，我怒火中烧，扛着大姐便朝着房后走去。二婶，我要是摔坏了你家的自行车，我赔你一辆新的。哼，大宝，你嘴皮一张一合，说的倒是轻巧。你小子知道一辆28大杠值多少钱吗？还摔坏了赔一辆，你赔得起吗？王桂梅，既然你这么说，那行，你住的房子还是我爸帮着盖的，你现在掏钱来。今天这自行车你要是不借，信不信等我从县城回来，一把火给你将这房子点了。听到我说完这话，王桂梅立马脸色一正。行，这次自行车就借你了，但事先说好，要是将自行车给摔坏了，你小子给我赔辆新的，而且仅此一次，以后别来我家借东西。说完，王桂梅一转身，扭着身子回屋去。我骑着自行车带大姐去了医院。1个小时后，大姐从手术室内推了出来。小伙子，幸好你将病人送来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可就麻烦了。谢谢大夫。我听了医生这句话，激动得热泪盈眶。重生之后，我终于改变了大姐的命运。不过，对于我来说，这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还要让家人都过上人人羡慕的好日子。此刻，大姐也听到刚才主治大夫的话，心中一阵后怕。她本来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肚子痛，没想到竟是阑尾炎。大宝，谢谢你。说什么？你是我姐，血浓于水，什么谢不谢的？
姐夫刘大成得到消息后，急匆匆赶来医院，听了李迎春的讲述之后，刘大成跪在地上。要是你姐有个3长2短，让我和狗蛋可咋过？我连忙将姐夫搀了起来。姐夫，你来了就好，手术费我已经付了，一共花了48。大夫说大姐年轻，住个2天院就可以出院了，剩下的交给你了。我今晚就赶回去，跟爸妈报个平安。刚到家门口，母亲徐凤英便迎了上来。大宝，你大姐咋样？没啥大事吧？妈，没大事，就是阑尾炎，大夫给做了个小手术，2天后就能出院了。我姐夫在那照看着，你放心便好了。我爸呢？你爸去娘娘山抓野鸡去了。妈，你说啥？爸去娘娘山抓野鸡去了？这有什么问题吗？妈，我去山里给我爸搭把手。我说的云淡风轻，心中有些抓狂起来。前世就是今天晚上，父亲李大山为了给我凑彩礼，所以才抹黑上山抓野鸡，不小心掉进了别人挖的陷阱中，摔断了腰椎。这么大的娘娘山，去哪里找父亲？对了，前世父亲就是跌进了后山那边的陷阱中，那是不是我只要找到后山的陷阱，等着父亲就行了？想到这里，我立即迈开步子，朝着后山奔去。约莫等了半个多小时，老爹走了过来。大宝，你怎么在这？爸，我来山上帮你搭把手，没想到迷路了。一个孩子在山里还能迷路，瞧你那出息。对了，你大姐咋样了？大姐好着咧，就是动了小手术，过2天就能出院了。没事就好，契合一下，我去那边下个夹子。爸，那边你可千万去不得，那有好几个抓野猪的陷阱。你小子扯谎吧，这一片我前2天还来过呢，哪有什么陷阱？你要是不相信，自己瞧瞧吧。李大山顺着光亮望去，果不其然，有好几片的土有翻新的迹象。谁这么缺德，在这挖野猪陷阱？这要是人掉进去怎么办？李大山骂了一嘴，不过他的心中却是一阵后怕。爸，咱们将这陷阱毁了，省得有人掉进去。上一世就是因为这几个陷阱摔伤了父亲的腰，我把陷阱毁了，挖陷阱的人肯定会跳出来，到时候我便能知道究竟是谁干的这缺德事。我俩毁了陷阱后，便朝着山下走去。不过在经过其中一个埋铁夹子的地方，竟然听到了一阵阵扑棱声。没想到晚上刚下上不久的铁夹子就夹住了一只大野鸡，瞧这野鸡的样子，大约有3斤多重，筋个儿真是走了狗屎运了。等我们拎着野鸡回了家，都快深夜了。重生之后，前妻为了让我当接盘侠，竟不要彩礼，我却果断拒绝。李老年，你给我滚出来！谁呀？大清早有啥事？李老年，你个老瘪三！我问你，后山的野猪陷阱是不是你毁的？他奶奶的！原来前世挖陷阱害了父亲的家伙是赵大强这个王八蛋。赵大强，你他娘的还敢来找门子！你个缺德玩意，偷摸在后山挖陷阱，没差点将我摔死，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李大宝要是掉进我挖的陷阱里，这是要是真的闹大发了，整不好要往外掏钱。赵大强见情况对自己不利，扔下一句狠话便撒腿跑了。大宝，赵大强可不好惹，整不好会报复咱们。妈，放心吧，他要是真的敢找事，我肯定不会饶他的。早饭过后，我便拎着昨晚上抓的野鸡往公社走去。本来我想着将这野鸡留着自己家吃了，给二妹和小妹补补身子，但是转念一想，不如将这野鸡卖了，然后割上3、4斤猪肉，买上2斤猪大骨，吃起来更合算。由于去公社最近的路要路过刘家屯，我心中虽然有些膈应，还是拎着鸡快步向前走去。与此同时，刘丽丽正拉着田素娥准备一大早去趟李家屯，打算告诉我只要能尽快娶了刘丽丽，彩礼减半，甚至不要彩礼都可以。两人刚走到村头，便看到我手里提着一只野鸡，正朝他们迎面走来。素儿，昨天被你赶走的姑爷，今个儿又主动上门来了，看这架势是要负荆请罪来了。肯定的，丽丽长得多俊啊，李家屯那小子怎么会舍得呢？素了，一定要3转1响32条腿哈，这要是成了，太风光了。合着李大宝这小子说话当放屁，还对我家丽丽不感兴趣，就他那尿性，怎么可能？嘿，什么东西？一会还是要好好拿捏一下这小子。我就知道李大宝在我面前就是一条狗，只要我勾勾手指，他肯定会屁颠屁颠的跑到自己面前。大宝，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吧？你说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大的野鸡。神经病，谁是来给你送鸡的？你他娘的算哪根葱？李大宝，你个小兔崽子，你刚才说什么？我告诉你，就你这穷孙样，想要娶我家丽丽，是你老李家祖坟里冒青烟了。你他娘的不是来道歉，拎着野鸡来我们刘家屯干嘛？田素娥，你还要不要脸？我拎着野鸡是准备去公社，关你什么事？我今天再说一遍，就算是全天下的女人都死绝了，我李大宝也不会娶你闺女。李大宝，我1分钱彩礼不要，这总行了吧？丽丽，你疯了？1分钱彩礼不要，岂不是白白便宜这小子？刘丽丽，我再说一遍，哪怕是倒贴上门，我都不会娶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说完，我便大步朝着公社走去。要卖野货？对，你给个价吧。这野鸡我收的多了，都是1块5一斤，你这野鸡看起来称死也就4斤重。这样吧，我也不称了，就算你最高4斤，给你6元钱怎么样？怪不得陈友谅在公社被村民背地里喊成8匹呢，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故意将价格压低，然后再装作一副很仗义的样子，给你个高价。我二话没说，转身就走，瞬间陈友谅有些急了。今儿个遇到行家了，
兄弟，怎么说走就走啊？那这样吧，我就吃点亏，1斤算你1块8，怎么样？2块1斤，少1分，我都去县城自己找人卖了。要不是现在家里没有自行车，我也不会将野鸡卖给陈有亮。行，2元就2元，今天就当是我交你这个朋友，以后你要是再弄着别的野货，还往我这送。说完，我便转身朝着供销社走。一进门，便看到二叔李大海立马转过身去。二叔这是觉得我家穷，害怕我开口跟他借钱。大姐，给我来2斤猪肉，2斤大骨头，还有4斤猪板油。一听到我来供销社买肉，李大海立马转过身。没听错吧？我大哥家大仇债，还能来买肉车？大姐，再给我来10斤酱油，2斤醋。大宝啊，今个是什么大喜日子啊？你整这么多肉？二叔，这有什么的？你真是少见多怪，以后我们家会顿顿有肉吃。说完，我便走出了供销社。偏还顿顿有肉吃？你小子真敢说，也不怕塞了石头。我月20多元的工资，家里每月也就能吃2顿肉。这小子张口就说天天吃肉，怎么可能？回到家里，母亲徐凤英愣住了。大宝啊，你这是？妈，我把野鸡卖了，买了这些东西。你看二妹和小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多吃点肉怎么行？小妹李云秋跑了回来。大哥，这些肉是要送去丽丽姐家，还是留着咱们自己家吃？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抱起小妹。傻丫头，大哥为啥要将好吃的送给别人呢？这些肉专门是留着咱们一家人吃的，尤其是给小秋吃的。太好了，今天我们家也能吃上肉了。等我再见到小光哥，跟他说小秋也有肉吃，让他天天说我们家穷，一辈子都吃不起肉。小秋，以后小光再这么说你就跟他说，咱们家以后天天吃肉，馋死这个混小子。大哥，真的吗？我们家能天天吃肉吗？二叔家也就1个月能吃2次肉。当然了，大哥答应你，以后每天都吃肉好不好？好啊，以后小秋天天都有肉吃了，气死小光哥。妈，你咋还哭了呢？你难道不相信儿子刚才的话？相信，可大宝啊，咱家要攒钱给你娶媳妇的，哪能天天吃肉啊？再说咱们这家底也吃不起。妈，放心吧，我以后娶媳妇会自己赚钱的，家里的钱我肯定不会动半分的。你儿子要靠自己的本事赚钱。说完，我便朝着门外走去，重生回到80年代。我捞河里没人要的田螺吃，村民嘲笑我狗都不吃的田螺都馋，殊不知我靠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大闪家这小子整这些破玩意干嘛？肉烧的可怜不是啊，吃起来一股骚腻腥味，咕了吧唧的，有这力气还不如抓几条鱼呢，炖上一大锅，香喷喷的。不会是整了喂鸡吧？不过大山家穷的好像也没养鸡啊。听到村民的奚落声，我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些家伙根本就想不到袋子里这些不起眼的田螺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收益。回到家里，我立即开始制作麻辣田螺。小妹，你来帮大哥捡这些螺子，我给你做肉吃。好啊。不一会，肉香味飘散在整个小院里。大哥，好香啊！闻着锅里的肉香味，小妹嘴角的哈喇子都流了出来。小妹，别着急，等骨头炖好了，先捞一块给你吃。凤英妹子，你家做什么呢？这么香，好像是炖的肉骨头。凤英嫂子，你家发财了？发什么财？是大宝这小子非要吃肉，今天去公社买了点骨头，估计这会正在家炖呢。哎，年轻人不知道过日子的辛苦，大骨头多贵啊！买大骨头的钱，不如买点粮食，能吃半个月。大宝还是大小子，以后娶媳妇还是要攒彩礼的。凤英妹子，我可是听外村的人说，大宝这次的亲事黄了，就是因为给不起人家女娃彩礼。怪不得吃大骨头呢，这是要破罐破摔呢。哎，这年头长得好有什么用？没有像样的彩礼，一样打光棍。这些老娘们还真是嘴碎。我立刻冲出了家门口。桂英婶，谁说我是因为给不起彩礼黄了亲事？来，你告诉我外村谁说的，我上门去撕了他的嘴。人家外村都是这么说的，要不是因为彩礼，你咋跟刘丽丽那么好的姑娘分了呢？刘丽丽是好姑娘，桂英婶，就算她再好，我也不稀罕。你要是觉得她好，让你家春生娶啊。大比这混小子说的不错，春生也要娶媳妇了。刘丽丽在10里8村都是一枝花，摊上这么个漂亮儿媳妇，我脸上也有光。大宝，你还别说，这刘丽丽你娶不上，便宜了我们家春生了。说完，张桂英便朝着家中跑去。大宝，张桂英就是那样的人，你也别往心里去。再说了，在婶子看来，刘丽丽不嫁你就是眼瞎。我看出母亲内心有些自责，说道：妈，你干啥呢？我跟你说，我跟刘丽丽吹了真不是因为彩礼，我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她，我以后肯定要娶个城里姑娘。娶城里姑娘，你小子！第二天凌晨4点，我便带着麻辣田螺出了门。我昨天便打听好了，这几天村里生产大队要安排牛车去县城拉肥料，所以我便想着蹭了生产队的牛车。等到了县城，我便让旺财叔将我在煤矿门口放了下来。这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微微放亮，煤矿夜班的工人已经开始出警了。虽然江源煤矿里面有食堂，但并不是免费的，并且煤矿食堂的菜品就那么几样，煤矿工人早就吃腻歪了。各位大哥，买不买无所谓，可以试吃一下哈。这不就是合理的罗吗？小子，你是想钱想疯了，弄这些个玩意来卖，这
这玩意难吃得很，再香些都是弄来捣碎了喂鸡的。小伙子，你要是想赚钱，整点下酒菜，哪怕演个芥菜丝，肯定也很受欢迎。就是下井一晚上，大老爷们谁不想喝口老酒解乏？要是弄点下酒菜，我保准买。各位大哥，你们都别愣着了，反正是吃，又不要你们的钱，都尝尝看。众人犹豫了一下，片刻之后，带头的男子伸出手来，从碗里拿了一颗出来。哦，我的亲娘了，还真不错。老李，真的这么好吃吗？好吃，真他娘的好吃！这要是再喝上一口老酒，那别提多美了。其他大汉一听，纷纷伸手朝着碗中抓来，然后他们一个个也迫不及待将田螺扔进嘴里嗦了起来。下一秒，这些家伙的眼睛都直了。我的亲娘来，这么好吃！老子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田螺。有麻有辣，这要是就着下酒，嘿，简直再神仙了！小兄弟，你这田螺绝对是上好的下酒菜，咱都是大老粗。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你直接说怎么卖吧。1毛钱一大碗，我今天做了2大木桶，粗略估计差不多能有150万。这田螺在乡下有的是，根本不值钱，去掉其他成本，还能赚13元。各位大哥，我这个田螺1毛钱一大碗。国营饭店一盘炒土豆丝都要2毛钱呢，2毛钱在我这都能买2大碗田螺了，回到家绝对能美美的喝一顿。行，小兄弟，给我来2碗。大兄弟，给我1份。我也要1份，多盛点，冒姐哈。很快，2大木桶的麻辣田螺便卖了个精光。这2大木桶田螺一共卖了148碗，一共收入了14块8。没过多久，李旺财赶着牛车来接我。临近中午了，我们便到了清水公社。旺财叔，你帮我将2个木桶捎回去，我在公社还有点事，等完事了我去你家取木桶。接着我便往供销社走去，一进供销社，便看到李大海正在低头算账。大姐，再给我搁上2斤五花肉，2斤大骨头，另外给我来5斤大米，2瓶黄桃罐头。大伯，你这是不想过日子了？不过年不过节，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二叔，我就是买点吃食罢了，怎么就不过日子了呢？你放心吧，我们家不光要过日子，而且还要过得比谁都好。买好东西后，我便回到家中。大宝，你哪来的钱？娘，今天我将2大木桶的田螺全都卖了，1毛钱一大碗，整整卖了快150万。啥？2大木桶田螺全都卖了？城里人怎都爱吃那玩意？娘，不是城里人喜欢吃，是你儿子我做的好吃。娘，下午你还出工吗？夏天队里活少，下午我就不上山了。那感情好，下午你跟我一起去河里弄田螺行不？好。接着我便带着母亲朝着清水河走去。这一次有了母亲的帮忙，捞得格外快，捞了大约2个时辰，便盛满了4个袋子。今天的数量是昨天的2倍了，要是明天全卖了，大约能卖300碗，收入就是30块，干上1个月，收入便能上千了。不过我约莫估算了一下，江源煤矿最大量也就是400-500碗了，毕竟煤矿上千人，不可能天天都买，所以我决定以后将田螺量控制在300碗左右。很快，我和母亲把田螺搬回家中。妈，你帮我把这些田螺清洗一下，我去厨房做菜。今晚上咱们请彭叔他们来家吃饭。很快饭菜就端上了桌，李大鹏他们一家也都到了。大山哥，这玩意不是河里的臭螺丝吗？就是这个，只是大宝做出来的味道还不孬嘞。大鹏叔，尝尝我做的田螺味道怎么样？李大鹏有些疑惑地夹起一个田螺，放进嘴里一嗦。大宝，这田螺味道真不错。大鹏叔，实不相瞒，今天咱们吃的五花肉和大骨头都是靠这麻辣田螺给挣出来的。这玩意还能卖钱？千真万确。大鹏叔，今天喊你跟婶子来，是想着让大壮跟我一起干这个营生，活也很简单，就上午去清水河捞田螺，下午我从城里回来，咱俩一起捡海螺尾，1天2元，怎么样？大宝，你说多少？1天2块？对，就是1天2块。天哪，1天2块，那1个月就是60啊！李大鹏不可思议地望向杨艳红，1个月60块，比城里的工人挣的都多。爹，我愿意跟着大宝哥干这个营生。行，大宝，让大壮跟着你，我们放心着呢。只是1天2块钱，给的太多了。大鹏叔，2块钱一点也不多，等以后干大了，我会给大壮涨工资的。以后还会涨工资，那日子可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大鹏叔，这事就说定了。来，快啃大骨头。奇了怪了，大哥他们一家这是集体发疯吗？天天大骨头。昨天吃了不说，今天还请大鹏一家来吃。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按照他们这样的吃法，你就等着求好戏吧。不出3天，他们一家就要揭不开锅了。对，吃，等他们揭不开锅，我是一粒粮食都不会借给他们的。第2天凌晨4点，我赶着借来的牛车带着田螺往江源县城驶去。2个时辰后，我已经在江源煤矿摆好了摊位。由于昨天麻辣田螺已经传遍了整个煤矿，所以许多煤矿工人看到大门口的我，便立即围了上来。小子，给我1碗，给我来2碗，我尝尝究竟是不是跟他们那些家伙说的那么好吃。来，小子，跟昨天一样，1碗。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我带来的4大木桶田螺便被卖得一碗不剩。哥们，牛啊，真是好营生啊！来人叫王伟，是一个倒卖2手票的票贩子。运气好罢了。咋了，哥们？难不成怕我抢你生意？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一笑。哥们，你放心，我可不是瞧人营生的主。再说了，就是让我干这个，我也干不来啊。
你这都有什么票？好嘿，哥们，你这是想要照顾我生意吗？不是我蠢，咱这什么票都有，大到电视机，小到粮食票，一应俱全。那给我来几张布票，另外月底帮我留一张自行车票。行，哥们，自行车票的事包在我身上。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点了点头，便赶着牛车朝着江源市人民医院走去。算算日子，今天大姐应该要出院了。大姐，这些桃酥和大骨头是给你的，你这刚动完手术，需要好好补补身体。大宝，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咱庄户人家身体好，我回去休息2天就行了。大姐，没多少钱。再说了，这些天我们在家里都吃了2顿大骨头了，这些你拿回去炖了好好补补。走，一起回去吧，我借了车。大宝，家里哪来的钱让你们这么吃？你不会将爹娘给你攒的娶媳妇的钱给花了吧？没有的事，这钱可都是我自己赚的。我也没有隐瞒自己卖麻辣田螺的事情，简短讲述了一遍。我的天哪，没想到河里那不起眼的抽螺丝竟然能卖这么多钱。对，不过这营生干不长久，最多1个月的时间吧，很快便会有人跟风。啊，这么挣钱的营生只能干1个月？没事，大姐，这个营生干不长，我还有别的营生。大宝，以后有什么好的营生喊着我也要多挣点钱，让你姐和狗蛋以后过上好日子。好的，姐夫，眼下就有个好的营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大宝，你快说是什么好营生？爆米花。听到我说出这3个字，大姐和姐夫直接愣住了。他们2个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玩意。燃爆米花在70年代就有了，但也只是在一些县城才流行。大宝，你说的这个爆米花营生的确不错，可是那设备……大姐，设备的问题不用担心，我找人做一套。把姐夫送到家后，我来到了供销社。我刚走进供销社，却看到前妻刘丽丽还有田素娥和村长儿子李春生也在。看得出来，村长的老婆张桂英还真是去给儿子李春生说亲去了。只不过张桂英肯定想不到，这可是买1送1的买卖啊！她亲手送我一顶绿帽子给自己的儿子。春生啊，今个儿来供销社是给我们娘俩买花布吧？这供销社里新来了一份碎花布，要是做成裙子，穿上可就太好看了。来，给我将这碎花布扯上5尺。一旁的李春生听到，立马有些慌了。今天出门前，他娘张桂英一共就给他2块钱。便宜，我看不行就扯3尺吧。给丽丽做条裙子，剩下的你做条裤衩，怎么样？听到这话，田素娥顿时愣住了。碎花布裤衩，这穿出去哪有连衣裙风光啊？春生，做什么裤衩呀？还是做连衣裙好看，到时候你和丽丽成亲那天，我穿着去你们村，多给你长脸啊！你说是不是？便宜，要不然算了吧，今天我们就割肉，等改天我带你和丽丽去江源县城扯布，那里的布花样比这强多了。春生，江源县城等以后再去，今天就扯这碎花布，等这几天你家的彩礼一到，马上就要成亲了，正好你们成亲我穿个新衣服不是？田素娥便将怀中的碎花布递给售货员，让其开解。眼看这一幕，林春生有些慌了，伸手一把将那碎花布给夺了过去，低头不语。这一看就是那小子没有钱呐，本以为来了个大客户，没想到啥也不是。大姐，这块碎花布给我扯上6尺。大姐，麻烦你再给我割1斤五花肉，4斤板油。对了，再给我来上10斤酱油。李大宝啥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就刚才他买的这一堆东西，起码近10元了。春生，这好不也给我割上5尺，再来2斤五花肉。对了，家里酱油也没了，再给我打上2斤酱油。便宜，今天出来的匆忙，我就带了2块钱，要不然这碎花布就不扯了，先割肉。田素娥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你说你第一次上门就带这点钱，真是的。我买好东西便回到了家里，刚进来便看到院子里4袋子的田螺。大宝哥，你回来了。干得不错，这是今天的工钱。一时间，李大壮望着眼前的钱，激动得浑身颤抖。行了，别看了，快拿着。好的。翌日清晨，我一大早便做好了4大桶麻辣田螺，赶着牛车朝着江源县城走去。然而，就在我刚支好摊子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几个保安走了过来。小子，做生意做到我们煤矿大门口来了，你胆子不小啊！小伙子，这里是煤矿食堂的厨师长张大庆。看起来肯定是我卖麻辣田螺太火，让煤矿食堂眼红了。你小子还不识好歹，上给我将这桶里的玩意儿倒地上！大白天在煤矿门口吵什么？马厂长，这小子在我们煤矿门口卖臭螺丝，我担心工人们吃了不卫生，万一拉肚子可就影响工作了。果不其然，马厂长听了张大庆的话，眉头微微一皱，而我也终于想起来了，眼前这男子应该就是江源煤矿的厂长马国辉了。不过这马厂长也算是时运不济，在江源煤矿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没想到一次矿难造成了40多人死伤的严重后果，被追责问刑，2签了入狱。算算时间，那场矿难好像就在今天发生。马厂长，江源煤矿今天下午要发生爆炸，40多人死于非命。小子，你少胡说八道！我们江源煤矿在马厂长的英明领导下，那可是蒸蒸日上。马厂长，我并未危言耸听，江源煤矿井下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要是不及时处理，整不好今天下午便会发生瓦斯爆炸。
小子，你什么意思？不让你在煤矿门口卖这臭螺丝，你竟然咒我们煤矿瓦斯爆炸是吧？马厂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来我们江源煤矿找茬的，哥几个还愣着干吗？给我将这混蛋撵走！马厂长，您一定要相信我，你们煤矿的瓦斯检测设备出了故障，让安检人员重新换一台检测设备试试便知道了。另外，煤矿新采购的一批开关也存在质量安全隐患。李大宝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小子，你他妈越说越离谱了！为了卖几桶破螺丝，居然都敢编排起了我们煤矿的瞎话来！哥几个，快点将这小子给撵走，要不然的话，还不知道接下来说出什么混账话呢！马厂长，这样吧，你现在就派人检查一下我刚才说的瓦斯检测设备和新采购的开关质量。要是我说的不对，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眼见我说的如此斩钉截铁，马国辉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终于动摇了，他立马转身朝着煤矿走了进去。马厂长，你还真地！眼看马国辉相信了我的话，张大庆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我则是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卖起了田螺。半个小时之后，马国辉再次朝着煤矿大门走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男子。好，这是要干啥？这么煤矿的几个领导都来了。小子，一会儿我看你咋收场。马厂长，我这就将那小子给扭送到派出所，让他胡说八道，竟然敢胡烂我们江源煤矿，一定不能饶了他。你瞎说什么？没事回你食堂做你的饭去。小伙子，这一次多亏了你，刚才我亲自去查看了检测设备，谁知道还真的是指针有问题，换了新的检测设备，瓦斯已经超标了，还有新换上的电器开关也的确是存在质量缺陷，有漏电的风险。现在我已经安排井下的矿工撤离了，开始加大通风，排空井下的瓦斯。另外那些不合格的开关也在抓紧更换，还有采购处的主任，后面我也会严查。我的天哪，还真是瓦斯泄漏了！要是井下真的发生了瓦斯爆炸，那后果……幸好提前知道了，要是没有检查的话，咱们江源煤矿可就完了。我的个亲娘来，还真的让这臭小子给蒙对了。马厂长，没出事故就好。对了，小伙子，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马厂长，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咱们煤矿上班，是他跟我经常说瓦斯检测设备的指针老是不同，所以我猜测或许是检测设备出了故障。嘿，谁知道还真的被我给说对了。至于电器开关，是采购的临县电器厂，不瞒您说，那家电器厂我恰好去干过2天，所以知道那批生产的开关有问题。哦，原来是这样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提醒，才让我们江源煤矿躲过一劫。小伙子，来，中午就别回去了，我让食堂加2个菜，在这吃点。马厂长，一会我还有事，饭就不吃了。你看大伙儿都喜欢吃我做的麻辣田螺，要不然的话，让煤矿食堂平时也做这道菜吧。这小子有点意思啊！煤矿食堂增加这个田螺是可以的。这样吧，让食堂每天帮你代卖。马厂长，我可不想白白占咱们煤矿的便宜，我想要的是合作共赢。这样吧，我将麻辣田螺制作法子告诉煤矿食堂，然后我就只管供货。我卖的这样1碗是1毛钱，这1碗的重量大约是2两。那已经处理好的田螺，我就要2毛5，您看怎么样？马国辉听了之后，赞许地点了点头。1斤处理好的田螺，这小子只收2毛5，按照他的卖法，他只拿走1半利润，剩下的1半利润是煤矿食堂的。如此一来，食堂也能有利润可见。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张大庆，一会就学习下麻辣田螺的做法，然后每天早上接收田螺。好，马厂长，您放心吧，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做。眼见马国辉走了，张大庆从包里掏出1包大前门，举到了我的面前。小兄弟，以后在江源有事您说话。我张大庆虽然只是江源煤矿的一个厨子，但在江源这个地界还是有点薄面的。我也没再跟张大庆计较，接过大前门，便将麻辣田螺的制作方法述说了一遍。约定好一切之后，我便准备赶着牛车回家。哥们，牛啊，你都搞定了马厂长？对了，麻烦你帮我个忙，你之前是江源县机械厂的，那你帮我做个爆米花的设备不难吧？放心吧，这个东西简单，包在我身上。这个是材料费，至于你的工钱，等完事之后请你喝酒。哥们，瞧不起人呢，这钱我可不要，材料我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就好了。等完事你别忘了请我喝酒。交代完后，我便赶着牛车回了家。一进门便看到李大壮已经将4袋子田螺放在院里。大壮，从今天开始，每天要捞8袋子田螺。陈大宝哥，这是干啥？不是说好的1天2块吗？以前你捞4袋子田螺，现在加量了，所以我多给你1块。大宝哥，这可使不得，1天2块，别说8袋子了，就是我从早到晚泡在清水河都成。眼看李大壮说啥都不要额外的1块钱，我也只好作罢。不过经此一事，我倒是感觉李大壮是个好苗子，不贪心，干活还舍得下力气，以后自己事业干大了，大壮肯定是个好帮手。行，那等以后赚了大钱，我给你分红。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卖没人要的臭田螺赚得盆满钵满，却惹二叔一家眼红。这又是谁家炖肉？此刻李小光跑了过来。娘，我也要吃大白兔奶糖，要吃猪大肠。吃什么吃？你爹还没发工资呢，哪里还有钱买这个？一记响亮的耳光过后，李小光哭得更凶了。人家小秋都能吃大白兔，你不是说大伯家都是穷鬼吗？可是小秋说他们家天天吃肉。
李大宝的钱怎么还越花越多呀？似乎李大宝这几天都是驾着牛车去的供销社，这其中肯定有猫腻。还差娘，明天你别下山了，跟队长请个假，好好盯着大哥家屋子，看看他们究竟干啥挣钱的营生了。翌日清晨，我便趁着天黑，赶着牛车带着几袋子田螺赶往县城。早上7点多钟，我便到了江源煤矿大门口。来了，李老弟，就等你田螺下锅了。5袋子田螺过称后，总共200斤，按照昨天谈好的价格，1斤2毛5，总共是50块。出了煤矿之后，我并没有立即回村，而是赶着牛车朝着清水公社赶去。我卖麻辣田螺的消息肯定隐瞒不了多久，说不定过几天村里便会有人察觉到了，那时候肯定会有人来跟风。所以我要制作一个假象，我后面这一桶麻辣田螺要在清水公社卖掉，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给江源煤矿供货的事。坏姑娘！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耍流氓！小子，别多管闲事啊！我们正在处对象呢。楠楠，不要闹了，你走着回去怎么行呢？许茂山，你嘴巴放干净点，谁跟你处对象呢？我们只是同事关系而已。大哥，我叫赵秀楠，在清水公社支教，你这是赶着牛车去呢，能捎我一段路吗？我就是清水公社的，你要是不嫌颠得慌，就上来吧。眼看赵秀楠要上牛车，顿时许茂山气得火冒三丈。他暗恋赵秀楠有1年多了，也是清水中学的体育老师，可赵秀楠死活都不答应做他女朋友。小子，我再警告你一次，少他妈管老子的闲事，要不然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我前世特意学了点拳脚功夫，重生之后我还没试过呢，正好拿它练练手。好，小子，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塔，大哥，饶命啊！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小子，你他妈给我等着，老子饶不了你。给你惹麻烦了？没事，这家伙在我眼中算不上麻烦。对了，你真的是清水公社的吗？我是清水公社李家屯的，我正好要去赶清水大集，先送你去学校。大宝，你这大木桶装的是麻辣田螺呀？江源也有这个吗？你吃过这玩意？对，2年前我跟着家人去南方吃过这个东西，还有麻辣小龙虾呢，那味道也很不错。可惜江源这个地方小龙虾少得可怜。看来赵秀楠家里肯定不是普通人家，见识这么广，甚至还去过南方。赵老师，你要是喜欢吃麻辣田螺，一会到了学校给你写。好的，我可以买。另外，大宝，能不能不要叫我赵老师？我看咱俩的年龄差不多，你叫我秀楠或者小楠都行。好的，赵老师。什么啊？刚刚不是秀楠？这还差不多。很快，我便赶着牛车来到清水公社。大宝，反正我今天请了1上午的假，回去也是在宿舍待着没意思，要不然我跟你一起赶一下清水大集吧。来清水公社这么久，我还从来没有赶过大集呢，顺便我帮你卖麻辣田螺。我听到赵秀楠这么说，也就没有反对。新鲜好吃的麻辣田螺呀，5分钱一碗。我之所以在清水大集上一碗只卖5分钱，那是因为乡下人手里真的没有几个钱，他们庄户人不像江源煤矿的工人舍得花钱。瞧一瞧，看一看，可以免费试吃。一听免费试吃，很快便有人主动伸手尝了一下，谁知道这些试吃的家伙连连称好，大家立马开始掏钱纷纷买了起来。春生哥，刚才有人说麻辣田螺很好吃，你给我买1碗吧。好，既然丽丽想吃，我们就买。李春生和刘丽丽2人已经扒拉人群挤进来了，2人定睛一看，没想到卖麻辣田螺的竟然是我。难怪你有钱去供销社买东西呢，原来是卖这玩意挣到钱了。丽丽，这东西太脏了，我听说里面还有什么寄生虫，吃了之后窜稀是小事，整不好小命都没了，还是不要吃这玩意。走，我们去供销社买大白兔奶糖吃。眼见许多人都购买麻辣田螺，李春生故意说道。果不其然，李春生的话一说完，许多原先要购买麻辣田螺的顾客立即有些犹豫了。乡亲们，我就是实话实话，这田螺真的吃不得，大家有这钱，还不如去买糖吃。这时候，围观的人群已经有人附和李春生的说法，立马也开始说田螺不干净。见此一幕，刘丽丽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李大宝，谁让你家天天吃肉？我要让你的破田螺卖不出去，看你拿什么买肉吃。乡亲们，大家不要听他们2个胡说八道，这麻辣田螺在南方早就有了，可是一道名菜，在湘江那边的饭馆里，一盘至少要5毛钱呢。赵秀楠的话一出，顿时原本骚动的人群变得静寂下来。这不是清水中学的赵老师吗？赵老师可是城里人，肯定见多识广，想不到这不起眼的田螺在湘江还是一道名菜呢，5毛钱一盘。既然小赵老师都这么说了，乡亲们还等什么？买！5毛钱一盘，咱们5分钱就能买到，太值了！大宝，给我1碗，尝尝湘江有钱人的知识。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赵秀楠短短几句话，更加引起了人们的购买欲。很快，一大木桶麻辣田螺全都卖完了，而一旁的李春生和刘丽丽却是气得脸色铁青。这是我提前给你留下的，你拿着回学校吃。等周末不上课时，我请你吃饭。
妈的，老子比他李大宝差哪了？他居然能找个城里姑娘处对象。刘丽丽有些急了，她径直走到牛车前。李大宝，你跟那女老师什么关系？我跟秀楠什么关系？关你屁事！李大宝，你和赵秀楠告别之后，我便回到了家里。大宝哥，你回来了，这8袋子田螺我都已经捞好了。好，累了吧？先谢谢。接着我便掏出2块钱递了过去。高大哥，能方便问一下，你家里出了什么变故吗？我父亲在下班途中出了车祸，可是发生车祸的地点位置太偏僻，所以发生车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目击者。虽说捡回了1条命，却成了植物人，如今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所以我才动用了变卖自行车的念头。现在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抓到那个撞到我爹的司机，那样的话医药费才能有着落。高大哥，你也别太难过，慢慢找，说不定能找到那个司机。这个年代出车祸的事情太多了，但只要没有目击者，想要抓到肇事车辆太难了。对了，高大哥，你父亲出车祸的地点是在哪里？就在县粮仓附近的那条小路上。县粮仓好像就是在1982年发生一起严重的盗窃事件，当年这个案件可是轰动了整个江源县，是粮仓的管理看守人员跟外面的人里应外合，几乎是搬空了县粮仓。后来这些家伙还招供，在搬空的他们家曾经在粮仓附近还撞过一个行人。高大哥，我想我应该知道撞你父亲的司机是什么人了。不是，大宝，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撞了高阳父亲的司机是谁？你们2个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真的知道撞了伯父的司机是谁。这样吧，我们现在立马去一趟江海公安局。很快，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到江海公安局。高阳，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父亲的事故，我们交通队肯定会追查到底的，你一定要耐着心，不要着急。王叔，我这次来不是催促你们交通队的，是有些事关撞人司机的线索。线索？你找到了什么线索？王叔，是这位大宝兄弟说有线索。王队长，你知道前段时间县粮仓被盗的事情吗？我们交通大队就在公安局内，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不过这都过去好几天了，刑侦那边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大宝，粮仓被盗跟我父亲的案子有关系吗？王队长，我之所以会提到粮仓被盗的案子，就是因为高阳父亲就是被这伙盗粮仓的家伙撞的。你说什么？高哥是被盗窃粮仓的家伙撞的？不是，小伙子，就算是你说的对，那现在刑侦那边也没抓到那帮盗粮仓的小偷啊。是，我知道刑侦那边还没有抓到他们，可是我知道是谁盗的粮仓。小伙子，你该不会是逗我们玩的吧？刑侦那边都没找到盗粮仓的线索，你怎么可能知道呢？王队长，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其实我是目击证人。那天凌晨5点左右，我赶车去江源煤矿送田螺，正好走到粮仓附近，远远看到一辆东风牌大卡车从粮仓内驶了出来，没开多远，我便听到一道尖锐的刹车声，紧接着东风牌大卡车便立马停了下来。我还以为是卡车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就没有逗留。现在想来，肯定是那东风大卡车撞了人。小伙子，这么说那辆肇事的东风大卡车车牌你肯定也记下来了吧？没有，当时天太黑看不清楚。没有车牌号，就算知道撞人的是一辆东风大卡车，那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啊。是啊，小伙子，不说全国了，就是整个海东省，东风牌大卡车也有上千辆啊。我们交通大队就是累死了，恐怕也查不完。王队长，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虽然我没有看清楚那大卡车的车牌号，但是我却无意间看到了一个人站在粮仓门口偷摸观望着那辆大卡车。什么人？那个人有什么样貌特征？外貌特征？前世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这个家伙的照片，但是上面却有这家伙的名字和粮仓职位。不过我自然不能说的那么清楚，否则会被怀疑。当时因为天还没放亮，所以我并没有看清楚那家伙的样貌。不过我倒是听到粮仓里还有人喊了他一声，好像喊的高副主任。我的话说完，王志刚便急匆匆地走了出去。高副主任，一个粮仓里也就一个主任，2个副主任，自然知道这人是谁。高大哥，我已经将自己了解的信息全都告诉了王队长，接下来只要抓捕高副主任，很快便能知道肇事司机的信息。不过我今天还有事，要快点赶回去。大宝，你有事就先回吧，我在这陪着高阳，反正你明天还来江海，有消息再跟你说。离开江海公安局后，我来到清水公社。大侄子，你这田螺的生意这么赚钱啊？我看了看二叔，没有说话。大侄子，你看哈，你二妈在家除了上山挣个工分，也没什么事。要不然这样吧，让你二妈也去清水河捞田螺怎么样？捞了田螺之后给你，然后你帮着卖去江源城。当然了，大侄子，二叔也不能让你白出脸，等年底送你自己怎么样？二叔还真是精明啊，还让我帮他卖田螺，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哪个蠢货会将自己的生意分给别人呢？何况还是一个让我前世很讨厌的人。我二妈自己能捞田螺，那就让她自己往城里送去吧。说完，我便不再搭理二叔，朝门口走去。不行，这田螺可是清水河的，凭什么钱都被李大宝那小子一个人给赚了？回到家便看到李大壮和妹妹李英夏2个人正在捡着田螺尾。大宝哥，你买自行车了？以后你要是想骑的话，来推就好了。好，大宝哥，那我就不客气了。等赶明下午有空，我非要骑着自行车去清水公社转一圈不可。小夏，我买这辆车子主要是为了你，
可是大哥，我不会骑自行车啊。我知道你不会，不过这个学起来也很简单。不过学自行车的事情先放在后面。我买这个自行车主要是为了送你上下学。上下学？哥，我们距离清水公社也就不到8里地的路程，走路一会就到了，用不着自行车啊。小夏，你别问为什么，大哥肯定是为了你好。从明天开始，你上下学我骑车接送你。当然了，早上我的时间来不及，那就让你大壮哥送你。那好吧。大壮，你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了，不就是骑车送一下吗？来回不用半小时，耽误不了多少事。交代完这件事，我长吁一口气，重生一世，我一定要保护好小妹。不过赵大强这个狗东西，我是绝对不会轻饶的。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麻烦，我就一定要想个法子，将这王八蛋彻底给解决了。第二天，我依旧赶着牛车带着田螺往江源县城驶去。我还根据前世的配方制作了可以降低高血压的药物，打算卖完田螺之后给马厂长送去。到了江源煤矿，已经是上午7点多了。田螺过称后拿到了53块钱。对了，大宝，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张哥，啥事？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哥们儿在县棉纺厂干大厨，他们工人对食堂的饭菜意见很大。那天喝酒时便聊起了麻辣田螺，谁知这货听了后便也动了麻辣田螺的心思，所以他就想让我问问你，能不能每天也给他们送些。我跟你说，县棉纺厂的工人可不比江源煤矿人少。我本来这些天就想着抽时间去其他几个厂里转转的，希望能扩大一下麻辣田螺的市场，没想到机会竟然自己送上门了。大秦哥，放心吧，我们清水河的田螺可是不少呢，别说再供个棉纺厂了，就是再来2个厂子也够了。行，那你要是能供得过来，我等一会儿食堂不忙了，去告诉老孙一声。张哥，你跟孙哥帮了我这大忙，等啥时候你们有时间，咱们去国营饭店喝一顿。另外，兄弟，我也不是吃独食的人，等月底了，我给你跟孙哥都包个红包。李老弟，这样你就见外了。张哥，你也别多想，我就是给孩子包个红包罢了。说完，我也不给张大清拒绝的机会，赶着牛车朝着煤矿大门外走去。我知道，想要买卖做大，人情世故是必不可少的。茂山，就这么个小子你都对付不了，真是给哥们丢人呐！六子，你可别小看这小子，下手忒他娘的狠了。我看你小子就是身体虚了，就这么个小子，就算狠能狠到哪里去？一会哥几个都别动手，看我一个人就能打得他哭爹喊娘。乡巴佬，下车！你们是许茂山请来出头的？废话，乡巴佬，我听说你在清水公社挺狂啊！告诉你，许茂山是我5六子从小玩到大铁哥们，你小子敢欺负茂山，就是不给我面子。不给你面子，合着你的面子能值几个钱？乡巴佬，看来今天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哥几个都退后，别一会见到一身血。他奶奶的，哥几个给我抄家伙一起上！不远处，一辆自行车飞速驶来。好，王八蛋，敢在江源县动我哥们，活得不耐烦了。好，一群没义气的家伙！许茂山顿时有些慌了。大宝，这小子刚才嘴贱，我非好好修理他一顿不可。要修理也是我修理。李大的，李大呀，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就将我当个屁给放了吧。李祖宗，我真的不敢了。大宝，差不多就行了，要再打下去，别出了人命。许茂山，我再警告你一次，少来招惹我跟秀男，要不然的话，我绝对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李兄弟，这次多亏了你啊！昨天下午，王队长便带着人去查了县粮仓，果不其然，跟你说的一样，粮仓失窃的粮食就是那个副主任跟外人里应外合的。被抓之后，那家伙吓得全都撂了，也说出了拉粮食的东风卡车司机，所以昨天晚上就抓了那司机。我爹的医药费算是有着落了。那就好。对了，李老弟，王队长还让我向你转达谢意呢。你是不知道，因为这次王队长在你提供的信息下，才让警方破了这次粮仓的失窃案，所以上面已经决定让他担任江海警局的副局长了。对了，王队长说等有机会请你吃个饭，好好感谢一下你。高大哥，今天我还有事，吃饭的事情改天吧。等我请你们俩，咱们去国营饭店好好吃一顿。离开之后，我便来到了马厂长家里。马厂长，这2天感觉好些了吗？上午刚去人民医院量了一下，数值还是200多。医院的黄院长说了，我这种情况吃药应该是没啥效果了，只能在家里静养了。马厂长，你别灰心，只要你喝了我配的这几副草药，保准你的血压能降下来。望着我无比坚定的样子，马厂长点了点头，不过并没有当回事，只是认为我在安慰他罢了。这些草药可以服用5天，等5天后我再来看您。我说完便起身离开。回到院子后，李大壮急匆匆走了过来。大宝哥，不好了，出大事了！啥大事？难不成是你家的大黄狗跑丢了？大宝哥，是村里有人要抢我们生意呢。抢我们生意？可不是嘛！今天上午我去清水河捞田螺，你猜怎么着？后屋二婶领着好几个村民也在那捞田螺呢，而且他们一边捞还一边说着风凉话。我听了大壮的话后，眉头不禁微微一皱。我没想到二婶还真的打起了田螺的主意。大宝哥，我们怎么办？没事，就算全村人都去捞田螺，清水河里的田螺也够用。况且，要是他们捞了半天赚不到钱，还会继续干嘛？对了，大壮，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田螺需求量要翻倍。
翻倍那可是个大喜事啊！大宝哥，可要是弄那么些田螺的话，就我们2人恐怕……大壮，这个你放心就好，今天下午我就找人，按照目前的情况，先加1个人，后面看情况再说。那大宝哥，你找谁呢？村东头的英子姐。大宝哥，你不是开玩笑吧？英子姐可是个寡妇啊！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要是找英子姐，恐怕村里人……大壮，小时候春雷哥没守护着我们2个吧？现在他害病走了，撇下英子姐还有小米，日子过得相当艰苦。既然我们要找帮手，不找英子姐找谁？可是英子姐在村里的名声很不好，村民们都说她是狐狸精，勾引野男人。胡说，英子姐可是当年来村里下乡的知青呢。当年要不是跟春雷哥相爱，现在早就回城了。至于村里传她是狐狸精，我告诉你大壮，那都是村里有些基于英子姐美色被拒绝过的家伙传播的，他们不过就是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酸罢了。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工资1天2块涨到5块，英子姐我给3块，她主要负责在家里捡田螺尾，你负责去河里捞。5元，大宝哥，这也太多了，其实不涨工资也行。大壮，我赚钱了，自然也不会亏待兄弟，你记住了，田螺的生意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开盘小菜罢了，等下一个项目我们干起来，你1天赚100都不是梦。此刻听到我说的话，李大壮只觉得浑身头皮发麻，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1天100，那可是比城里工人1个月赚的都多。行了，快点回家吃饭去，正好我去趟英子姐家里，让她下午就来家里干活。重生回到80年代，我捞河里没人要的田螺吃，村民嘲笑我狗都不吃的田螺都馋，殊不知我靠他们赚到了第1桶金。很快，我便走到了村东头英子姐家门口，刚准备敲门，我便听到里面传来一阵争吵声。英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要你从了我，以后大队的计分员就由你来干。村长李家川这个狗东西可真不是人啊！李家川，我方英就算是饿死也不稀罕做大队的计分员，你这辈子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滚出去！英子，你最好想清楚了，我是李家屯的村长，你都守了2年寡了，跟了我怎么了？李家川，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放开我！李大宝，你个小王八蛋，还敢打老子！我打你怎么了？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我废了你！好你个臭小子，居然敢坏老子的好事，你给我等着！说完他便撒腿走。大宝，刚才谢谢你。英子姐，我来找你是有正事。啥正事？是这样的，英子姐，我最近做了个田螺的营生，本来我跟大壮2人就够了，但现在城里要的多了，我跟大壮干不过来，所以想来找你帮忙。当然了，活不重，你就是需要在我家清理田螺就行了。捞田螺的事情有我和大壮呢，反正1天就这么些活，做1天我给1天的钱，大壮给5块，你是3块。英子姐，你觉得可以吗？方英听后都有些惊呆了，1天3块钱，那1个月就是90多呀。可是，一想到自己寡妇的身份，方英便有些悲伤。大宝，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要是帮你去做这个事情，整不好村里的人会说闲话的。放心吧，英子姐，就是干活而已，谁愿意乱嚼舌根就让他们嚼去吧。你赶紧吃口饭，完事来我家。说完，我便转身朝着门外走去。等他吃完饭，便赶忙来到了我家，跟方英介绍了一下田螺的处理方法，便拉着大壮朝着清水河走去。刚到清水河边，恰好遇到了拎着袋子的2婶杨桂梅。李大宝，你不就是靠着卖田螺挣钱了吗？这活我们也能干。是吗？那我祝你们发大财哈！说完，我便带着大壮朝着前方的河段走去。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是看我们要赚钱了，心里不自在了。麻辣田螺这个营生，他一个毛头小子做了都能卖钱，我们这群老娘们岂不是更加行？大宝哥，他们也都看上麻辣田螺的生意了，那我们……放心吧，我们主要是往厂子里送田螺，这可是稳定渠道，一般人还真的没有关系往里送。大壮，你就看着吧，就2婶他们明天肯定都挤破脑袋去清水大集卖田螺。你想啊，一个清水大集冒出5、6家卖麻辣田螺的，他们最后不打破脑袋，我就不信李。翌日清晨，我拉着平日里2倍的田螺，赶往江源县场。到了江源煤矿，过完称后，一共75元。李老弟，老孙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直接去了棉纺厂找他就成。谢了张哥，改天趁着你们放假，咱们一起去国营饭店喝一顿。好。很快，我便来到了棉纺厂。李老弟，你终于来了。孙哥，让你等急了哈，这是当兄弟给你的一点小小心意。李老弟，不用，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哥，你别多想，你收我的田螺就是让我赚钱了。弟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这些东西你拿着，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过完称后，一共87块。谢谢孙大哥，改天我约着张哥，咱们一起去国营饭店好好吃一顿。行。离开棉纺厂，我便赶着牛车朝着清水公社走去。今天恰好是清水大集，我都要看看2婶他们的生意做得如何。田螺咋卖的？满满1大碗5分钱。啥？5分钱1碗？你这婆娘心真黑！人家那头几个卖田螺的不是4分钱就是3分钱1碗，你居然卖5分钱，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田螺2分钱1碗，清水大集最便宜的田螺哈，只要2分钱1大碗哈。天杀的那些臭三八！昨天捞田螺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大家都卖5分钱1碗吗？好你个王云芳，昨天大伙不是说好了吗？按照先前李大宝那小子卖的价格，5分钱1碗，你怎么能自己降
价呢？就是大奎家的，你这事办的实在是太不地道了。大伙都来你家买田螺了，那我们喝西北风啊！我2分钱一碗怎么了？孙玲玲，刚才是不是你掀起的头，喊的4分钱一碗？挠小芬，你还有脸说我呢？刚才哪个天杀的喊了3分钱一碗，一个个自己的屁股都不干净，还有脸过来指责老娘？都给老娘滚一边去！老娘今天就卖2分钱一碗，爱咋咋的。杨桂梅，你个杀千刀的，你摔我碗干嘛？看我今天我挠烂你的脸！很快，我便来到清水公社，给我割2斤五花肉。小刘，今天也给我留出2斤上好的五花肉。李大哥，这还没有到发工资的日子呢，你咋割肉来？咋了？不发想割肉怎么了？我告诉你，小刘，以后我们家也要过上天天吃肉的生活。二叔这是以为杨桂梅现在也干上了卖田螺的营生，以后家里也来钱了。回到家，方英正在捡着田螺尾。你回来了。对了，英子姐，以后中午你也别回去吃饭了，就在我家吃点的了。中午在这吃，那不大好吧？英子姐，你就放心吧，你给我打工呢，我这老板管你顿饭怎么了？行了，就这么说定了，以后中午你就在我们家吃，反正就是多双碗筷的事，你来回起码要耽搁1小时呢，有这时间，你还不如多捡点田螺，不好吗？此刻，李大壮扛着田螺跑了下来。大宝哥，你知道我回来时看到什么了吗？后屋桂梅婶子好像跟于芳婶子打起来了，2人在村头对骂呢，好像是因为卖田螺的事。不就是骂个街吗？这有啥稀奇的？光骂街呢？你没看那2个婆娘的样子呢？浑身衣服都被撕破了，甚至裤衩子都露出来了。那什么，大宝哥，我先回家吃饭。哎，大壮这家伙啥都好，就是感情上是个白痴，要不然的话，前世也不会被女人骗得团团转了，甚至被女人忽悠进了大牢。爹娘下工了，你们赶紧坐下一些，洗把手，咱们这就吃饭。对了，今后为了赶工，英子姐以后没啥事的话，中午就在咱家吃了。这样就不孬，省得英子还要回家去做饭，来回耽误时间。重生之后，我制作出可以快速降低高血压的药物。马厂长服用之后，高血压立马降了下来。小李啊，你还真是神了！自从喝了你给我的草药方，我这身体觉得一天比一天好。前几日我头晕的厉害，但现在完全好了。马厂长，这药方有效果就好，等我回去再给你配上2副，保管你喝了之后药到病除。对了，小李，今天是复查的日子，虽然我精神的确好了很多，但具体的数值还不清楚。这样吧，一会煤矿的车就来了，你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起去人民医院瞧瞧。好，小李，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煤矿上班啊？只要你愿意，我回煤矿就立马安排。来了之后，先给我当个秘书咋样？一听这话，我有些吃惊。要知道，在80年代，像马国辉这样的国营煤矿厂的厂长，在级别上那可是跟县委书记是平起平坐的，而能当上他的秘书，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多谢马厂长好意了，可我不能去煤矿上班。小李啊，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你怎么就？马厂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志不在此。马国辉微微愣怔一下，很快便笑着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是马某唐突了。马厂长，严重了，其实我只是想要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罢了。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医院门口。黄院长，就是做个复查而已，哪能劳烦你的大驾？老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来医院，我怎么能不下来看看呢？看你这神色果真不错啊，难不成真的是喝了那个草药方的功效？不错，自从服用了那个药方，我头晕的感觉便消失了，身子也觉得比以前轻快多了，所以今天过来测一下血压，瞧瞧是不是真好利索了。老黄，给你介绍下，这位就是给我开方子的李大宝小兄弟。这年轻小伙子会开药方，怕不是骗人的吧？老马，至于这药方有没有效果，还等你检查完了再说吧。你要知道，有时候虽然感觉没啥症状了，其实不是病没了。马国辉自然也是听出来他的意思，尴尬的笑了笑。老黄，要不咱们先检查再说吧。高压140，低压90。老马，恭喜你啊，这血压真的降下来了。小李啊，这次多亏了你啊，要不然的话，这血压降不下来，可真要提前退休了。马厂长，你严重了，我也就是恰巧知道这方子罢了，本来也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还真的有效。小李是吧？怪我先前有眼无珠啊，没想到你小年纪居然能开出这么神奇的方子啊！不知道这方子，当然了，这药方我们医院也不白要。小李，你开个价吧。黄院长，这药方我可以给你们医院，可这钱我不能要。黄院长，刚才县委打来电话，严书记突发剧烈腹痛，让我们医院做好接诊准备。黄岐山的脸色立马变得凝重起来，毕竟县委书记突发疾病，他们医院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诊治。老马，你这高血压看来是没啥事了，我就先不陪你了。小李，药方的事情，等我们有时间好好谈一谈。说完，黄岐山便急匆匆地跑出了检查室。小李，我倒是觉得你好好考虑一下老黄的意见。依我看，老黄是真心想要买下你的中药方子。马厂长，我知道要是将这药方卖了的话，肯定能赚不少钱，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毕竟利用这个来赚钱，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反倒不如送给黄院长了，或许能医治更多的病人。听了我的解释，马国辉赞许地点了点头。在他的心中，我的形象又倏然间变高大了几分。然而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一名男子被推了进来，他捂着肚子，痛得额头冒汗。看到这一幕，
我突然想起来了，前世应该就是今天，这位县委书记死在了医院，死因是突发心梗。小李，我们没事就走吧，别耽误黄院长他们诊治。马厂长，先等一下，我这还有点事。田书记，你这病没啥大事，应该就是腹部受凉了，一会上热敷，应该就好多了。对，田书记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去北部几个公社搞调研工作去了，半路上在一村民家喝了半瓢凉井水，谁知道刚回家园县城，肚子电疼的厉害。那就是了，田书记肚子受凉，引起了肠痉挛，所以才会如此剧痛。不过只要热敷一会，等我再开点调理的药，肯定就没啥事了。听到这里，黄岐山等人这才长舒一口气。与此同时，田爱军脸上的痛苦神情也消失了几分。今天麻烦你们人民医院了，我现在觉得肚子已经好很多了，既然没啥大毛病，一会儿我县委还有个会，就先走了。等一下，小同志，你有事？小李，你这是干啥？田书记，你不能走，要是现在离开医院，不出半小时你会死的。小李，田书记面前你怎么说话呢？刚才你不是也听到了吗？田书记就是因为腹部着凉了，引发了肠痉挛，这种毛病热敷一会便会缓解的。黄院长，你们医院诊断错了，田书记根本不是受凉引起的肠痉挛，他是因为突发心梗引起的腹痛。此话一出，顿时整个检查室再一次陷入寂静之中。要知道，这个年代心梗可是犹如猛虎野兽啊，死亡率是极高的。小同志，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啊！我从医30年了，心梗这种疾病也是遇到过很多次，但大多数患者都是胸前绞痛，可田书记胸前并没有什么不适，他只是单纯的腹痛罢了。再加上刚才你也听到了，田书记半路回来时喝了半瓢的凉井水，这很明显就是受凉引发的肠痉挛啊！黄院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就赶紧安排急救车，亲自跟着田书记去上级医院，要不然真的就来不及了。按理说，诊断肯定不会出错的，但这小子可是凭着一副神奇的中草药方，便将马国辉那顽固的高血压给治好了的。田书记，我相信小李的判断，我现在就陪着你去上级医院。要是判断错了的话，我黄岐山愿意接受任何处分。黄院长，你糊涂啊？怎么还真的听信一个毛头小子的话呢？此刻，田爱军也是脸色凝重。说实话，他心中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不知道为何，田爱军突然产生了一种濒死感。好，那今天的会议先取消了，我就去一趟上级医院。很快，救护车便响起警报，朝着上级医院疾驰而去。小李啊，今天这事你做的实在是有些太冲动了。要是田书记没啥大碍，只是单纯的肠痉挛，那固然是好事。可是你就马厂长放心吧，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重生80年代，许茂山为了得到赵秀楠，竟联合2审诋毁我。何晴、许茂山，你们怎么来了？这位是赵老师，我叫杨桂梅，来自李家屯，是李大宝的二吗？秀楠，我今天去供销社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杨阿姨是李家屯的人，我就向她打听了一下李大宝的为人。我听了之后倍感气愤，担心你被那小子给蒙蔽了，所以就带着杨阿姨来找你了。只要我帮许茂山诋毁李大宝，他就会找关系将我调回江源县。是啊，秀楠，我也觉得李大宝那小子有问题，满嘴跑火车不说，而且还很有心机。依我看，这家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抱上你的大腿而已。说起来，我跟李大宝认识的时间还真不长。既然这样，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下？好，既然你是大宝的二妈，那就跟我说说大宝以前是什么样的。许茂山这小子可是答应过我，只要将李大宝的龌龊事讲述给赵秀楠听，就给我10块钱。这多轻松啊，就磨磨嘴皮子，便能赚上10块钱。1个小时后，杨桂梅这才气喘吁吁地闭上嘴。赵老师，你可千万不要被李大宝那家伙给骗了。我实话跟你说吧，这小子可会装了，可能在你面前他装的人模狗样的，暗地里那德行，呸，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是他2审。秀楠，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实在不想你被李大宝那小子给骗了。你说他有什么好？初中上完就毕业了，不就会投机倒把卖田螺吗？要不是现在上面不大管了，我非要将这小子给举报了不可。是啊，秀兰，我也觉得李大宝那人表里不一，有些虚伪，更重要的是他一点素质都没有，毕竟连个高中都没上。听到3人如此贬低我，赵秀楠有些不乐意了。人家大宝没上高中怎么了？他可是答应我明年跟我一起参加高考呢。顿时许茂山3人都愣住了。啥？就李大宝还妄想考大学？赵老师，恐怕你不知道这小子当年考高中差了我儿子李大光多少分吧？整整200多分呢。就他这样的能考上大学，开什么国际玩笑？秀楠，所以我就说这小子能装，考大学的难度有多大，你是知道的。李大宝连个高中都考不上，还想着要考大学，我看回家烤地瓜还差不多。连个高中都考不上，那考大学的事情难道只是李大宝为了哄我开心随口乱说？赵老师，还有一个事情更让人愤怒，李大宝跟我们村一个小寡妇搞在了一起，更可恨的是他们2人的奸情被村长发现了，结果李大宝那家伙恼羞成怒，将村长给打了一顿。赵老师，这是在我们李家屯都传开了，可不是我胡说啊。秀楠，李大宝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他就是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自己在村里跟小寡妇好上了，现在又来追求你，你可一定要擦亮眼睛。赵秀楠立马朝着门外走去。许老师，今天这事已经算是成了，你看那钱。许茂山掏出5块钱。
徐老师，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不是说好了10块钱吗？怎么就只有5块？那5块钱等他们两人真闹掰了再给你。行了，这没你的事了，自己走吧。杨贵梅一听这话，心中有些不乐意，骂骂咧咧走了出去。茂山，你就那么喜欢秀男啊？我比他差哪了？你当然也不差，到时候你和秀男我2个都收。你怎么会在这里？是特意等我？对，大宝，我有问题想要问你。你问。那天你跟我说明年一起参加高考，是真的吗？当然了，参加高考一直是我的梦想啊，怎么可能有假？那你现在开始准备了吗？大宝，你有把握吗？我要你如实回答。怪不得秀男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原来他是有些担忧我明年的高考啊！我当然有把握了，秀男，你一定要相信我。望着李大宝坚毅的眼神，赵秀男点了点头。大宝，虽然你有信心，但还是要抓紧时间复习。要知道，距离高考也只有半年时间了，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来问我哈。放心吧，秀男，我一定会请教你的。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我听说你跟村里的女人。秀男，我不知道别人跟你说过什么，但请你相信我，英子姐是个好女人，她当年嫁给了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大哥，只是嫁过去没多久，我那大哥便害病过世了，撇下英子姐和一个女儿。这么多年，他们孤儿寡母，生活一直艰难。这不，我田螺的营生又扩大了，所以想帮一下英子姐。听完李大宝的话，赵秀男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大宝，我们赶紧走吧。不一会，我们便来到了供销社。大姐，给我来6斤鲜羊肉，3斤羊蝎子。说罢，赵秀男掏出钱。秀男，这顿涮羊肉我请你吃的。再说了，我是男人，哪能让女人花钱呢？怎么，李大宝还看不出来，你还是大男子主义啊？我可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只是现在我有手有脚，还能赚钱。要是某一天我走投无路了，那时候我不介意吃软饭的。开饭喽！大宝，这是吃啥花样？李大鹏望着面前一桌子生的食材，有些蒙圈了。爹，这叫火锅，火锅就是一看就没文化，啥都不懂。好你个小兔崽子，跟着你大宝哥待了几天，就瞧不起老子是吧？看我回家不抽死你！对了，你们听说了没有？李春生的婚事提前了。艳红婶，李春生和刘丽丽的婚事改到哪天了？好像就改到后天了。听张桂英说，刘丽丽她娘找黄半仙算了算，后天结婚能飞黄腾达，一生富贵呢。什么飞黄腾达？恐怕就是刘丽丽的肚子要瞒不住了，所以田素娥便花钱收买了黄半仙，故意将婚事提前了。对了，刘丽丽这个贱女人还和赵大强约好了，结婚前一天晚上去村外的地瓜窖呢。第二天送完田螺后，我便来到了机械厂。大宝，我去煤矿门口一打听，说你离开了，我就知道你在这里。怎么这么着急？有事？没啥大事，就是高阳一直说要谢谢你，这不我们厂昨天发工资了吗？他就想着请你吃顿饭。维子，我还有个事要麻烦一下你。我便将火锅炉子的事说了出来。小意思，这炉子包在我身上。别锅锅。吼吼。恁家想坐在哪儿吃饭饭？嚯，你说在哪吃，咱们今天就在哪吃。小兔崽子，这座位我红梅看上了，你们他娘的有没有眼力劲？赶紧滚一边去，换个地方。王伟顿时不乐意了，腾的一声站了起来。凭什么？这国营饭店是你家开的，你他娘的说在哪吃就在哪吃。那是当然，国营饭店的副主任是我把兄弟，我许世界在这里想在哪吃就在哪吃。听到这话，王伟腾的一声坐下。这家伙居然认识国营饭店的副主任，了不起！怎么还不赶紧让开？难道非要我将国营饭店的副主任喊出来吗？徐厂长，这是咋回事？干嘛生这么大火呢？后老弟，我来你们国营饭店吃饭，我小红妹妹看上了这个位置，你说怎么办吧？侯学友眼睛微微一眯，看向了3人。以前没在国营饭店见过他们，那就证明这些家伙都是兜里没啥钱的穷鬼。这位可是江源县酒厂的许世杰许厂长，你们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赶紧给许厂长他们让个座。听到这话，高阳和王伟顿时有些怂了。大家都是来国营饭店吃饭，都就是你们的顾客，凭什么要给他们让座？小子，凭什么？就凭我是国营饭店的副主任，这里我说了算。你们3个人来我们国营饭店，一共就点了4个菜，加起来不到5块钱。人家许厂长来我们这，一瓶台子都比你们这顿饭钱贵。这饭我们都花钱了，国营饭店可是公家的地方，不是私人的后花园。他别说只是国营饭店的副主任了，就算是正主任，也没权利赶我们走。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完，侯学友伸手就朝我打来。怎么这么吵？发生了什么事？小子，你他娘的敢动手打老子！瞧见了没？王副局长来了。王局长，你来的正好。刚才有人在国营饭店闹事，还敢动手打人，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动手打人？怎么回事？打人的家伙呢？ No， 就是那小子。王局长，我跟你说，这臭小子可神气着呢。今天无论如何，你都要好好治治他。王局长，我是县酒厂的厂长许世杰。之前你在交通大队时，咱们见过一面，我可以给侯主任作证。这小子太猖狂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希望你们一定要严惩不贷。王志刚顺着侯学友指向的位置看去，顿时眉头皱了起来。你说他动手打你，所谓何事？这。王叔，我们本来在这好好吃饭，谁知道这2个东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非要我们给他们让座。我们不让，就动手打我们。于是这东西便将侯副主任给喊了下来，赶我们走。
小子，你别血口喷人哈！明明我是非常有礼貌的询问你，非常有礼貌，上来就为了自己的平头让我们滚，这叫有礼貌？要不要让在座的各位给评评理？这小兄弟说的不错，就是那姓许的太霸道了。就是太他娘的不把人当人了，还有那个姓侯的，有点权力就了不起啊！侯主任，我看这一巴掌打得好啊！今天的事情我会亲自等刘主任回来处理。王志刚的话一出，顿时侯学友懵了。许厂长，你跟这位女士的关系不一般吧？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可是有老婆孩子的。听到这话，许世杰额头的冷汗都冒了出来。王局长，你误会了，这是我的秘书，并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对了，我突然想起来，酒厂还有个会要开，我先走了。说完，许世杰便朝饭店外快步走去。与此同时，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走了进来。刘主任，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好大的官威，随意将顾客往饭店外赶。你别以为平日里自己什么德行我不清楚，从今天开始，你去后厨帮忙，撤销你副主任的岗位工作。话音刚落，侯学友一头栽倒在地上。这位同志，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今天你们这顿饭免单。那就谢谢刘主任了。王局长，今天的事情辛苦了哈，公安局这么忙，还劳烦你亲自来处理。刘主任客气了，其实我是看到我这小兄弟的牛车才进来的。王局长，他是你小兄弟。刘主任，实不相瞒，李老弟可是我的大贵人啊。刘主任，你们饭店想不想增加一种新菜？什么新菜？不知道刘主任近期有没有听到过麻辣田螺这道菜？听到麻辣田螺4个字，刘正才立即眼睛一亮。我听说江源煤矿食堂有这道菜，据说还挺好吃，深受煤矿工人们的欢迎。难道李老弟会做这道菜？何止会做，这道菜本就是我教给他们食堂的。原来是林老弟发明的这菜啊！不知道林老弟能不能教一下我们国营饭店？当然了，我们也不会让林老弟白教的。教麻辣田螺可以，不过我希望刘主任也跟煤矿和纺织厂一样，田螺由我来供货。那是自然，要不然我们饭店也不知道去哪里收这玩意。王叔，怎么了？刚当上副局长，这就愁起来了。一上任便碰到了桑河公社那起灭门惨案，领导要求3天之内必须将凶手捉拿归案。当年桑河公社那起灭门惨案可是轰动了整个江源县，好像是因为凶手偷拿大队的粮食，被受害者给举报了，所以这家伙便怀恨在心，半夜3更拿着一把斧子闯入了被害者家中，将其全家6口人全给劈死了。哎，上级领导也是没办法，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要是不及时抓到，谁知道他逃亡过程中还会不会干出丧心病狂的事情来？对了，一会我就先回局里了。今天上午有人说在县汽车站看到过这家伙，整不好他已经逃出江源县了。按照我前世的记忆，那凶手压根就没有逃出江源县。这家伙后来被抓捕之后交代过，犯案之后他故意去县汽车站周围晃悠一圈，然后便逃进了娘娘山上。王局长，凶手绝对没有离开江源县城，他就在娘娘山内。李老弟，你怎么知道凶手没有出江海县呢？汽车站好几个人都说看到他上了一辆去临县的汽车。王叔，你相信卦术吗？实不相瞒，对于卦术我略懂一些。新婚夜前夕，男人给前妻送上一份大礼，谁料前妻感动至极。铁牛，大宝哥今天在清水和跟谁见面了？我怎么远远看到是个女人呢？是刘家屯的那个刘丽丽。这个女人不是明天要跟李春生结婚的吗？她今天咋会来找大宝哥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听到了啥？好像刘丽丽说她明天就要结婚了，还有些话要对大宝哥说。他们2人好像约了今晚去村外的地瓜窖那里。铁牛，你不会听错了吧？刘丽丽大晚上约着大宝哥去地瓜窖，怎么去那种地方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到清清楚楚，刘丽丽说的就是地瓜窖。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晚上去那种地方，谁知道呢？或许是怕被人看到误会了吧。嘿嘿，铁牛，你说大宝哥和那个刘丽丽不会趁着夜黑风高，在地瓜窖做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吧？嘘，你可别乱说，赶紧回家吧。2人刚走，王桂梅就出来了。哼，李大宝眼瞅着是对刘丽丽余情未了啊！只要我将他们2人私会的事情告诉村长李家川，想必李大宝恐怕在村里就混不下去了。想到这里，杨桂梅得意一笑，立马朝着村长家跑去。等到李大宝回到院子，李大壮和李铁牛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放心吧，大宝哥，那婆娘已经上钩了，我们亲眼看到她去村长家了。好，那今天晚上全村老少爷们有好戏看了。村长李家川得知消息后，带着一群人朝着地瓜窖走去。别管3七21，见人就打。打坏了算我的！一群人冲进地瓜窖，一顿乱打。王八蛋，居然敢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来！给我打！臭小子，让你先前敢动手打我，老子这次就废了你！住手！家川叔，他不是李大宝。你个贱女人，事到如今还这么维护李大宝，看我不打死你！谁维护李大宝那混蛋啊？老娘凭什么要维护那个没良心的家伙？此时，李家川突然反应过来，都住手，给我闪开！
怎么是赵大强？我明明听到今天晚上跟刘丽丽私会的就是李大宝啊！村长，现在咋办啊？赵大强这混蛋要是醒了，不会找我们算账吧？对呀，还有他弟弟赵二强，这家伙也是个无赖。要是他知道赵大强被我们打伤了，恐怕都他娘的一个个全是怂货，不就是个无赖吗？大家一起连夜送他们去派出所，到时候还不盼这小子蹲大牢。说完，李家川便招呼村民驾着赵大强和刘丽丽两人走出了地瓜角。村长，今天这事吧，虽然我消息搞错了，没抓到李大宝那小子，但不管是谁，那都是给你家春生戴绿帽子啊！所以你看我家大光岁数也不小了，想着在村东批块宅基地。你还有脸跟我提宅基地的事？滚一边去！没看到老子正在忙着吗？明天我交代的事情都记住了吧？两人立即点了点头。放心吧，大宝哥，我们记住了。明天我们去清水和捞田螺前，保证将会让李家屯老少爷们都知道今晚的事。翌日清晨，送完田螺后，我便准备动身前往国营饭店，却遇到了马厂长和黄院长。老黄，我就说这小子应该还在煤矿，来这绝对能堵到。小李，这一次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田书记的命就保不住了，而我们人民医院也……黄院长，只要田书记人没事就好。小李啊，你可真是大医医于世啊！不仅治好了老马的高血压，而且还救了田书记一命，简直是华佗在世啊！黄院长，您过奖了。说实话，我对医术什么的一窍不通。小同志，你谦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人民医院上班？我可以跟上级领导申请，可聘你来医院坐诊。黄院长，多谢您的好意，我这人真不适合上班。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卖我的田螺。老黄，路上我说什么来着？李老弟绝对不会答应去医院上班的。先前我都请他来煤矿给我当助理来，也被他直截了当的拒绝了。行，人各有志，既然你不想来医院工作，我只能表示遗憾。你既然在农村捞田螺，不妨也搞点中草药，到时候晒干了来卖给我们医院药房，你看怎么样？按照前世的记忆，改革开放的春风就要吹起来了。在这之前，我必须要攒够一笔钱。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田螺未必行得通。要是能给医院供应中药草，那利润可是比田螺高得多。黄院长，我觉得这个可行，等我先回去弄几种中草药的样品带给你瞧瞧，要是可以的话，这活我干了。好，那我就在医院随时等你。对了，还有件正事我差点忘了，田书记醒来之后一直说想要当面谢谢你的救命之恩。黄院长，请你转告田书记，感谢就不必了，我也就是凑巧罢了，不必挂在心上。简单闲聊了几句之后，我便赶着牛车离开了。刚到国营饭店停下车，就看到高阳和王伟两个家伙走了过来。大宝，你真是神了！昨天我回到厂子里，直接找了厂长说我能解决那进口设备的故障，没想到你的方法还真有用。大宝，你这次可真是帮了高阳大忙了，我们厂长破例提拔他当了车间主任呢。高大哥升车间主任再正常不过了，瞧着吧，很快他都能干上机械厂的厂长。大宝，高阳都快干到厂长了，然而我还是一个普通员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必着急，先还是好好倒腾你的供应票吧。再过2个月，你就从机械厂辞职，哥们带你干一份大事业。大事业有多大？一天赚100块钱，你说大不大？多少？一天100，那一天赚的比国营厂长一天都要多。大宝，你说的不是开玩笑吧？真有一天能赚100的工作吗？当然了，这世上赚大钱的工作多了去了。你看我现在一天给3个地方送田螺，你知道我一天赚多少吗？多少？3家地方每天的货款有220多，抛去人工成本，每天净赚200元。什么？200元一天？那岂不是1个月就纯收入6000，2个月就成万元户了？不出意外的话是这样，但你们也知道，田螺这个东西是有季节性的，天一冷就干不了了。大宝，以后我真的能跟着赚大钱？当然了，我都说了，你再耐心等2个月，到时候我肯定带你一天赚上100。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新婚前夕，女人偷偷跟人打起了扑克，被发现后，不仅毁了容，还要退还彩礼。你们家刘丽丽就是个贱货，明天都要跟我儿春生结婚了，她竟然还跟赵大强去钻地瓜窖，真是不要脸到家了！今天你必须将我们家给的彩礼退回来。嘿，张桂英，是你们先退婚的，那彩礼凭啥还给你们？我们家丽丽可没提退婚的事，想要拿回彩礼没门。张桂英，你个杀千刀的，怎么不去洗？真是贱啊！明天结婚，头天晚上还跟野男人私会，真是不要脸到家了。谁说不是呢？这下倒好，听说林家屯那个野男人被打成残废，他也被毁了容，活该。就这模样了，还敢来供销社买东西，换作是我，头和洗了算了。听到众人的嘲讽，刘丽丽气得浑身颤抖。可自从她的脸被破了相之后，人也变得没底气了。恰在这时，刘丽丽看到来买东西的我，要不是田素娥非要天价彩礼，我现在早就跟李大宝结婚了。那样的话，我天天都可以来供销社买好吃的。田素娥，都怪你，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我恨你。说完，刘丽丽便转身跑走了。很快，我便赶着牛车朝李家屯走去。刚到二叔家门口，就看到赵强。杨桂美，你个贱人，给我滚出来！你个臭婆娘，疯了吧？去招惹他们兄弟俩，这下可好，以后连门都不敢出了。
我明明听到大赵那小子说的是李大宝啊，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赵大强？很快我便朝家中走去。大宝哥，李春生被昨天晚上刘丽丽和赵大强私会的事情给打击到了，在家卧床不起，滴水不进了。李春生还是跟前世一样，怂货一个。大宝哥，我按你说的把宝亮叫过来了。前世父亲掉进陷阱后，就是李宝亮他爹李田发现给背下山的，所以这一世我要好好报答一下李田父子俩。宝亮，你以后就跟着铁牛上山弄药草，采回去分类晒干就行了，我按斤收。对了，大宝哥，咱们什么药草都要吗？原则上不论什么药草我都要，不过你们在采的时候还是挑那些价钱高的，比如夏枯草5毛钱一斤，独角金1块2一斤，可蒲公英这种的虽然数量多，一斤只能卖1毛钱。听了我的话后，李宝亮和李铁牛连连点头。既然你们都明白了，那我们进山采药草吧。说完，我们便拎着袋子朝娘娘山走去。大宝哥，这深山里药草真多啊，采不完，根本采不完。是啊，大宝哥，早知道我回去多拿几个袋子就好了。不一会天就黑了，突然一道人影闪过。没想到赵二强还自己送上门了。对了，今天正好民兵搜山抓捕逃犯，正好解决他。铁牛、宝亮，你们跟我来，我知道那杀人犯藏在哪里了。大宝哥，你真的知道那杀人犯的藏身之处？我也不是100%确定，但是在这娘娘山中，我恰好知道有个极其难以发现的山洞。现在满山的民兵就没有发现那杀人犯的踪迹，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藏在那山洞中。先别高兴得太早，后面好像是赵二强的混蛋跟来了。靠，大宝哥咋办？那家伙想要跟我们抢功，要不然咱们先不过去了。抢功？那就让他去抢就好了，我们正好来个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大宝哥，啥叫渔翁得利啊？咱们这是在山上，哪有什么打鱼的老翁？你个憨哈，以后能不能多读点书？大宝哥的意思是，一会发现杀人犯，让赵二强先上，等到他们两个打得两败俱伤，我们再动手。凭着前世的记忆，我来到了山洞所在的位置。黑暗中，我将手电筒对准洞口，看到了吗？那里有个隐蔽的山洞，我猜想那赶人犯肯定就躲在这里。既然你找死，就别怪大爷我不客气。走。我们现在就冲进去，抓住那赶人犯。看到我要行动了，赵二强窜了出来，朝着山洞跑了过去。都他妈待着别动，这山洞是我先发现的，里面的干人犯归我了。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惨叫声传来，我趁机冲了进去，一阵激烈的打斗，赶人犯被一锄头撂倒。你们两个进来吧。大宝哥，你太牛了，这杀人犯拿着土枪，你都能撂倒。大宝哥，啥时候教我两手？那样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了。这是以后再说，一会人来之后就说这赶人犯是你们两个进去抓住的，我没有参与抓捕。二人一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你们两人将20斤白面和10斤猪肉给分了，明白不？要是王志刚得知是我抓捕的杀人犯，难免心中会多想，说不定那家伙会认为我肯定提前得知了消息，所以才会整个挂出来诓骗他。这时候民兵和公安便赶了过来。他就是要抓捕的那名凶犯。对了，这杀人犯开枪打中了谁？是我们村的赵二强。这混蛋想着独自抢功呢，于是便冲了进去。没想到这干人犯有枪，他一进山洞便挨了一下。眼见大功告成，李大宝便招呼两人拎上蛇皮袋子，朝着山下走去。翌日清晨，我赶上牛车，便朝着江源县城奔去。等到了国营饭店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幸好我来得及时，要不然就追不上你了。咋了？你这是被狗撵了？你才被狗撵了呢！昨天高阳找了厂领导，说了麻辣田螺的事情，没想到厂领导同意以后让你往机械厂送田螺。小李啊，现在几个厂子可都能自己做麻辣田螺了，我们国营饭店损失可就大了。刘主任，没事，麻辣田螺这个损失，我可以教你们国营饭店一道同样受欢迎的小菜。是什么小菜？等这2天我带来你们尝尝。聊了一会后，我便准备回去。这时一道尖锐的刹车声响了起来。小李啊，你可真是神了！桑河公社灭门案的凶犯还真在娘娘山被抓到了。小李，你这挂术是哪里学的？天机不可泄露。前世王志刚被提拔后，便遇到一起抢劫银行的恶性案件，在抓捕过程中，劫匪引爆了炸药，当时王志刚牺牲了，好像就在这几天。王叔，你介不介意我再给算上一卦？当然不介意了，你说。王叔，接下来你们很可能会遇到一件大案，但在抓捕的过程中会出现意外，就好比在娘娘山抓捕那个赶人犯吧，你们事先也没想到这家伙手中有枪吧？我天，小李，你连杀人犯手中有自制的手枪都算出来？王叔，希望昨晚抓捕杀人犯的事情能给你们提个醒，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大意。说完之后，我便赶着牛车离开了。医院送来病人，医生却查不出病因，而我根据前世记忆拯救了上千人。小李，你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医院的刘副院长。刘院长，这位便是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小李。小伙子，你学过医？刘院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学过医。小伙子，不诚实啊！你要是不懂这些，怎么能准确判断出病人是突发心梗而不是肠绞痛呢？我可是听说，当初就连黄院长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医师都没有判断出来。刘院长，那次的事情只是凑巧而已，我只是曾经看到村里有人曾经肚子疼，很快便胸口绞痛离世，所以才会猜想当时田书记是不是同样的情况。此时，一名医生急匆匆跑来。黄院长不好了，三河公社桃林村又送来了几名得怪病的患者。黄岐山疼的一声站了起来。刘院长，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此刻，病人浑身不停地抽搐着，嘴里还在痛苦地呻吟着：“鬼，有鬼，不要来害我！”
刘院长，你怎么看？这些村民究竟是得了什么怪病？经过我们医院的初步研判，很有可能是突然的传染性疾病，但根据现有掌握的传染病经验，不像是霍乱、疟疾之类的疾病，所以才上报室里，请您这样的传染病专家来瞧一下。黄院长，你们没对病人吃的食物、饮用水进行化验吗？已经采样化验过了，除了村民们常吃的食物里大肠杆菌有点超标之外，其他都很正常。传染病是有传染途径的，一般都是通过水、食物还有排泄物进行传播的。病人都没有咳嗽发热的症状，肯定不是空气传播的肺炎。那要真是传染病的话，究竟是怎么传播的呢？该不会真的跟村民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中邪了吧？什么中邪？这都是胡说八道。黄院长，并不是我胡说的，是去桑河公社采集样本时，村民们说的。他们甚至还跟我们讲过一个古老的传说。什么传说？他们说当年祖先迁到靠山村时，曾经得罪过山里的黄大仙，所以这次村民的怪病肯定是黄大仙索命来了。大夫啊，求求你就安家来人吧！你说前几天他还好好的呢，怎么现在都变成这副样子了呢？老黄，先用抗过敏的药物试试，再加上止痛镇定的药物保守治疗。黄岐山点了点头，在没有彻底弄清楚病因之前，他们也不敢乱用药。黄院长，我觉得先给病人灌一下鸡蛋清和牛奶试试。服用牛奶和鸡蛋清，这是……黄院长，你先按照我说的法子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小伙子，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东西？不错，刘院长，我是看出了点问题。病人患的不是疾病，而是中毒了。什么中毒了？对，就是中毒了。前世桑河公社有几个村子的确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怪病，直到进入90年代，专家们才发现这几个发病村子的地下居然有一处铜胎铅矿。当地的村民盛传挖到后，便拿回家里当成装饰品，它元素便会进入空气中，久而久之，村民们一个个开始发病。小伙子，村民们到底是中了什么毒？先前他们服用的食物和水可都化验过了，并没有查出问题啊。刘院长，村民们中的不是普通的毒，而是一种重金属铊。我便将它金属的由来、中毒的症状给众人讲述了一遍。没想到这个他中毒如此厉害，那有没有治疗的药物呢？你刚才说的牛奶和鸡蛋清能管用吗？牛奶和鸡蛋清可以帮助病人尽快的将体内的铊给排泄出来，但想要彻底治好不容易，目前来说需要的药物国内都没有。前世治疗他中毒的药物2003年才上市的，现在压根就没有。黄院长，我觉得此事你要马上上报县委。桑河公社那几个村的村民立马迁出来，同时对所有出现症状的村民服用鸡蛋清和牛奶导泻，要不然的话事情可就麻烦了。等到黄岐山忙完之后，已经是中午了。对了，黄院长，这是我采的药草，你看看如何？小李，这样成色的药草，我们医院大力收，价格就按照我们现在从外面的进价怎么样？行，那就多谢黄院长了。谢我你就客气了哈。且不说上次田书记的事情，就这一次要真的证实了是他中毒，你可是救了桑河公社上千人的性命啊！对了，这马上都快中午了，你要不然在我们医院吃了饭再走。黄院长，我就不打扰了。按照我的估计，中毒的村民不在少数，不过好在还算发现及时，属于轻症。要是能早点服用牛奶和鸡蛋清进行导泻的话，应该能恢复过来。离开医院后，我便驾着牛车朝家中走去。大宝哥，你从县城回来了，咱们采的药草质量咋样？怎么着急了？那可不是，万一人家医院嫌弃咱们药草不行咋办？那这些天的力气岂不是白出了吗？你小子对咱们娘娘山的药草有点信心好吧？大宝哥，啥意思？难道咱们的药草过关了？那必须的。行了，我今后需求药草的数量非常大，下午开始你就召集人跟你一起进山采，一会你按我给你的名单，帮我把人叫到后山来。半个多小时后，李宝亮带着几人便来到了娘娘山脚下。大宝哥，采药草真的能赚钱吗？那是当然，宝山应该将大致情况给你们说了吧？只要是药草，我全收。但大家伙采的时候，先紧着值钱的药材来。反正现在整座娘娘山都是我们的，还怕这些药草长腿跑了不成？宝山，来，这6块是你这2天采药草的钱。一时间，众人看到那一把毛票，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谢谢大宝哥。望着众人一个个羡慕的眼神，李大宝觉得效果还不错。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采集药草后都先拿回家晒干，烘干了之后再送到宝山家里过程算款。另外，我希望大家今后在村里统一口径，就说这药草不是我收的，而是宝山收的。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现在大伙就进山吧。最后嘱咐一句，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是进娘娘山深处的话，必须要3人作伴，而且天黑之前全部下山。要是被我知道你们不按照我说的做，就算采了我也不收。村民忍饥挨饿，黑心村长却靠着倒卖粮食整日大鱼大肉，我靠着前世记忆替村民讨回公道。铁柱哥，你是不是查出问题了？大宝，我按照您那天说的，查了这3年生产队粮食的收成记录，发现存在5万多公斤粮食缺口。李家川这家伙果然在倒卖村里人的粮食。
大宝，这混蛋克扣了大伙这么多的口粮，不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咱们现在就拿着这些证据去李家川家里要个说法。李铁柱刚转身离开，便被我一把拉住了。铁柱哥，现在就算你去打他一顿又有什么用？等明天下午咱们一起去公社举报李家川，到时候他村长的位置必定是干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进局子。好，大宝，你脑子比哥好使，这事就听你的。次日，我带着李铁柱前往清水公社。黄书记，我是李家屯的生产大队长李铁柱，有个情况我想要跟你反映一下。李家屯，你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黄书记，这是我们大队3年来粮食的收成情况，但我发现这收成跟我们村实际发的口粮数量有较大出入。同志，你反映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吧，等我调查完了，弄清楚真实情况再给你答复。依我看，未必是这样的，或许有些真实情况你们不了解。行了，你们先回去吧。看来这个家伙和李家川关系匪浅。黄书记，难道处理我们李家屯口粮被倒卖的问题就不是你的工作了？小伙子，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话可不要乱说。公社有公社的处理流程和规章制度，我要回去派人去调查一下。万一真的是你们算错了，岂不是冤枉了家川同志了？李铁柱有些急了。此时身后传来一道怒斥声：“李铁柱，你小子在公社党委闹什么？快点给我回村里去！”李村长，你来的正好，这2位是你们村里的吧？他们怀疑你倒卖生产队的口粮。来，你过来解释一下。好在私下给黄海林送过好处，就算这2个家伙闹腾，应该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李铁柱，你小子还真是胆肥了哈，竟然还敢怀疑村里的口粮被倒卖了。我告诉你，村里的口粮除去年底分给社员，剩下的都给了公社进行统一分配的。李铁柱同志，家川村长说的不错嘛，每年各村收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清水公社才会将丰收村多余的口粮统一调配，帮助以下遭旱的村子。那行，我们让这几个村的大队长也统计下他们的粮食生产和年底口粮发放情况，到时候真相究竟是什么，不就一清二楚了？对，正好跟王家沟的大队长王刚熟识，我现在就去他们村找他。果不其然，李铁柱这话一出，李家川顿时便有些语塞。李铁柱，刚才黄书记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吗？各村剩余的粮食都是公社统一调配的，你还在这胡搅蛮缠干什么？现在马上回村子，要不然我打电话将你们抓起来。老黄，你们这是在……田书记，这2人就是来公社闹事的，我一会就让人给轰走。我看到田爱军来了，顿时心中乐了起来。黄书记，我们是来跟公社反映情况的，怎么就成闹事的了？难道领导们不让我们这样的乡民说话了？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领导也当得不称职。你们是来反映情况的吗？我都清清楚楚的解释过了，你们还要胡搅蛮缠，这样的行为简直跟刁民无异。老黄，既然社员们有疑虑，我们就帮他解决。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办公室。说完，我们一行人便跟着田爱军来到了办公室。田书记，我们怀疑这几年村里剩余的粮食被村长倒卖了，这是我们统计好的数据。田爱军仔细看完之后，脸色立马阴了下来。田书记，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这纸上的统计有问题。他们2个就是故意找茬吧？找茬？老黄，你作为公社一把手，社员们提出自己的质疑，你就应该好好核实一下。行，既然你不想核实，那我来给你核实。几分钟后，张秘书便拿着那几页纸走了过来。田书记，根据这上面统计的数目，李家屯近3年来的确每年都存在上万公斤的亏空。老黄，你现在来给我好好解释解释。田书记，这个也许是……黄书记，你先前不是说村里剩余的粮食上交给公社，然后公社统一调配给那些收成不好的村子吗？听完我的话后，田爱军的眉头便紧紧皱在了一起。黄海林，我记得去年问你调拨粮食的事情，你可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你们公社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田书记，我错了，这粮食被我一时鬼迷心窍给倒卖了。黄海林，我看你的胆子真是肥了，连老百姓的口粮都敢倒卖。小张，立即给纪委打电话，让他们好好查查。听到纪委的人要来，黄海林和李家川再也坚持不住。小李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上次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田书记，客气了，我那天也是凑巧，举手之劳而已。小李同志，你这么说可就太谦虚了，我可是听岐山说过，你的本事可牛得很呢。对了，车里我还带了一些礼品给你，本来想去你家亲自拜访呢，既然在这看到了你，那现在你就带回去。田书记，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不过这礼品我是绝对不会要的，你还是带回去吧。对了，田书记，倒卖粮食的事情，你还是要查查粮管所那边。说完，我便拉着李铁柱朝门外走去。大宝，你咋还认识田书记呢？之前凑巧认识的。对了，铁柱哥，接下来出山时，你抓紧将咱们李家屯的土地、农具和牲口给统计清楚。统计这些玩意干嘛？我估摸着秋收之后，大集体生产的形式便会彻底取消了。到时候咱们江源县也会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了。到时候一旦上面下来政策之后，立马组织村民抓阄。李铁柱听完之后，顿时激动的浑身颤抖，恨不得立马。李家川粮食的事情。李家川，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大伙辛辛苦苦的收成，居然被你私自卖了。怪不得你家春生定亲能拿出3转1响32条腿的天价彩礼，感情是靠倒卖大队的口粮赚的黑心钱。还我们家的口粮，要不然将你们的房子扒了。铁柱哥，是你站出来安抚村民的时候了。李铁柱恍然大悟，只要安抚好了村民，以后他肯定是李家屯村长的不二人选。想到这里，
李铁柱大步向人群，计已经铺好了，剩下的就看铁柱哥自己发挥了。女人去供销社买衣服，却被售货员故意绊倒，不仅摔伤，还被索要天价赔偿。这位女士，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无故损坏了我们供销社的东西，那可是要按价赔偿的，18块钱一条，2条的话可是36块钱。听到声音，我连忙走了上去。看来赵大强只是个备胎，而他背后真正的男人出手了。要不然的话，就凭刘丽丽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怎么能在县供销社这样的单位干上售货员呢？赔偿？刘丽丽，明明是你伸脚绊了秀男一下，还好意思诬陷别人？你跟他是一起的，你肯定向着他说话。反正我告诉你们，现在2条连衣裙都被撕碎了，我们供销社已经不能售卖了，你们就必须按价赔偿。行，要想让我们赔钱，那你拿出证据来。谁说这连衣裙是秀男扯破的？明明就是你们供销社挂了2条破裙子，在这准备讹人罢了。谁说没有人看到这件人扯破了裙子？我就亲眼看到了。这一巴掌是让你嘴巴放干净点。怎么回事？大白天吵吵闹闹像什么话？韩主任，你可是要为我做主啊！那个女人故意扯破了2件连衣裙，我让她原价赔偿，可谁知道那个男的非但不赔，还动手打我。听到这话，韩为民朝着李大宝和赵秀楠望去。小子，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弄坏了我们的衣服还敢动手打人，胆子不小啊！你是县供销社的主任韩为民？男子被李大宝这么一问，顿时神情微微一怔。不错，既然你小子知道我是谁，就别废话了，赶紧掏钱赔那2条连衣裙。另外，你动手打了我们的丽丽同志，立马当着大伙的面给她赔礼道歉，还要赔20块的医药费。韩主任是吧？那今天我要是不赔你们这2条连衣裙呢？要不你就报警吧，我看看议会叔叔来了，倒霉的是谁？韩主任，现在咱们就报警，弄坏了我们供销社的衣服，还有理了不是？小子，现在你别嘴硬，等一会叔叔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大约10分钟后，供销社外响起了一道急促的刹车声，紧接着2名叔叔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局长王志刚。王局长，这么点小事您咋还亲自来了？我们供销社新来了款红山茶香烟，您可要好好尝尝。烟的事情一会再说，先说说今天是咋回事吧。有一个小子弄坏了我们供销社的东西，不但不赔偿，还动手打人，太嚣张了。你说的那小子在哪里？王局长就在那。小李，你跟我好好说说，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局长，你来的正好，想不想再立一功？此话一出，王志刚顿时愣住了，他有些不明所以的望着李大宝，瞬间王志刚心头一动，郑重地点了点头。小李啊，你快说说我要怎么立这功？王局长，将这家伙抓起来，你这次功劳便没跑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唯独韩为民觉得自己后背发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难道那件事情被人给发现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时可是晚上，周围也没有人。臭小子，你少血口喷人！我为供销社兢兢业业，一向都遵纪守法，岂是那种作奸犯科之辈？小李，你让我们抓韩主任，理由呢？对，理由呢？小子，你今天要是说不出来，我就告你诽谤。理由？我当然有。在我说出之前，我想要问韩主任一个问题：当年你跟孙中华的关系不错吧？听到孙中华3个字，韩为民愣住了。王志刚望着韩为民的神情，心中便明了了几分。看来当年孙中华落水溺死的事情另有隐情。小子，孙中华我当然认识了，我们一起在供销社共事多年，我岂会不认识？你今天提一个过世的人干嘛？韩主任，2年前要不是你趁着他喝醉之际将孙中华从护城河堤推下去，想必现在还轮不到你做县供销社主任的位子吧？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你说我将孙中华推下了河堤，有证据吗？证据我当然有。韩为民，当年你将孙中华从河堤上推下去时，我恰好看到了。当然了，现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家伙，他叫高世林，应该是住在县东城那块，是个无业游民。听到我这么说，韩为民顿时傻了眼。就在这时，刘丽丽还没有眼力劲的走到他身边。主任，现在不应该处理损坏连衣裙的事情吗？怎么扯到你杀人了？我看肯定是李大宝故意栽赃陷害，你可是身正不怕影子。韩主任，你这个贱女人，今天要不是你，老子也不会。韩为民，跟我们走一趟吧。此时，我走到韩为民的面前。韩主任，有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你，是谁让你帮忙将刘丽丽给弄进供销社的？韩为民此刻对我恨意滔天，面对我的询问，冷哼一声，扭过头去。韩为民，现在立即回答刚才的问题，你是还涉嫌滥用职权，必须交代清楚。韩为民被王志刚这么一吼，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市县酒厂的厂长许世杰，是他找我让给刘丽丽安排个工作。难道刘丽丽背后的野男人就是他？刘丽丽顿时脸色煞白，然而我没有再搭理她，跟着赵秀楠走出了供销社。大宝啊，今天中午你小子一定不要走，我请你去国营饭店吃一顿，你先去老刘那等我。说完，王志刚转身离开。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国营饭店，不一会王志刚也到了。大宝，你真神了，韩为民那家伙一进去就全都撂了，果然和你说的一样，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草菅人命，真是畜生。今天多亏了大宝，所以这顿必须我请。老刘，该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坏了规矩。行，那今天我也就沾沾王局长的光了。老刘，
你今天可是沾了大宝兄弟的光了，要不是大宝上次提醒我，我指不定现在照片都挂墙上了。听到这话，刘正才微微一愣，大宝兄弟，能不能也给我算算？前世中秋节前，国营饭店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投毒事件，后厨切菜工因老婆跟人跑了，心理变态，将耗子要倒入菜中拉人垫背。刘主任，有场无妄之灾跟国营饭店有关。还有半个月就中秋了，刘主任务必看好后厨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近期举动异常的员工。杰哥哥，你重新再给我安排个工作吧，要不然我去酒厂上班吧。那样的话，你要是想我了，随时都能找我。酒厂已经有小红红了，再把刘丽丽弄进去，万一两个女人争风吃醋起来怎么办？酒厂还是算了吧。杰哥哥，怎么不行呢？你不是县酒厂的厂长吗？让我进去上班，还不是一句话的事。酒厂也不是我家开的，老子好不容易将你弄进县供销社去，可你呢，干了半个月不到就被人给撵了，还把老韩给害了，你活脱脱就是个扫把星。那能怪我吗？都怪李大宝，他就是我的克星。韩主任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是李大宝举报他的。听到李大宝这个名字，许世杰顿时眉头一皱。之前在国营饭店时，就是这个小子让我颜面扫地。好，李大宝，老子不好好收拾你一顿，你他娘的不知道吗？王爷有三之言。沉思了半天，许世杰想到了一个计划，他立即给刘丽丽低语了几句。刘丽丽听了之后，却是惊恐的瞪大了眼睛。杰哥哥，你说什么？让我去国营饭店的田螺里头投毒？万一要是吃死人咋办？我可是要吃花生米的。傻瓜，我到时候给你的是拉肚子的巴豆粉，又不是毒药，怕什么？下个屁的巴豆粉，要下毒就下点猛的。等我去买2包耗子药，到时候只要毒死了人，那李大宝和刘正才都难辞其咎，刘丽丽也会吃花生米。这样一来，我便能解决了这个累赘，简直是一箭双雕。杰哥哥，可是你要是办成了这事，我就答应你到酒厂上班，到时候你天天守在我身边，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听到许世杰的这个承诺，刘丽丽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那份担忧，郑重地点了点头。这才对嘛，丽丽。杰蝈蝈。翌日清晨，我赶着牛车来到了县机械厂，特意找了趟王伟。大宝，你小子好福气啊，女朋友真是盖了帽了。别闹，今天我找你是有正事，帮我去盯一个人。定人谁？你也认识县酒厂的厂长许世杰？许世杰不就是那个在国营饭店嚣张不得了的家伙？对，就是他。你先从厂子里请几天假，就盯着这家伙。只要他领着那个秘书出厂私会，你就立马去通知他老婆。我明白了，你是想要他老婆去捉奸吧？到时候将那王八蛋堵在床上，就有精彩好戏看了。理解完全正确，本来这是应该我来干，但我不在现场，有些不好使。当然了，你请假这几天，我给你双倍工资。大宝，咱俩是不是兄弟？是兄弟的话，就别跟我提钱，行不？是兄弟也要明算账。你这可是帮我去盯梢的，要不然的话，我去盯那王八蛋，少挣多少钱，总不能我赚钱让兄弟喝西北风吧？大宝，你不是因为前段时间国营饭店的事情报复那老小子吧？算是吧，但也有别的原因，等以后你就知道了。翌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走了出来，就看到王伟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的驶了过来。怎么有情况？大宝，许世杰那家伙带着秘书去了县招待所，本来我要去通知许世杰的婆娘，没想到半路居然碰到你了。还有你上次临走时让我查的那个刘丽丽，她现在就租住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我顿时眉头一喜。王伟，你将许世杰家的地址告诉我，我去通知他的婆娘。你去通知那个刘丽丽，就编的谎话，说许世杰在县招待所给他重新安排了一个工作，让他赶紧过去。行，大宝。说完，王伟骑上自行车便朝着刘丽丽住的地方赶过去。5分钟后，我来到许世杰家门口，而他老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我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头，便从墙上扔进了院子里。哪个王八犊子乱扔石头？你家男人正在县招待所搞破鞋。果不其然，许世杰婆娘的骂声戛然而止，很快便拎着棍子朝着县招待所的方向小跑了去。这位女同志，你这是说许世杰那狗东西在哪个房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随便透露。你个小丫头片子，赶紧告诉我，要不然的话，老娘抽烂你的脸！姓许的同志在招待所2楼最西头的屋子。听到这话，许世杰的婆娘拎着棍子朝着招待所2楼大步走了上去，女人一脚踹开房门。谁他娘的敢打扰老子？阿兰，听我解释。只见许世杰的婆娘冲上前跟他俩打了起来。许世杰趁自己的婆娘收拾女秘书的空档，跑了出去。刚下楼就遇到站在前台的刘丽丽。怪不得我今天跟女秘书来开房会被母老虎发现，原来是刘丽丽这个贱人搞的鬼。许世杰走上前，一个大笔都甩了过去。打完，许世杰跑了出去，留下一脸震惊的刘丽丽。许世杰，你王八蛋，打老娘干嘛？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原来你也是许世杰在外面嘎胡的狐狸精，看我今天不抽死你！刘丽丽还没反应过来，许世杰的婆娘拿着棍子朝她抽了。大宝，你这法子高，实在是高。走吧，今天算是给了许世杰和刘丽丽2人一个小小的教训。随后，我赶着牛车朝李宝亮家中赶去。一进门看到院子里居然有20多号人。大宝哥，大伙都想着利用不上山的时候赚点零花钱，你看
大宝，你就带着我们一起采药草吧。我们平时也没有个啥收入，想给孩子买点零食都买不起。是啊，大宝，我家娃多，裤子都不够穿，我就想赚个钱扯快步，给娃做条裤子。俺也一样。各位乡亲，你们跟着我采药草卖钱可以，但有一点，一定不能耽误生产队的活。要是谁不遵守这条纪律，那采的药草我是绝技不会收的。与此同时，许世杰来到刘丽丽的住所，对着刘丽丽一阵拳打脚踢。是不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不是你让我去县招待所的吗？你说什么？谁让你去县招待所上班的？一时间，刘丽丽也立马愣住，便将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许世杰气得一巴掌呼在刘丽丽的脸上。杰哥哥，你为啥要打我？老子打你是因为你蠢，你也不好好想想，就算是我给你安排工作，能让别人通知你，我不要脸的吗？我问你，来通知你的家伙长得是什么样子？那人看起来也就20来岁，模样挺好看的，留着一头长头发。难不成陷害我的是李大宝他们？妈的，老子绝对饶不了那些王八蛋！这几天我要尽快搞到老鼠药，骗这蠢女人将老鼠药投到麻辣田螺里，那样李大宝肯定难逃其咎，也能顺手解决这女人。吴大哥，你就好心帮妹妹这一次吧。那个送田螺的李大宝就是个负心汉，他都要跟我成亲了，没想到却看上了公社中学的支教老师，我心里有恨啊。丽丽，你放心，这的忙我一定会帮你。你把药给我。吴大哥，你别怕，这就是巴豆粉，不是什么害人的药。我的目的就是让李大宝那个负心汉好好尝尝教训，搅黄他的田螺生意而已。翌日清晨，我便赶着牛车朝着国营饭店走去。刘主任，今天厨房要熬小米粥。天天都是白米粥和玉米糊糊，客人早就吃腻了，所以今天我让厨房整点小米粥。李老弟，那一会你送完货来这吃饭，老哥我给你留2碗。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一定要好好盯着这锅小米粥，凡是经手过小米粥的家伙，一定看好了。放心吧，李老弟，我今天就是不拉不尿，也会寸步不离看好这锅小米粥。万一那家伙看到小米粥被人盯着，再将老鼠要投到别的菜里怎么办？刘主任，你可不能盯得太过明显，要是你一直守着这锅小米粥，那家伙还怎么做手脚？万一他再打别的菜品咋办？你只有一双眼睛，总不能将国营饭店的菜品都能盯住吧？刘正才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10分钟后，吴三秋已经将耗子药投进了麻辣田螺里。就在他准备将药包倒入小米粥时，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刘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我问你，这药包里装的是什么？药包里就是赤沼医生给我开的普通药粉，我这几天尿有些发黄，所以就让赤沼医生给我开了点药。普通药，老方，你将药包拿过去，看看究竟是不是他说的一样。方师傅一把抢过药包，这是耗子药。10分钟后，一阵警报声响起。我天，大宝，你的卦还真的应验了。刘主任，你是怎么发现的？刘正才便将整个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此刻，吴三秋已经是心如死灰，面对王志刚的询问，立马便招了。刘丽丽这个贱女人，居然还藏着这么狠毒的心思，想着往麻辣田螺里下药，以此来陷害我。我打算跟王志刚去趟公安局，毕竟吴三秋投毒的背后还牵扯到了我。谁知道刚一出门，便看到不远处的刘丽丽。王局，刘丽丽就在前面，快去将那女的抓过来。一时间，站在远处的刘丽丽愣住了。你不要过来啊！刘丽丽是吧？现在怀疑你涉嫌教唆他人往国营饭店的食物中投老鼠药，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此时刘丽丽有些蒙圈了。叔叔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给他的只是巴豆粉啊，压根不是什么耗子药，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巴豆粉，果然你们这些个女人都是一个样，全都是谎话连篇。这药粉就是你给我的，本来就是耗子药。刘丽丽，你再仔细看看，这包药粉是不是你给吴三秋的？这药粉是我给他的不假，但杰哥说里面是巴豆粉啊，不是什么耗子药。杰哥，这耗子药是哪个杰哥给你的？当即刘丽丽便将许世杰的计划给说了出来。看起来跟我猜想的一样，果真就是许世杰在幕后使的坏。叔叔同志，我真的不知道这药包里面是耗子药啊，我就以为是巴豆粉呢。人吃了之后，顶多就是拉肚子。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毒死人。你到底有没有害人之心？我们会查清楚的。就算你是被许世杰给蒙骗了，你也是帮凶之一。现在你们两个将吴三秋先押回局里，我们去县酒厂抓捕许世杰。说完之后，我们便带着刘丽丽朝着国营酒厂驶去。许世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婆娘当我是，你居然跑了。现在你让我回去跟黄脸婆离婚娶我，要不就赔我3万块钱，要不然的话，这事没完。离婚，我要是敢离婚，能被那母老虎活活打死。我告诉你，离婚我是不可能离婚的。至于3万块钱，门都没有。你个王八蛋，老娘跟你拼了！话音刚落，便听到一声惨叫，于是我们冲了进去。谁知道一进屋，却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女秘书满嘴是血，跟疯子一样咧嘴笑了起来，而许世杰痛苦地坐在地上，而且还少了一根手指。快先送他去医院。半小时后，此时许世杰的右手已经被包扎了起来。王局长，我都跟你说过了，我压根就没有给那女人什么药包，我看八成那女人是勒索我不成，故意栽赃陷害。听到这话，刘丽丽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许世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你居然这么对我！这药包明明就是你给我的，还骗我说只是巴豆粉，现在你就翻脸不认账了。
刘丽丽，你坏了我的孩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清水公社跟无赖鬼混的事。王局长，这女人奸恶我不成，所以现在想要家伙给我。说着，许世杰居然抬头望了我一眼。我明白了，这个贱女人跟他可是相好过的。依我看，肯定是刘丽丽被甩了之后因爱成恨，所以才会故意下耗子要进行报复。好家伙，没想到许世杰居然将自己撇得一清二楚，这样刘丽丽势必会成为踢嘴羊。不过许世杰蹦跶不了几天了，不久后县酒厂就会发生一件大事，到时候许世杰将会家破人亡。许世杰，到底是不是跟你说的情况一致？我们会仔细侦查的。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李老弟，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老哥我真的后半生要在大牢里度过了。刘主任客气了。走，今天我们国营饭店难得歇一中午，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刘主任，这是啥情况？该不会是国营饭店要倒闭，大伙一起吃散伙饭吧？呸！你个乌鸦嘴，滚！喊你小子来吃饭，你居然还咒我们国营饭店倒闭。不过今天多亏了李老弟，要不然的话，我们国营饭店真就要关门大吉了。在高阳和王伟疑惑的目光中，刘正才将今天投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我靠，大宝太牛了，你简直就是活神仙啊！对，大宝，我觉得你送田螺的营生别干了，随便去桥头支个摊，恐怕也是日进斗金。你以为我这挂主每次都灵，也有不灵的时候？跟刘正才等人道别之后，我便赶着牛车回到了清水公社。大宝，怎么弄了这么多东西？是国营饭店的刘主任送给我的。紧接着，我将刘丽丽被抓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宝，怎么了？是不是有事要跟我说？没事，只要我能做到的，绝无二话。昨天我收到妈妈的来信了，她生病了，我想回去看看她，可能要住在省城待上几天。秀楠，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趟省城。大宝，你要是陪我去省城的话，你的田螺……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一大早我就来接你。你个扫把星，被男人抛弃了还有脸回娘家住，现在还得了病。我告诉你，家里可是没有钱给你治病的，要死的话死远点，省得死在家里晦气。听到这一连串的骂声，赵秀楠的娇躯有些瑟瑟发抖，她不顾一切地推开门口的大门，走了进去。楠楠，是你回来了，娘还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这下就算是娘走了，也会安心的。娘，你别说傻话。你肯定会没事的，我这就带着你去球店，咱们去龙城找最好的大夫，肯定能治好你的病。原来是楠楠回来了，正好你娘病得不轻，赶快带她离开这里。二舅妈，我娘当初从龙城回来的时候，是你们非要让她住进家里，骗走了我娘所有的积蓄，给你儿子买了房子结婚。嘿，你个丫头片子，现在胆子大了，竟然敢教训起长辈来了。我告诉你，一码归一码，那时候你娘身体没病，还健康着呢，可现在呢，病恹恹的，就是个药罐子，谁会有闲钱去养一个累赘？二舅妈，做人要有良心，我娘没让你们养，我每个月可都寄回来20块钱呢，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我娘一个人吃喝抓药的了。再说了，这房子是我姥姥的，你凭什么赶我娘走？赵秀楠的一番话，瞬间将院子里的女人给惹毛了。好你个丫头片子，住在乡下学成刁妇了，敢跟老娘这么说话，看我不扇烂你的嘴！说完，院子里的女人举起手来，便朝着赵秀楠的脸上扇去。就在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好你个小王八蛋，居然敢动手打老娘，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就在这时，屋里走出2道身影。玉芬，这是咋回事？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要是再晚一点，我就要被这臭小子给活活打死了。好你个小逼崽子，居然敢打我娘，我腻歪了是不？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拿命来！小子，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建平，你给我住手！我抬头望去，只见大门口走进来一个顶着满头白发的老媪。姥姥，是楠楠回来了呀！你的孩子可算是回来了。楠楠，这小伙子是谁？跟你一块回来的？姥姥好，我是秀楠的男朋友李大宝，这次特意跟他一起来省城看望阿姨和您。好你个死丫头，故意领着乡下的穷小子来家里闹事，今天你们娘俩都给我滚出去！老二媳妇，你这是做什么？再怎么说，楠楠是你的外甥女，你就这么对她？你个老不死的，我就这么对她怎么了？你要是看不惯的话，跟着你那个病秧子女儿一起从这个家滚出去！一时间，我被韩玉芬说出的这句话给惊到了。韩玉芬作为他们黄家的儿媳妇，居然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韩玉芬，为什么我？凭什么老大家你们给置办了房子，我跟建平结婚就没有房子？我告诉你，这房子理应就是我跟建平的。老二，当年你爹临终时，是不是给你们兄弟俩一人1000块，让你拿着出去置办一处房子？现在你当着自己婆娘的面说那1000块钱去哪了？一时间，黄建平被问的是哑口无言。好，你个败家玩意不张口是吧？那我来说，省得你家婆娘还嫌我跟你爹做事不公，那1000块钱被你拿出去赌了，输了个精光，你娘我没冤枉你吧？此刻，黄建平神情变得立马慌乱了起来。你别胡说，你跟爹哪里还给过我1000块钱了？媳妇，你可别听娘胡说八道，他肯定是老糊涂了。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
做了事都不敢承担，算什么男人？既然你不承认，要不就将老大两口子也喊回来，当面对质。听到老娘说要对质，黄建平马上傻了眼。好你个黄建平，今天你不把那1000块钱交出来，我跟你没完！你们两口子愿去哪闹腾就去哪里，这老宅是我的家，都给我滚出去！刹那间，院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娘，你不让我们在这老宅子里住，那我跟玉芬住哪？你们愿住哪住哪，没地方就睡大街上。我老婆子没你这样的儿子。韩玉芬一看这架势，却立马撒起了泼。老太婆，这房子是你的又怎么了？等你死了之后，还不是2个儿子继承？不管怎么说，建平也是你的儿子，那这老宅就有我们家的一半，你凭什么赶我们走？我娘说的对，这房子就有我爹的一半，那也相当于有我的一半。我们一家凭什么走？我看要走也是他们母女2个。谁说这老宅我要留给2个不孝子？你们都给我死了这条心，以后我死了，这房子就留给我女儿。一句话，再次让整个院子陷入沉寂之中。老东西，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自古以来，老宅就是留给儿子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你还要将老宅留给他，想得到没？你还傻愣着干嘛？回屋睡觉。我看老东西怎么将我们赶出去。小李，劳烦你费点力气，将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撵出去。老婆子，我还想要过今天舒坦的日子。你个小兔崽子，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感动我。你还算不算个男人？儿子都被人这么欺负了，还不上去帮忙？拿命来！你个臭小子，给老子等着！我他娘的让你走不出省城！此时我只是佯装向前迈了一步，3人吓得扭头就跑。姥姥，我爱救他们。放心吧，他们离开老宅还有少刚的新房子呢，唬不着他们，只是秋萍。姥姥，别担心了，我们明天就带着娘去省城最好的医院。要是省城治不好的话，就去龙城，肯定能治好娘的。楠，刚才姥姥就是去打听了，你娘这个病要是想彻底治好，要做大手术的，至少要3000块钱。本来今天晚上就想着跟你二舅商量一下，将这老宅子卖了，给你娘先治病。听到老媪说出这话，赵秀楠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姥姥今天如此狠心，非要将二舅一家从老宅子里赶出去，原来是为了把老宅卖了给娘治病。姥姥，这老宅子你一定不能卖，秋萍阿姨的手术费我来出。听到我的话，屋里的人全都愣住了。小伙子，恐怕你不清楚，你秋萍阿姨这个手术至少要3000多块钱呢，你有这份心就成了。然而我却是立马从包里掏出一沓大团结出来。此刻老媪看到那一沓的大团结，眼睛都有些直了。大宝，我娘看病咋能花你的钱？实在不行，我去龙城求我爸，3000块钱他应该还是能拿出来的。秀楠，这个时候就不用在乎是谁的钱了，还是尽快给阿姨做手术要紧。再说了，3000块钱对于我来说，也就是1个星期的事。我的天，1个星期就能赚3000多块，该不会是拦路抢劫的土匪吧？楠，这小伙子是做什么的？姥姥，他做的营生可多了，给江源县城送田螺，还有医院大药房送药草。姥姥，阿姨，钱的事情就这么说定了，我来出就好。等明天咱们就先去省城医院，那我一会先去外面找个招待所住下，秀楠就留在这，好好照顾阿姨。小李啊，家里有空闲房子，你还出去花那冤枉钱干嘛？今天晚上你就住老二他们那间屋子。再者说了，你跟楠以后可是要成亲的，不怕别人说闲话。一时间我有些受宠若惊。大宝，就听我娘的吧，今晚你就住在老宅，招待所离着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呢。今天你们赶了1天的路，肯定也累得够呛了。从闲聊中我得知黄秋萍得的是冠心病。前世我记得国内第1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在1974年完成，做手术的医生名叫郭家强，那可是国内心脏方面的泰山北斗。所以黄秋萍要是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话，能请郭家强医生亲自操刀的话，绝对是再好不过了。姥姥，你出去跟楠坐会吧，我来做饭。一时间老媪有些愣住。你小子还会做饭？姥姥，你是不知道，大宝做饭可好吃了。姥姥，你就听秀楠的吧，这顿饭我来做。楠，小李真的会做饭？姥姥，你就相信大宝的手艺，他做的可是一道咱们海东没有的美食呢。姥姥，你先尝尝这刀削面咋样？小李，还别说，你这碗面还真是好吃。老婆子，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的面。小李，来省城，老婆子还要让你亲自做饭，真是过意不去。次日清晨，姥姥，街坊邻居家有没有3轮车或者是自行车？隔壁吴老三家里有辆3轮车，我去跟他借一下。几分钟后，我推着3轮车回来了。姥姥，你就别去了，在家里等着我们就好。行，那你们可要路上小心点，看完病有什么消息，早点回来告诉我一声。老东西，我还有急事，让我先挂。小伙子，我老伴肚子疼了1晚上了，一大清早我们就赶来挂号，你怎么能这样呢？老东西，你老婆子肚子疼了1晚上，不是还没死吧？别他娘的再啰嗦了，要不然的话，信不信我挂完就赖在这不走了，让你们谁也挂不成。突然，一双大手将他拽了出来。大伙还按照以前的顺序挂号就行了。小逼崽子，乡下来的吧，居然敢在老子面前逞英雄，你是不是欠揍？乡下来的怎么了？那也比你这不懂礼义廉耻的混球强。臭小子，就你想出头是吧？我告诉你，今天老子不将你……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这是第一次，要是有下一次的话，我绝对会将你的手指拍断。
好，你很能打是吧？今天老子就跟你杠上了。我告诉你，我老舅可就在这省人民医院工作，你想来看病，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这时候，医院的楼梯口走出一道身影，我抬头望去，不是刘京城还能是谁？臭小子，我老舅来了，一会你就等着滚蛋吧。说完，男子立马跑了过去。二舅，我被个乡下小子给打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哈。混账，你自己跑来医院插队还有理了？你小子多大的人了？30冒头了，连排队的道理都不懂。二舅，我这不是有急事吗？要不然我也不会插队。再说了，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医院看病，都没提你的名字。算你小子还知道点分寸。刘京城看到了我，大步朝我走来。小李，还真的是你啊！你小子怎么会来到省城？刘院长又见面了，我这次来是给我姨看病的。小李，你现在排到哪了？要不然的话，走急诊。没事，一会就轮到我们了。这次我姨的病很可能要麻烦你一下。小李，说麻烦太见外了。江源县他中毒的事情，要不是你的话，我们哪能那么快就找到病因？正巧这次你来省城了，我怎么也要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程兵，你个混小子肆意插队，还不赶紧过来跟老人家和小李道歉？老人家，李同志，对不起。没事，你自己以后注意点就成。1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刘京城的办公室。小李，我听你的意思是想请郭教授来做这台心脏搭桥手术。对，郭教授要是能亲自做这台手术的话，我才能放心。小李，这次你来这了，刚接到消息，郭教授刚好要来海东，明天中午应该就能到。刘院长，这次多谢你了。小李，不用这么客气。对了，正好这混小子也在，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刘院长，另外生是从南方那边过来的。对，这小子整天不务正业，天天嚷着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不，去年便辞了化工厂的工作，偷摸上火车去了南方，前2天才舍得回来。刘院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倒是觉得另外生能有勇气从国营厂辞职去南方闯荡，很有魄力啊。听到我的话，顿时程兵眼前一亮。二舅，瞧瞧人家小李兄弟多有见识。不知道程先生在南方现在做什么营生？不瞒你说，我现在跟着港岛那边的老板做事。听到这话，我眼前一亮。要想快速的积累资本，没有比股市和期货市场更快的途径了。虽然1987年的股灾仍然记忆犹新，但现在可是1982年，距离那次股灾还有5年的时间。不知道程先生跟的是港岛哪位老板？李同志，我的老板那可是相当厉害的了，就算是在港岛，那也是数得上富豪，华菱集团老总王林。我天，这不就是那个倒霉蛋吗？这家伙一生被绑架了2次，最后一次更是音讯全无。我记得王林第一次被绑架就是在1983年初，也就是几个月后。原来是华菱集团的王老板啊！什么？李同志认识我们老板？你之前去过港岛吗？从未去过，甚至我这辈子是第一次来省城，连海东省都没有出去过。什么？省城业是第一次来？那你怎么？程先生，你想不想在华菱集团更进一步？程先生，你想不想在华菱集团更进一步？此话一出，程兵顿时来了兴趣。大宝兄弟，愿闻其详。你这次回南方之后，要是有机会见到王林，就转告他一句话，让他立即出售港岛的地产。李同志，你不会开玩笑吧？虽然我没有去港岛，但是经常接待那些港岛来的家伙说，港岛的地产现在发展很好。我们华菱集团主业就是地产，你让老板出售地产，这不是找骂吗？至于原因，你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负责传达我刚才的话就行了。我敢保证，只要王林按照你说的做了，将来你在华菱集团肯定会受到重用。你要是因为转达了我的话，被王林开除了，我个人赔偿你1万块。什么？你赔我1万块？这可是1万块钱呢！就算我这个省人民医院的院长都要不吃不喝干个小10年呢。在2人惊诧的目光中，我走出了刘京城的办公室。二舅，他是不是脑子有病？你脑子才有病！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便赶回老宅。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你还是不是人？秋萍还在住院，你就扔她的东西？再说了，这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3个给我滚出去！我们凭什么滚回去？这房子本来就是老黄家的，建平是儿子，怎么就不能在这住？我顿时脸色一沉。看来上次给他们一家3口的教训还不够，这次要不给黄建平一家点颜色瞧瞧，那等我离开省城之后，老老和黄秋平能被欺负死。当即，我面色冷峻地走了进去。小子，哪天打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敢在这耍威风？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已经喊人来了，你他娘的就等着！搁谁面前就敢自称老子？要是再敢说一次，信不信我将你舌头割下来？臭小子，你吓唬谁呢？有本事一会你还能这么嚣张？话音刚落，黄绍刚朝门外大喊：“可几个，赶紧进来！”绍刚，这家伙就是你说的那个乡下来的小子，就这样的货色，至于让兄弟们兴师动众吗？就是有这功夫，哥们万几把牌多好。我看你黄绍刚是虚了吧，连这么个小子都对付不了，真给哥们丢人。可几个，别大意哈，这小子下手重的呢，一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中午我安排去国营饭店搓一顿。臭小子，让你敢动手打老娘，一会老娘非抓烂你的脸不可！你个兔崽子，大不了这房子让你爹娘回来住就行了，赶紧将你这些狐朋狗友带走。就算我爹娘回来住，这小子我也不会轻饶他，让他敢动手打老子，我他娘的！我说了，别动不动就在我面前自称老子。可几个，愣着干啥？给我揍他！兄弟们，一起上！拿命来！你们在干什么？同志，你们来的正好，这小子打人，赶紧将他抓起来。对，公安同志，这小子下手忒狠了，你看他把我们打的，哎要喂，可疼死我了！这小子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简直不将叔叔放在眼里。
你就是李大宝同志吧？我是省城公安局的奇异果。昨天的事情多亏了你啊，李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非法闯入老宅，还想要殴打我，将他们全都押回局里，好好查查这些家伙，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犯过事。一时间，黄绍刚彻底慌了，这些家伙哪个身上都有作奸犯科的事情。爹娘，救救我啊！我不想进局子里去啊！顿时，黄建平两口子慌了神。娘，你赶紧帮着求情，绍刚绝对不能被抓进去啊！要是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就毁了。姥姥，别说了，这局子他是静定了。话音刚落，韩玉芬一屁股坐在地上。你们两个赶紧离开这里，要不然的话，我就让齐局长也将你们两口子一起带走。还他俩，咱们赶紧走吧。前几天跟人合伙从厂子里偷了几块铁板出来卖了，现在只要看到叔叔就心里直发毛。走啥走？儿子都被叔叔抓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啊？你个臭娘们，还磨蹭什么？赶紧跟我走！当家的，别打了，我这就走。看到自己男人暴怒的样子，韩玉芬真的有些怕，灰溜溜的离开了。齐局长，黄绍刚那些家伙教训一下就行了，至于案底什么的就别留了。放心吧，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保证这小子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不会再来找麻烦。小李同志，有没有时间跟我出来聊一下？说完，我便跟着奇异果走了出去。小李同志，昨天机场劫机的事情多亏了你，我们已经连夜审讯了郑学武。据他所说，劫机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齐局长，说出来你或许不信，劫机这件事情我是根据卦术得知的。什么卦术？这齐局长，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不过这的确是我的本事。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江海市副局长王志刚。听到我的话，奇异果心中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对了，上面领导下了通知，要对你进行表彰。当然了，小李同志要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请齐局长转告上面的人，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至于奖励和荣誉什么的，我没有任何要求。此话一说，奇异果愣住。小李同志，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对，齐局长，我考虑得很清楚，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小李同志，今天您说的话，我肯定会转告给上面的。将来在省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职责范围内我定然不会推辞。既然奇异果都这么说，我自然也要投桃报李一番。齐局长，我知道你这个人很注重感情，这自然是好事，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多注意一点你的小舅子，很可能会因为他而影响了你的仕途。奇异果的小舅子是个无业游民，背地里仗着自己姐夫是公安局长的关系，做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奇异果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被连累的连降了2级。奇异果听了这话后，瞬间愣住了。小李同志，难道这也是你的卦术算出来的？当然了，要是齐局长不相信我的话，就当我没说。说完这句话后，我便转身朝着老宅走。小李啊，谢谢你网开一面。姥姥，我就是想着让那混球长点记性，不会真毁了他。对了，医院那你就先别去了，等黄阿姨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便会回来的。说完，我转身走出了院子，去供销社买了些东西。小李，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姥姥，明天我就准备先回去了，这里面的东西是孝敬你的。安排好一切后，我准备先回江海。从火车站出来后，我便直接去了国营饭店。大宝，你可算回来了，想死哥哥了。现在正好晌午，都还没有吃饭，我打个电话将老王和机械厂那两臭小子喊来，大家一起聚聚。半个小时之后，王志刚3人来到了国营饭店。大宝啊，你这次去省城可是牛大发了，竟然连省城公安的齐局长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询问你的事情。也没啥大事，就是帮了省城公安那边一个小忙，破了一起案子。对了，大宝，今天借着老刘的这顿接风宴，我敬你一杯酒。王局长，好端端的敬我干啥？大宝，这杯酒就该着老王敬你。你是不知道，老王他过2天马上就要提拔成正局长了。我这不是脱了大宝的光吗？这段时间连续破了几个案子，市局那边的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再加上原先老局长退休了，所以我便顺理成章的接了班。王志刚笑着说完，便将杯里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宝，我也敬你一杯酒。大宝，我也敬你一杯酒。不是吧？难不成刘主任你也？对，组织上已经找我谈话了，这2个月国营饭店效益非常好，所以上面对我的工作非常认可，下个月便要将我调到市里的国营饭店任副主任。市国营饭店副主任，那我在这恭喜刘主任了。不过是国营饭店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去了之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到时候难免还要麻烦你了。刘主任客气了，有你这句话，老哥我便可以放心去市里任职了。不过大宝你也放心，县国营饭店这面我会跟新上任的主任打招呼的。我点了点头，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担心。此时高阳也举起了酒杯。不会吧，你可别说你小子在机械厂也升职了。升职也算不上，但是厂里领导跟我谈话了，让我好好干，将来培养我进厂里的领导班子。等到高阳敬完酒之后，唯独只剩下王伟一个人了。大宝，我这就……你可别这么说，在我眼中你跟他们可不一样。算算时间，江源县酒厂的这件事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要发生了。这次我要让许世杰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王伟，这段时间你还要帮我做点事，你现在机械厂的工作也可以辞了。什么？辞了工作？听到我的这句话，所有人都愣住了。要知道，县机械厂虽然挣的工资不是很多，但最起码还是国营企业。对，很快我要做件大事，你跟我一起。当然了，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年底少说分你1万。
大宝，你说多少？1万？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没有听错，就是1万块。行，那我今天回去就去城里打辞职报告。翌日清晨，我赶着牛车朝着江源县城驶去。大宝，我已经从机械厂离职了，接下来干什么？从今天下午开始，你就先去国营酒厂盯着，一旦有那种外地来的大货车，你就及时通知我。盯着国营酒厂。大宝，你这是要对付许世杰那孙子？对，不过对付许世杰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要进入国营酒厂。啥？进入国营酒厂？那还不如我们机械厂呢。放心，不是让你去国营酒厂上班当工人，过段时间咱们要跟国营酒厂合作。跟王伟告别之后，我便赶着牛车去了县人民医院。黄院长，咋了？有事你就直说。是这样的，大宝，桑河公社他中毒的事情，县政府对我们人民医院的处置措施非常满意。不过这全都是你的功劳。黄院长，这话你说的有些谦虚了，我当时不过就是提供给了你们一个方向而已，算啥功劳？大宝，话可不能这么说，要不是你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查到病因呢。另外，田书记让你从省城回来后，有时间去县政府找他。好，不过最近我还有点事，这样吧，等1周后我再去找他。行，那我等下午就给田书记打了电话，通知他一声。接下来闲聊了一会，我便走出了人民医院。我刚走到国营饭店门口，便看到王伟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驶了过来。大宝，今天上午真的有3辆外地车牌的大卡车进入到了国营酒厂。确定吗？当然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外地的车牌号。那卡车上面装的是什么？你看到了吗？上面好像一个个大白皮筒子，至于里面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听了王伟的这个回答，我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看来许世杰这家伙终于开始行动了。大宝，那大卡车拉的白皮筒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甲醇，这是一种工业用的酒精，只要将这玩意兑水，就可以冒充白酒。啊，白酒酿造这么简单，不是要用粮食发酵的吗？不错，正常的白酒的确是要用纯粮进行酿造，但一来粮食的价格可不便宜，而且酿造的周期也很长，但甲醇兑水却简单的很，成本也低。原来如此，那你让我盯着国营酒厂，就是也想用这法子酿造白酒售卖？谁要干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勾当？我告诉你，甲醇是有毒的，一旦用量多了，人喝了之后很快便会中毒身亡。男子利欲熏心，用甲醇兑水来充当白酒，我靠着前世记忆将其抓获，组织了一场悲剧。记得前世江海国营酒厂因为连年亏损，许世杰为了能保住自己厂长的位子，所以便铤而走险。不过这王八蛋却是将责任都推到了案发前夕携款潜逃的副厂长胡庆之的身上。大宝，既然我们不是为了用那假啥玩意酿酒，那下一步干什么？接下来你帮我盯一个人，国营酒厂的副厂长胡庆之，只要你发现他去车站，就将这货给绑起来，然后立即通知我。当年胡庆之因为欠下了赌债，于是拿着国营酒厂的2万多块钱远走高飞。没想到许世杰来了个金蝉脱壳，把这起假酒案全都推到了胡庆之的身上。胡庆之，我记住了。时间又这样不急不慢地朝着前面推进了2天。等到第3天上午，我赶着牛车刚到江源煤矿时，便看到王伟那家伙正推着自行车站在煤矿门口等着我。大宝，你可算来了！今天早上4点来钟，胡庆之就拎着袋子直奔车站，不过在车站门口我就把他拦下了。太好了，走，咱们去看看胡庆之。说完，我便跟着王伟朝他家走去。胡庆之，你不用害怕，我们2个压根就不想谋财害命。虽然我知道你准备携款潜逃到港岛，现在你听好了，我给一个能让你少受点惩罚的机会。你究竟要让我干什么？胡庆之，不用这么看着我，实话告诉你，幸好你没有坐着水路去港岛，因为在船上你会被人给扔进大海里。被人扔进大海里，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会未卜先知吗？那是当然，我大宝兄弟的瓜术可是举世无双。国营饭店有人下毒的事情听说过没？就是我大宝兄弟算出来的。好，既然如此的话，这次携款潜逃的事情，我们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兄弟，我知道今天我是栽到你手里了，你就说让我怎么做吧，我一切都听你的。好，既然你也这么爽快，那我就开门见山。说实话，我这次的目标是许世杰。你们国营酒厂现在想要用甲醇来做假酒吧？我操！我天哪，兄弟，你连假酒的事情都算出来了。所以我找到你，就是想要你去举报许世杰。当然了，就算你不举报，我也会提前通知王局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胡庆之顿时明白过来，这是给我机会。这样一来，就算是国营酒厂用甲醇酿酒的事情曝光出来，我也会安全脱身。我明白。当然了，我知道你还欠着赌债，不过你放心，只要许世杰从国营酒厂滚蛋，我便会保你坐上国营酒厂的位子，而且还会让你在年底之前至少拿到1万块钱的分红。多少？1万块的分红？你不是唬我吧？我当然没有唬你，你要是不相信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沉默片刻，胡庆之咬牙喊道：好，我相信。那一会你就将酒厂的钱送回去，然后尽可能的查清楚许世杰在酒厂任职期间贪污腐败的情况，然后就去公安局举报。行，我平日里就盯着许世杰呢，这家伙利用设备采购和酒厂改建的过程中贪污了好几千块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再好不过了，你今天下午将钱还回去之后，明天一早就去县公安局举报。当然了，我答应你的条件也会兑现。
胡庆之听完没有片刻停留，拿起袋子便离开了。大宝，朕就这样让他走了。对，胡庆之这个家伙对我们来说还有用，不过你还是要悄悄盯着他，省得这家伙跟我们耍花招。没问题。翌日清晨，我赶着牛车来到县公安局之后，便看到了王伟这小子已经骑着自行车早就等在那里。大宝，你放心吧，胡庆之这家伙昨天从我家出来之后，便回到了国营酒厂，一直晚上8点多才空着手离开的。好，话音刚落，王志刚便走了过来。大宝、王伟，你们两个大清早就在公安局门口堵门，是来找我的？王局长，先前我不是跟你说再让你立次大功吗？王志刚听完后却是神情一动。大宝，你不会是说这功劳马上就要来了吧？不错，我说的那个功劳已经来了。王志刚顿时抬头望去，当他看到胡庆之的身影时，微微一愣。王局长，我要举报现任国营酒厂厂长许世杰为了谋取私利，用甲醇兑水冒充白酒。一旦这种假酒被人饮用之后，轻者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什么？许世杰这王八蛋疯了吧？居然敢这么做！现在国营酒厂的效益是1年不如1年，许世杰为了保住自己厂长的位子，自然是啥手段都能用出来。另外，我这还记录了许世杰担任厂长的这些年，从国营酒厂内贪污的钱财。王志刚看了一眼本子后，顿时便惊得瞪大了眼睛。好家伙，许世杰这些年来从国营酒厂前后后捞了8000多块，咱们现在就去国营酒厂。说罢，我们便赶往国营酒厂。与此同时，许世杰已经到了国营酒厂，这几位跟普通的白酒差不多少，只要这批白酒能顺利卖出去的话，以后就这么干。正当许世杰得意时，我们走了进来。王局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公安的同志们办案辛苦了，来我办公室喝杯茶。许世杰，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国营酒厂用甲醇造酒，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听到这话，许世杰的脸色顿时有些苍白。王局长，你别听人瞎说，我们国营酒厂压根就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许世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已经将你的犯罪证据都交给叔叔了。胡庆之，你个王八蛋！王局，经过我们查证，这车间里的成品酒的确就是用甲醇勾兑的。带走。许世杰被带走时，满眼愤怒地看向我。前世这个王八蛋害了我一辈子，最后甚至还堂而皇之的得到了我打拼出来的事业，这一世终于没有让悲剧重演。田书记听到这个事情非常震怒，要亲自过来一趟。胡厂长，你放心，等田书记到了，你担任厂长的事情便会有眉目了。难道这小子又算出来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田书记赶了过来。田书记，您来了。王局长，一定要联合工商的同志，将甲醇勾兑的假酒彻底处理好，千万不能流通出去害人。凡是参与此事者，一定要严肃处理。放心吧，田书记，我们一定做到万无一失。小李，我正想着当面谢你呢，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你。田书记，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你觉得国营酒厂目前的形势怎样？要是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国营酒厂用不上1年就要到了。田书记，要是我能让国营酒厂3个月内营销额翻10倍，上缴利润达到200多万，你觉得如何？田爱军瞪大眼睛，满眼不可置信地望向我。多少？营业额翻10倍，上缴利润200多万元。小李，要知道江源县最好的国营单位就是江源煤矿，而江源煤矿每年的利润也就300多万元。田书记，我想跟国营酒厂签订一个为期3个月的协议，在这期间，我要是成功了，我希望国营酒厂能将利润的10%返给我。要是我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我个人赔偿国营酒厂3万元。小李，你真的要这么做？对，田书记，说实话，我对这次跟酒厂的合作信心十足，只要给我这个机会，我肯定会兑现我的承诺。田爱军沉思片刻后说道：行，要是你真的有把握将国营酒厂3个月内营销额提高10倍，这个协议县委跟你签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将国营酒厂的协议搞定。另外，我希望田书记任命胡庆之为厂长，我跟王伟2人是国营酒厂的顾问，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接下来3个月，国营酒厂上下会按照我的法子来执行下去。行，那一切就按照你说的做。在这个月内，我们县委不会干预你们酒厂的具体操作。同生80年代，工厂即将倒闭，我用20人的团队，就让工厂盈利100万。李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只是现在国营酒厂就是个乱摊子，3个月的时间营业额提升10倍，这实在有些太困难了。放心吧，老胡，今天你就协助公安和工商处理一下假酒的事情，明天早上你就将酒厂全体员工都召集起来，开个动员大会。好，那我呢？接下来干什么？前面几天你跟我一起去酒厂，等新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你就负责去外面跑市场。新产品跑市场，市场这块今后我交给你负责。当然了，你也别担心，我会从酒厂挑选一批人组建一个销售团队。成，我一定将这活干好。第二天一大早，胡庆之便召集了酒厂的所有员工。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国营酒厂的顾问李大宝同志。来，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知道大家压根不相信，在3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将营业额提高10倍。这样吧，要是相信的话，3个月内就跟着我一起好好干。等完成我给酒厂制定的目标后，每个人都会发一笔奖金。不相信的，从今天起可以不用来上班，工厂会发放你们原先80%的工资。我的话一说完，员工队伍中便立马炸开了锅。我天，3个月不用来上班，还会领到原先的80%工资，这岂不是美翻了？就是啊，鬼才相信这小子能完成协议的目标呢，还给发奖金，到时候累死累活3个月，还是拿以前一样的工资，标吧。此刻，员工队伍中已经有人开始嚷嚷着要选择回家。
老胡，你立马安排人将选择放假回家的员工名单登记一下，等他们离开了，我们再接着召开大会。大约半个小时后，国营酒厂一共400多员工，还剩下350多人。恭喜你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接下来你们只要听从胡厂长的安排，我保证3个月后每个人能收到不低于200元的奖金。多少？200元？我天，每年的工资也就300多块，一下就奖励200块，都顶上大半年的工资了。就是要真的能发200块钱的奖金，我立马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酒厂员工的热情顿时被点燃了起来。我身边这位是王伟先生，他是我的助手，将来会全权负责酒厂的销售工作。我希望打造一支销售团队，要是有想要做销售酒水工作的，可以找胡厂长报名。大家好，我叫韩雪飞，今年21岁，江源县城人。我虽然刚进酒厂，对于销售不是很熟悉，但我可以学。没想到他最初竟是这里的员工。前世韩雪飞可是我事业上的左膀右臂，只可惜前世刘丽丽对他一直很有敌意，逼我辞退了他。你当然可以加入销售团队，不过我有个要求。要求？什么要求？你是不是家里有人给你说了一门亲事？对，刚说了没几天。你怎么知道这事？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事，我的要求就是你立马跟这男的断了，而且断得越彻底越好，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前世韩雪飞嫁了个嗜赌如命的老公，输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致使孩子病危无钱医治，心灰意冷的她最终从医院楼顶跳了下去。我话一说完，韩雪飞顿时有些懵了。为什么要跟他分了呢？我觉得他人还不错，看起来也挺有礼貌的。实不相瞒，我会算卦，这一次酒厂造假的事情就是我算出来的，还有中秋节前国营饭店下毒的事情也是我提前算出来的，不信你可以问他。是，大宝没有说谎，我可以作证。听了王伟的话，韩雪飞立即瞪大了双眸。你真的会算卦？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这2天你提前下班，然后去味精厂门口盯几天这家伙，看看他去哪里就知道了。难道他在哪里上班你也算出来了？难道他在哪里上班你也算出来了？这个对我来说并非难事，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盯他2天，记住千万不要被一个男人的表象所迷惑。面试到此结束。韩雪飞离开后，我看向王伟，大宝，我看要不你就在我家住下来吧，省得天天还要往回跑。没事，从县城到清水公社，自行车骑得快的话，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以后要是忙的时候，我自然会住你家过夜，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王伟，你独身一人，应该找个对象了。我这从小父母双亡，家里就剩我自己，找个媳妇不容易啊。你小子又不是不能赚钱，我给你偷偷算了一卦，你跟韩雪飞或许有这个缘分。听了我的话，王伟顿时有了勇气。他今天看到韩雪飞第一眼时，就觉得有些心动。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今后就看你的了。说完，我便离开了。与此同时，韩雪飞也偷偷提前来到了县味精厂的门口。好你个王八蛋，欠了老子的钱还想躲？我告诉你，今天要不将钱还上，今天哥几个就废了你。强哥，你就行好，再宽限我几日，我一时半会上哪凑1000块钱还你。这样吧，这辆自行车虽说我都买了快1年了，也能转手卖个100块，就先抵给你。回一边去，欠老子1000就想用一辆自行车抵账，你当老子是好糊弄的？强哥，我现在身上真的没啥钱了，不过你放心，家里前几日刚给我找了个对象，就在国营酒厂上班，等我找个理由从他那先搞点钱来，铁定还你。这才像话嘛！既然你能搞到钱，那就再来赌场试试运气，说不定翻本了呢。到时候不仅能将欠我的1000块钱给还了，你还能赚点不是？对，强哥，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从那女人身上搞到钱，就先上你那再试试手气。我觉得这2天我手气好了很多，就今天在道上都捡了2毛钱呢。大汉们推着李军的自行车就离开了。此刻韩雪飞心中愤怒不已，没想到这是个嗜赌成性的家伙。没人王大娘还说这李军一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幸好听了李大宝的话，要不然我的后半生可就全毁了。韩雪飞没有打算离开，而是径直走向李军。刹那间，李军有些愣住了。韩雪飞，你咋今天从这里走了？酒厂不是在西面吗？你下班怎么不回家，坐在这巷子里做什么？我这不正准备回家吗？没想到这地有点不大平，刚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对了，你上次相亲的时候不是有辆自行车吗？我自行车被人给偷了。对了，雪飞，能不能借我几百块钱用用？我先去买辆自行车。你放心，这钱我很快就还你了，我家里有钱。不好意思，我今天来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告诉你，我们2个不合适。雪飞，咋回事？怎么突然就觉得不合适了呢？先前你不是对我印象挺好的吗？你自己干过什么心里清楚，现在让开，要不然我去派出所报公案了。说完，韩雪飞便不想跟李军这家伙再废话，转头就走了。翌日清晨，韩雪飞一脸沮丧地来到酒厂。怎么，你看清那家伙的真面目了？韩雪飞也没有隐瞒，直接点了点头。昨天我按你说的去了味精厂，那家伙不光嗜赌，还撒谎说自行车被人给偷了，还有脸跟我借钱，要去赌场翻本，真是混蛋！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给你算过一卦，你命中注定的男人现在已经出现了，你可要好好把握住机会。说完，我便离开了。一时间，韩雪飞目光跟王伟对视到了一起，一瞬间心跳竟然加速了起来。难道李大宝说的那个男人就是眼前的家伙？王伟此刻也是有些慌了神。那什么，我早上也没吃饭，我去吃点。韩雪飞望着王伟那一副苍茫失措的样子，却忍不住抿嘴笑出声来。
台长您好，我们是江源县国营酒厂的，这次来海东电视台就是想要打个广告。这位同志，不知道你们想在我们海东电视台打什么样的广告？我们希望柜台能重新给我们酒厂拍摄一款属于我们的广告。至于广告费，我们江源酒厂愿意每月出1000块，让这条广告在饭点时候滚动播放。每月1000块，谭台长，我们利酒的广告时间也就在15秒左右，所以我给出的价格并不是很过分。另外，海东电视台的节目比较单一，我会帮你策划几个节目，绝对会让电视台收视率直线上升。谭正强听到我说的这句话，眼神直接亮了起来。李同志，你真的有办法？当然有办法。李同志，你快点说说。谭台长，要想让老百姓都看咱们海东电视台，必须要有好的内容。我建议谭台上立即动用整个海东电视台的资源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啥？拍电视连续剧？可咱们拍什么呢？自然是拍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水浒》。可这得花不少钱。先拍个7、8集，需要资金超不过10万，只要每一集结尾给3家企业打个广告，那8集算下来就是20几家企业。要是赞助拉得多，电视台还能赚上个几万块。到时候再把录像带卖给其他电视台，这收益……听了我的话，谭正强眼前一亮。行，李同志，那就按照你说的法子办。我现在就写一个具体方案向上面汇报一下。另外，至于你们利酒广告的事情，放心就是了。我点了点头，将广告创意告诉了谭正强。王伟、雪飞，省供销社那面就交给你们了。尽量今天就将他们搞定，明天开始咱们的利酒就能发货了。为了节省时间，供销社那边你们2个人去，我跟秀楠去一趟报社。下午5点左右，我和赵秀楠来到省城国营大饭店门口，不久后便看到王伟和韩雪飞有些垂头丧气的走了过来。大宝，对不起，供销总社我们没有谈妥。我听后顿时眉头微微一皱，不应该啊！售卖价5元，我将进货价定到了3块5，其中每瓶1块5的利润超过了市面上其他的白酒，怎么回事？供销总社那边是怎么说的？一开始供销总社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说的还挺好，可以售卖咱们的利酒，可后来他接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对我和学飞抱歉说，刚收到通知，供销总社不打算进新酒品了。好了，供销总社不进新酒品，这事也怨不得你们。明天我们再去一次，直接找他们供销总社的主任不就得了？大宝，供销总社的主任据说很难见到，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就说要见他们主任，但人家根本就不见我们，所以最后才见到一个工作人员。是我们从供销社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这个供销总社的主任脾气很古怪，一般人根本就见不到他。放心吧，明天咱们肯定能看到他。报社我已经拿下了，花了500块，要了个醒目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拿下省城国营饭店。大宝，省城国营饭店的工作人员那一个个牛的，鼻孔都朝天了，普通服务员都是这样的态度，更别提国营饭店主任了。没事的，我有办法。说完，我们便走进国营饭店。同志，麻烦你帮我通知一下你们饭店主任，就说我是来拯救你们国营饭店的。这位同志，你莫非是脑子有点问题吧？我们国营饭店好好的用得着你来拯救？你还有事没事？没事的话就赶紧走吧。同志，不管你信不信我，帮我通知你们主任一声，北方熊国的贵宾接待，我能帮他搞定。听到熊国贵宾这4个字时，服务员立马神情微微一怔。同志，那你稍等片刻，我这就去通知主任。服务员说完，便立马朝着楼上跑了上去。不久后，一男子从2楼上跑了下来。小同志，你真的有法子让我们国营饭店这次接待好熊国的考察团？那是当然，修主任愁的是没人会做熊国的菜品，可不是吗？咱们海东国营饭店也有不少厨师，但对于熊国那边的菜品，的确是不会做啊。小同志，你去过熊国？修主任，虽然我没有去过，但熊国的几道美食我可是拿手的很。顿时，修玉东愣住了。你真的会做熊国的菜品？没诓我？没诓你。熊国考察团是后天来海东省吧？那到时候我来国营饭店亲自招待他们。小同志，这次你要是真的能帮我们国营饭店招待好熊国考察团，我一定好好答谢你。修主任客气了。其实我今晚来国营饭店本来也是找你帮忙的，我来自江源国营酒厂。我们酒厂最近推出了新产品。小同志，我明白了，你是想着让我们国营饭店售卖你们这款新酒？我们这款利酒虽然只是新品，但我保证很快就会供不应求。行，小同志，要是你真的能帮我接待好熊国考察团，我们国营饭店会将重点推荐你的产品。不光如此，省城其他16家国营饭店也都如此。那就多谢修主任了。随后我将需要的食材写了出来，写完食材后，便跟修玉东道别，带着几人离开了国营饭店。你咋还会做熊国的菜品？也是从报纸上学的？算是吧，我其实也就是试试运气。今晚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就去供销总社，顺利让我们利酒进入省城。不过大宝，我总觉得供销总社那边可能比国营饭店要困难得多。是，国营饭店这边恰好有熊国考察团前来，供销社那边咋整？放心吧，供销总社我是志在必得，明天你们瞧好就是了。说完这话之后，我和赵秀楠便去往老。姥姥，你还没睡呢？没有，这不担心你们2个大晚上还不回来，万一在外面。姥姥，你说什么呢？我们哪里会？你这丫头！翌日清晨，我们便朝供销总社走去。又是你吗？不是昨天说了吗？我们供销总社这边不会售卖你们酒的，怎么还来？同志，供销总社会不会售卖我们的酒？恐怕你说了还不算吧？我们是来找你们供销总社马主任的，还请带我们过去。你小子又是哪里冒出来的？我们供销总社是不会售卖你们酒的，怎么还不死心？赶紧走，要不然的话，我让保卫处以寻衅闹事将你们抓起来。好，你最好让保卫科将我抓起来，要不然这样不用你们保卫科的人动手。
手了，直接给奇异果打个电话，你去问他敢不敢来抓我。此话一出，工作人员顿时额头的冷汗冒了出来。怎么不敢打？要不然带我去你们供销社电话旁，我亲自给奇异果打一个。同志，误会，都是误会，就这么点小事，哪里还需要惊动齐局长？不是找我们马主任吗？我带你们去就是了。说着，这家伙便带着我们朝着供销总社的2楼走去。马主任，这几位是从江源县过来的，他们想要跟我们供销总社合作。江源县来的，我不是说了吗？暂时咱们供销社不会售卖他们的产品吗？你怎么还将他们领上来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让保卫科撵走就是了。马主任，这位同志似乎跟省城齐局长认识。听到这句话，马国良顿时神情一怔。马主任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大宝，来自江源县国营酒厂。李同志，虽说你跟齐局长认识，但你们的酒水……那我能问问，为何咱们供销社不能销售我们的酒水？李同志，其实我们供销社已经有一款相似的产品了，无论销量还是知名度都还不错。马主任，从今天开始，海东日报和海东电视台都会有我们产品的广告。另外，我们的产品将会成为这次熊国考察团的招待专用酒。马国良瞬间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问道：招待专用酒，你说的是真的？招待专用酒，你说的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可以现在给国营饭店的修玉东打电话。他竟然连熊国考察团的事都知道，看来这小子的背景不简单呢。马主任，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过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要是在熊国考察团接待宴会后，有领导还想喝我们的利酒，却在省城供销社买不到，那是可能要你辛苦解释一下了。我说完这些后转身就走，而马国良内心突然有些慌了。李同志，先别走，我也没有说省城供销社不售卖你们的产品。马主任，难道你现在改变主意了？李同志，我想了一下，相比之前，我觉得利酒可是咱们海东本地的企业，省城供销总社没理由之售卖外地的酒，而不帮助咱们海东当地的企业是吧？好，既然马主任这么诚心要售卖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便好好谈谈。1个小时后，我们走出省城百货大楼。大宝，你真是太牛了！本来你转身离开那会，我以为这事黄了呢，没想到那马主任还真的改口了。大宝，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明天熊国考察团就要到了，你是不是应该去国营饭店那里好好准备一下？不用了，今天好好休息就行，剩下的交给我。翌日清晨，我早早就来到国营饭店备菜，而国营饭店的厨师们对我的做法质疑起来。邱主任，这家伙整的是什么玩意？熊国人喜欢吃这个？我看压根不如咱们做一桌红烧排骨、辣炒鸡来的好。就是他做的是菜嘛，怎么看起来像是熬了一锅屎，感觉狗都不吃。这玩意真可以吗？熊国人喜欢吃这个？修主任，你放心好了，他们肯定喜欢吃。中午12点，熊国考察团准时到达国营饭店。修玉东匆匆忙忙跑到后厨。李同志，考察团已经到了，现在可以上菜了吗？可以。当熊国人看到桌上的大列巴、罗宋汤、蔬菜沙拉还有土豆炖牛腩时，眼睛都瞪大了。这些家伙立马大口吃了起来。哈拉少，哈拉少。修主任，这次准备的菜品还不错，托洛夫斯基都说很棒。听到这句话，修玉东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刘先生，这次的宴会我非常满意，能否将这次宴会的厨师喊上来？我要当面感谢他。修主任，快点将这次宴会菜品的大厨喊上来。修玉东应了一声之后，便立即屁颠屁颠地跑向了后厨。李同志，这次多亏了你啊！真没想到熊国考察团居然对你做的菜品会那么喜欢。修主任，不用客气，我帮你也是为了帮我们利酒。李同志放心就好，今后我们国营饭店肯定会主推你们江源酒厂的利酒，而且但凡是海东省招待宴会，都会将利酒作为招待用酒。那就多谢修主任了。今后你们国营饭店有什么菜品方面的需要，给我打电话便是了。李同志，熊国考察团对你做的菜品非常满意，那位托洛夫斯基非要见一下你，想要当面敬你一杯酒。不一会我们便来到2楼。兹德拉斯特维杰。没想到我这句熊国语言一出，整个大厅众人全都愣住了。好，怪不得能将我们家乡菜做得这么正宗。来，我敬你一杯。我不动声色，举起酒杯。先生，很感谢你对我做的菜认可。另外，我们很注重礼尚往来，这次换你尝尝我们独有的利酒。这酒确实不错。不一会，托洛夫斯基便和我谈起了生意上的事。没想到这个托洛夫斯基是做石油起家的，我记得再过1个月，国际石油可是暴跌300%。到了那时候，托洛夫斯基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次石油暴跌倾家荡产。我要帮他一把，毕竟以后要是跟熊国做贸易，能用得着他。我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说了个大概。托洛夫斯基听后大为震惊。李先生，你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吧？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接下来的事很快就会应验，你若不信，那咱们拭目以待。李先生，希望今后我们能成为朋友，以后你能来我们熊国做客。好。自从我将烤肉的制作方法交给国营饭店后，国营饭店的烤肉便在省城爆火了起来。大宝，你知道今天供销总社那边销售了多少瓶利酒吗？多少？截止到晚上5点，供销总社那边一共销售了860瓶利酒。国营饭店这边呢？国营饭店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出来，但我估计省城10多家国营饭店差不多也能有800来瓶。我听完眉头微微一皱，每天1600瓶，数量还是少了。
啥？这还少啊！一天1600瓶，销售额可是近1万块钱呢。一个月下来，光是省城就有30万的销售额。省城可是目前我们利酒最大的销售市场，海东其他大城市销售量都未必能有省城的一半。在我的预想中，省城每天至少3000瓶的销售量才算合格。我天，3000瓶一摊！放心吧，不出半个月，利酒在省城的销售量绝对可以突破3000瓶。对了，明天我就先回江源县了，省城这边辛苦你们俩盯一下。放心，有我俩在，保证完成任务。刚从国营饭店出来之后，便看见奇异果走了过来。大宝，来省城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我看报纸上熊国考察团的照片，还不知道你来省城了呢。齐局长，我这不是来推销产品吗？所以便亲自来跑一趟。你小子可以啊，回去才多久就整出一款利酒出来。对了，小李，有没有时间？有些话想要跟你谈谈。我点了点头，便跟奇异果走了过去。大宝，你这次接待熊国考察团，我可是听到上面好几个领导表扬你了。是吗？齐局长，你是专门跑来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吧？这个事情只是顺带的，我来主要是感谢一下你。看来齐局长肯定查过你小舅子了吧？对，上次你说了这事之后，我就亲自去查了一下我那小舅子，没想到他居然打着我的名号干了许多荒唐事。更可恶的是，这混蛋竟然还跟人合伙开设赌场。那不知道齐局长是怎么处理的？这混蛋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我自然不会轻饶他。我将赌场查封了，将他也抓进公安局了。这次我非要好好让他尝尝记刑不可。这家伙果然还是跟前世一样，不徇私不枉法。大宝，真的是多谢你提醒。你不知道，现在上面正在考察我呢。要是顺利的话，我年后便会调往龙城了。可倘若我小舅子这是被人举报的话，我怕……齐局长客气了，还是你自己有这个魄力，不徇私不包庇。放心吧，过着这一劫，你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奇异果听到这话，眉眼一动，对我感谢一番。我们闲聊了一会后，奇异果便离开了。翌日下午2点左右，我们赶到江源县。我们没有直接回清水公社，而是先去了国营酒厂。现在酒厂每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大宝，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咱们利酒一共出货6200瓶，营收为3万1000多块。要是后面稳定这个出货量的话，到年底的时候应该能达到300多万元。这个出货量还是少了。我跟国营酒厂签订的协议可是营收要是去年的10倍以上，光是利润就要达到200万元。要不然我看你签订的那个合同作废吧，反正你能帮助国营酒厂扭亏为盈，对于我们酒厂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放心吧，我既然敢跟国营酒厂签订这样的协议，那肯定是有把握的。胡厂长，继续加大生产，再过半个月利酒的销售肯定会增加好几倍。胡庆之沉默片刻，抬头问道：大宝，咱们酒厂要是扩大生产规模的话，应该扩大多少比较合适？人员至少要增加1半，等再拿下周边的几个省以及龙城、魔都，销量便会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所以现在的工人根本就不够。我现在就安排人去办。安排好国营酒厂接下来的工作之后，我便跟赵秀楠赶回清水公社。在胡庆之的建议下，厂子里的小轿车暂时先归我使用。大宝，是你小子啊！我在大队就听到这小汽车的声音了，几天不见，你咋都开上车了？铁柱哥，我就是开着来回去城里方便罢了。铁柱哥，晚上来家吃饭。行，那晚上见。桂梅啊，看你们老李家大侄子出息了啊！全李家团第一个开着小汽车回村的，可不是嘛？现在村里不少人都跟着大宝采药草赚钱呢。你看他家的大瓦房也要建好了，绝对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我说桂梅，我听说他们家今天晚上家里请客吃饭呢，没喊你们2口子。村民的话犹如刀子一般割在杨桂梅的脸上，谁稀罕吃他家的饭？杨桂梅说完，便气呼呼地朝着家里走去，而另一边我家门口挤满了人。大宝哥，你回来了。哥，这小汽车好气派啊，啥时候带我们兜兜风？赶紧帮我将东西拿回家，今天晚上都在家里吃饭。等到晚上，很快大家便坐满了一大桌。大宝，这酒好像是咱们县国营酒厂出品的吧？我去公社开会听说过这酒。对，这例酒就是咱们国营酒厂酿造的。大宝，今天我得敬你一杯。铁柱哥，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反正今天吃饭的也没有外人。是这样的，现在村里已经有30来户都跟着你采药草赚到钱了，所以村里许多村民都找我，也想要去山上采药草，可就怕你不要。铁柱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村长，自然想着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不过村里的这些人，有的人我可以收，有的我绝对不会收他们一根药草。整个林家屯里并不全是好人，前世我们家遭难的时候，伸手帮忙的没有几家，但落井下石也有好几家。铁柱哥，这样吧，再过1个月就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利用村里的名义来成立一家农业合作社，统一指导村民种植药草。毕竟娘娘山的药材终归是有限的。大宝，那你的意思是让村民们种植药材？不错，等到药材成熟之后，我会让宝亮和莹莹负责收购。大宝，村民们要是都种植药草的话，到时候你能收得下吗？铁柱哥，这个你放心就好，我会跟江源国营酒厂和药材公司那边签订好购销合同，绝对没问题。虽然娘娘山里采的药草，国营酒厂这边需要的很少，但要统一种植的话，可以让村民们种植党参和枸杞。成，既然大宝你这么说了，我自然相信。吃完饭后，我便开车送赵秀楠回宿舍。大宝，你这个决定很伟大。
啊，怎么说？我是觉得农业合作社这个法子就很好，可以统一指导、统一种植，甚至统一收购。那样的话，便可以为村民们真正打开一条致富的路子。希望如此吧。大宝，要是你上大学的话，准备学什么专业？我当然是计算机了。IT 行业在未来具有爆炸性的发展。前世我没上过大学，对于计算机这种高科技产品，自然是不大精通。秀楠，你想要学什么专业？我其实想要当一名医生。医生也很不错，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职业很崇高啊。谈笑间，汽车便停在了宿舍门口。我送走赵秀楠后，李雷突然走了出来。李同志，这就是你买的吗？不是，这是县国营酒厂的汽车，我只是开着用用。国营酒厂厉害了，我可听说现在国营酒厂的待遇很好，他们的员工工资居然成了县城第一，比江源煤矿的工人都拿得多。是吗？那还是很不错的。对了，上面返程的名额下来了，秀楠明年应该就可以回城了。秀楠请了这么多天的假，肯定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前世就是这几天，何晴利用了卑鄙的手段，拿到了返程的名额。风哥哥，我不甘心啊！凭什么这次返程的名额给赵秀楠？不就是一个小娘们吗？放心，有哥哥在，保证让她返不了城。风哥哥，我要让她生不如死。翌日清晨，我便把宝亮这家伙给喊了过来。大宝哥，这么早找我啥事？这几天你别上山采药了，帮我去盯清水公社的周云峰。周云峰就是那个烂赌鬼。不错，你盯着他看，他都去哪，都干过什么。当然了，你也不用担心，我一会还会去趟清水公社派出所，也会让他们派人盯着那王八蛋。放心吧，大宝哥。叮嘱完宝亮后，我便开着车去了清水公社派出所。徐所长，我今天来可是有个功劳要送给你。听到我说出这两个字，徐维山顿时来了精神。什么功劳？咱们清水公社很快便会有人纵火，而且有可能烧死人。什么纵火？谁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做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徐所长，你真的相信我说的话？当然了，整个江源公安系统谁不知道你李大宝同志那就是活神仙啊！我听完微微一笑。既然徐所长相信我的话，就派人盯着公社的那个周云峰。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也让村里一个小兄弟暗中盯他的梢。好，我今天就安排人盯着他，一定要抓这混蛋个人赃并获。那就麻烦徐所长了。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走出派出所后，我并没有回李家屯，而是去了大姐家。大宝，你咋带这么多东西？这样花多少钱啊？姐，就是给狗蛋平常日吃的东西，用不了几个钱。大姐，姐夫，我今天来是有事要对你们讲。啥事？大宝，整得我还有些紧张。姐夫，紧张啥？我先问问你，爆米花卖的咋样？挺好的，每次能挣3块多钱吧。虽说咱们公社不是每天都有电影，但一个月怎么也能赚个40-50块钱。姐夫，大姐，其实我今天来是想着问问你们想不想去国营酒厂上班。啥？去国营酒厂上班？虽然姐夫现在也能赚钱，但爆米花这个营生终归是不大牢靠。现在国营酒厂的工资提高了，要是你们2个人进去的话，每个月加起来能赚100多呢。这么多钱，可是国营酒厂那样的地方，咱们庄户人能进去吗？大姐，进去肯定是能进去的，而且我也会让你跟姐夫做一些轻松的工作。待遇呢，你们2人加起来1月要100多，年底还会有奖金。大宝，年底还有奖金，还他爹，你觉得呢？去国营酒厂能成吗？要是能去县城当一名国营厂工人的话，肯定比窝在村里强。这2天你们就忙活一下村里的事情，等下周我就来接着你们去国营酒厂报道。另外，我会让酒厂给你们安排个宿舍。刘大成和李迎春听了之后，顿时激动地点了点头。安排好一切后，我便赶往国营饭店。李老弟，我听说你这次去省城可是帮着那边的国营饭店大忙了。大宝，这利酒喝起来还真不错，就是帮了一些小忙。另外，我给你们每人都准备了利酒，等拿回去尝尝。3人一听，全都朝着我感谢一声。大宝，你敢跟国营酒厂签订营收超10倍的协议，那也跟我们县机械厂签订1个呗。咋了？你们厂的效益也不好？是，你们大伙也知道，我们国营机械厂是做纺织设备的，现在纺织厂的日子都不好过，别说我们做设备的了。既然如此，那你们机械厂还是转型做小型农具吧。小型农具，这玩意可以吗？当然了，再过1个月，咱们海东省便会彻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时候家家户户最需要的就是播种机、犁地耙子等适合灵活操作的农具。高阳听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片刻之后激动喊道：大宝，你说的对，要是咱们海东省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那对于农业机械的需求肯定变大。等我下午回去就跟厂长提这事。高阳，我对农具这块有几点想法，等吃完饭我画给你参考一下。虽然那都是进入21世纪农村才会有的机械，但高阳他们肯定能够根据图纸的样子给研发出来。等农业机械发展起来之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工程机械。女人在睡觉，男人却要放火烧死她。小娘们，要怪你就怪何晴吧，她答应是成之后给我200块，我还等着这钱去翻本呢。就在周云峰准备点火时，周云峰，你小子干什么？刘公安，你怎么来了？宝亮，你回去通知李大宝，我先押这混蛋去所里。宝亮点了点头，便骑着自行车朝着李家屯驶去。另外一边，何晴站在房子前已经看傻了。秀楠，你怎么出来了？我怎么不能出来？要是不出来的话，早就被人给活活烧死了。
那个或许周云峰那家伙梦游吧，我看未必就是来放火的。哦，这么远的距离，天又这么黑，你怎么知道那个纵火的人就是周云峰？一听这话，何晴顿时觉得浑身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我是听声音，之前跟周云峰打过几次交道，所以刚才他发出的那声惨叫，我听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刘公安押着周云峰走过来。两位同志就是住在这个屋子里的吧？这家伙想要纵火烧这屋子，麻烦你们两个一起来一趟派出所吧。同志，我肚子疼，能不能别去派出所了？我要回去休息一下。你要是肚子疼的话，一会到了派出所，我让人陪你去卫生院检查一下。但现在你们两个必须要跟我走一趟。小李，你还真是铁口直断啊！算出周云峰这混蛋要纵火，要不是我们提前派人盯着他，一旦这火真的烧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徐所长过奖了，其实我还算的，周云峰这家伙虽然好赌，但没有纵火行凶这个心思。其实他是被人幕后指使的。啊，对，徐所长，我是受人指使的，让我纵火的就是何晴。他说只要我去他住的地方点1把火，事成之后就给我200块钱。听到周云峰供出了自己，何晴心中一阵慌乱，连忙否认道：公安同志，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家伙就是想要嫁祸给我。我可是清水公社的一名老师，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臭三八，怎么想要过河拆桥啊？不就是你指使我放火的吗？现在就想不认账啊？什么认账？我压根就跟你不熟好吧？还有，你无凭无据，可别血口喷人啊！何晴同志，你说跟周云峰不熟，那你为何经常去找他？何晴顿时一怔，犹豫片刻道：胡说，谁经常去找他？整个清水公社，谁不知道他周云峰就是个烂赌鬼？我找这么个人渣干嘛？何晴，你说自己没有经常去找周云峰，那为何我兄弟看到你单昨天和今天白天就去找了周云峰2次？对，你去找了周云峰2次不说，而且每次在周云峰家里还待了近1个小时。你胡说八道，谁去找过周云峰了？周云峰，我想这个女人既然找你帮她放火，肯定不会给你个空头支票吧？她就没送过你什么东西？周云峰一听这话，顿时明白了我的话中之意。有，当然有。何晴曾经送给我好几张粮票，我想起来，那粮票上好像还签着她的名字。那几张粮票就在我家草席下面放着。听到这话，何晴顿时身体微微一晃。何晴，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你要还是否认的话，那我们就周云峰家里走一趟。我想你去了这么多次，肯定会有1-2根头发掉落在他家中。此时何晴再也坚持不住，双腿只觉得一软，顿时瘫倒在地上。秀男，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所以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你跟公安同志求情，放过我好不好？我不想坐大牢啊！看到何晴涕泪痛哭的样子，赵秀男却是脸色一沉。何晴，要是你好好跟我谈谈的话，说不定这个返程名额我真的不要了。可是你现在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说完，赵秀男便再也没有搭理何晴，朝着派出所外面走去。大宝，你说人和人之间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呢？这很正常啊，人都有欲望，有的欲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便能得到，但有的欲望却是要通过抢夺他人才能获得。赵秀男听完我的话后，却是沉默不语。翌日清晨，方英要回娘家一趟，我便开车送她娘俩去县城。我们刚到筒子楼下，就遇到一男一女。哟，我记得3年前是谁说的，以后再也不会登家里的门了，现在咋又上杆子回来了？说话当放屁吗？小倩，我来只是给爸过个生日的，过完了我就走，请你现在让开。此时方倩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方英，你还真是不要脸啊，在乡下死了男人，是不是不甘寂寞？这又从哪勾搭上个小白脸？方英听后顿时气得浑身乱颤。方倩，你别胡说八道，他是我同村的小叔子，今天是来送我们回城的。原来是小叔子啊，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好看不如……方倩的话还没说完，我便直接给了一个大嘴头。臭小子，你敢打我？今天我非要找人打断你的狗腿！你个乡巴佬，居然敢动手打人，信不信我？方刚的话还未说完，便看到我眼神瞪了过来，便不敢再说出口。这野男人是你领回来的，你赶紧让他给方倩道歉。大宝是来送我的不假，可方倩呢？上来就这么辱骂他，打了活该。此时楼上走下来一男一女。小倩，咋回事？哪个挨千刀的动手打的你？就是他，方英从乡下带来的野男人。一听是我动手打的，张桂平立马火冒三丈。好你个臭小子，敢动手打我女儿，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拿命来！你个小王八蛋，敢动手打我，看我不打死你！方英，你这个臭小子是你带回来的吧？你什么意思？今天准备上门拆家来了？你们被大宝打，那都是咎由自取。你问问方倩说什么了？她要是不说那些侮辱人的话，能被打吗？方英，我说错了吗？这个家伙不是你从乡下带来的野男人。你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却跟其他不三不四的男人搞在一起。方倩说你也是为你好，要不然你以后还怎么嫁人？方英听到这话，顿时愣了一下，心也像被人用针扎了一样疼。嫁人？我这辈子就没想过再嫁人。你不嫁人怎么行？不嫁给王长贵，我还怎么去国营酒厂上班？方英顿时如遭雷击一般，
愣在了原地。爸，方刚说的是真的吗？你这次捎话喊我回来，压根就不是想着让我回家，只是想让我回来嫁给那个老官夫。那是当然，要不然大老远把你从乡下喊出来干什么？还吃我们家的饭吗？哭什么哭？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说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生活在乡下，日子过得多艰辛。那王长贵虽然年纪比你大10来岁，但好歹也是国营酒厂的车间小领导呢。爸说的对，国营酒厂的工人现在每月工资都翻了，听说干好了，月底还有一笔不小的奖金呢。你爸这都是为了你好，给你找个王长贵这样的能人，以后你和孩子吃香的喝辣的就行了。既然王长贵这么好，怎么不让方倩嫁给他？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爸不是还向着你，将来让你跟着王长贵去享福吗？再说了，方倩这孩子现在还小呢，嫁人的事情还不着急。不就是去个国营酒厂吗？至于还要卖自己的女儿？你一个乡下小子，知道个屁！你知不知道国营酒厂是多难进？现在整个江源县多少人都盯着国营酒厂的这次招工呢？或许对于别人来说，国营酒厂的确很难进得去，但对我来说，一句话的事，要是英子姐想进的话，今天我就能让她入职。小子，你说这话也不怕闪着舌头？你以为自己是谁？国营酒厂的厂长吗？还一句话的事，我呸！方英，你还真是找了个奇葩野男人啊，什么话都敢说。大宝说能肯定就没问题，我相信他。顿时，方世杰有些怒了。行了，现在就跟我上楼，省得在外面丢人现眼。再说一会王主任可就来了。正说着，突然张桂平放声大喊道：“哎呀，王主任来了！”就在此时，一男的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我恰好被方英挡住了，所以压根就没注意到我。英子，你回来了，这是我给你女儿带的钙奶饼干。英子，你看人家王主任多有诚意啊，特意给小米买的饼干呢，赶紧拿着，一起上楼吃饭。不用，这种钙奶饼干我们在供销社买了好几包呢。那个今天来的实在太过匆忙，没来得及买啥东西，等改天我带你们去县供销社，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谢谢，不必了，我们马上就回去了。一听方英说要回去，王长贵愣住了。此时方世杰气得浑身有些颤抖。你个死丫头说什么混账话？人家王主任都来了，你就要走？赶紧给我上楼！他来了，关我什么事？你们一家人陪着他吃饭就好了。一时间，方刚有些急了。你不能走，你要是走了，谁嫁给王主任？我的工作咋办？你的工作要靠你自己，关我什么事？恰在这时，方倩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王主任，你来的正好，刚才这里有个家伙口吐狂言呢。他说去国营酒厂就是一句话的事。谁这么牛逼，还去国营酒厂一句话的事？他知不知道现在国营酒厂有多难进？就我家这几天门槛都被他破了。王主任，就这个乡下小子。当王长贵看清楚方英身旁的我，一时间王长贵觉得这家伙怎么那么眼熟。突然他浑身一个机灵，我天，这不是国营酒厂的太上皇吗？现在整个国营酒厂谁不知道吴庆之是国营酒厂的厂长，那也要听李大宝的。李同志，你怎么在这？王长贵，你刚才说谁好大的口气？来，我问你，我一句话能不能让人进国营酒厂？能，李同志发话的话，那绝对可以。别说一个了，就算是个人进国营酒厂都没问题。王主任，就这乡下小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呢？你可是堂堂国营酒厂的车间副主任，怎么要跟这样的家伙客气呢？然而方倩的话还未说完，便看到王长贵抬手一巴掌便甩了过来。你个臭丫头，给我闭嘴！李同志可是我们国营酒厂的恩人，要不是这娘们在那故意挑拨离间，我怎么可能当着李大宝的面说出这样的话？这小子可不一般，前任厂长就是被这小子弄进去的。想到这里，王长贵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李同志，我今天就是猪油蒙的心啊，根本不意冒犯您，求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计较啊！看到眼前这一幕，方家众人目瞪口呆。张桂平倒是反应很快，立马笑道：“英子啊，来家了就赶紧上楼。至于你嫁人这事，就是你爹担心一个人过活不容易。你要是看不上王主任，那就算了，反正强扭的瓜不甜嘛。”英子，先前都是爹不好，没有顾及你的感受。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来，你跟那位李同志赶紧上楼，家里菜都快凉了。对啊，姐，你快赶紧跟姐夫回家吧。我跟你说，今天我妈可是做了红烧肉。我要是记得不错的话，这好像是你第2次喊我姐吧？第1次是上学那会你被同学欺负，喊我帮你打架。方刚微微一怔，行了，你们也不必假惺惺的了。原本我以为终究是血浓于水，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从今往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说完，方英便大步朝着外面走去。眼见我走了，张桂平便将希望重新放在了王长贵的身上。王主任，滚！我今天可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要不是你们一家人，我能得罪李同志吗？骂完之后，王长贵便骑着自行车狼狈离去。方刚更是一脸绝望的样子，转身走到方倩面前，抬手一个大耳光便呼了上去。方刚，你神经病啊，打我干嘛？还不都是你个惹祸精！要不是你上来就嘲笑方英的话，他能不回家吗？我进国营酒厂的工作能黄了吗？说完，方刚便气呼呼地朝着楼上走了上去。英子姐，你真的决定了和家里一刀两断？你说我还能回去吗？他们为了方刚的工作，甚至可以将我当成交易的筹码卖给那个王长贵。英子姐，
你要是想找个稳定工作的话，国营酒厂随时可以来。不过我还是希望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干。听到这话，方英顿时愣住了。大宝，我自然还想跟着你一起干。英子姐，你不再考虑一下了？你看现在国营酒厂发展的相当不错。大宝，是你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好好生活下去的希望，跟着你干，我觉得踏实。英子姐，你放心好了，将来跟着我一起干，挣的肯定会是国营酒厂的10倍甚至100倍。然而听到我的话后，方英却被震撼到了。大宝，我信你。不久后，我们来到了国营酒厂。胡厂长，你们酒厂是不是有个叫王长贵的家伙？对，王长贵是咱们酒厂2车间的一个副主任。大宝，你为啥打听起这家伙来了？等找个理由将这家伙给辞了吧。胡庆之顿时神情一怔。大宝，王长贵这家伙整天在酒厂里对女职工是动手动脚，既然今天你发话了，那我就以这个理由将他撵出酒厂。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大宝，现在咱们国营酒厂每天的出货量比你刚从省城回来那会翻了一番。现在也就不过1周的时间，烈酒的出货量能达到这个数量，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行，继续让销售科的那些家伙多跑几个地方。对了，一定要严格抓好酒水的质量，千万不能在品质上出问题。大宝，你就放心吧，咱们利酒现在销售的这么好，要是在酒水上以次充好，那绝对是砸招牌的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大宝，那个协议的事情，我看还是不要管了。之前田书记来过酒厂一次，得知我们上个月的营收突破600万时，已经很满意了。胡厂长，不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吗？800万的营收额应该能完成。我操！啥？1个月完成800万的营收？大宝，这1周的时间，咱们利酒的出货量都有些下滑了。胡厂长，那你说咱们利酒销量下滑的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前期个大国营超市、国营饭店等地方都囤了一大批的货，另外市场上已经有仿效我们利酒的厂家了。现在市场上利酒这么火，其他酒厂肯定眼红啊。大宝，我觉得那个协议还是算了。没事，这2000万的目标，年底的时候，咱们国营酒厂肯定会超标完成。可是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仿制咱们的利酒，而且很有可能还会出现第2家、第3家。胡厂长，我能明白你说的意思，我们现在必须要将他们占据的市场份额抢过来。大宝，将他们的市场抢过来，这应该怎么抢？这样，等今天我跟王伟打个电话，让他找省电视台和海东日报社做个报道，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舆论战。胡庆之眉头一皱。大宝，啥是舆论战？胡厂长，舆论战的事情你不用管，接下来需要你来做的是准备搞一波福利。听到我的话，胡庆之愣住了。搞福利？是，咱们就来个春节将至，酒厂答谢新老用户，特意来一波优惠特卖，5块钱1瓶的利酒，买3瓶免费赠送1瓶。胡庆之瞪大了眼睛。什么？买3瓶就赠送1瓶？那我们岂不是赔钱啦？按照咱们的生产成本，肯定赔不了钱，只是利润会少一部分。但没事，接下来1个月，那就依靠利酒销售的数量来赚钱。胡庆之有些不大理解，但依旧点了点头。胡厂长，那你就安排下去，让各地销售科的人在当地制作条幅，挂到各大国营供销社咱们利酒的摆放区域，买3赠1的政策就从今天开始执行。好，放心吧，我马上就开始执行。同生80年代，我靠着前世记忆引领村民大棚种植药草，实现日进斗金。大宝，你回来了，吃没吃饭？锅里还给你留着热面汤呢。娘，不用了，我在县城已经吃过饭了。对了，大宝，今天晚上铁柱来找过你，看你不在又走了。啊，铁柱哥来找我了，没说什么事。没说，不过我觉得80%是你说的搞农业合作社的事情吧。那我现在就去找铁柱哥一趟。我说完，便带着2瓶利酒去了铁柱家。这2瓶酒，1瓶给你的，1瓶给旺财叔。大宝，这2瓶酒可不便宜啊，你咋送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酒我直接从国营酒厂拿的，压根都不花钱。对了，听我娘说你来家找我了。对，我找你是为了农村合作社的事情。现在村里的地虽然分下去了，但临近年关，现在村民们天天来大队找我，甚至有人还质疑我说那玩意就是哄骗他们的。铁柱哥，当然不是，只不过先前我是想着明年春天才做这个事情，让村民们统一种植药草。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一步到位，现在就开始种植。我的话刚说完，李铁柱便愣住。大宝，你不是开玩笑吧？现在能种药草，怎么可能？铁柱哥，你先别着急，等听我说完之后，再看看我说的对不对。于是我便把大棚种植药草的事情给说了出来。铁柱哥，不要觉得很稀奇，人家寿县那边早就有农民这么干了，他们那边的蔬菜4季都能种植。真的吗？大宝，4季种植蔬菜，那岂不是咱们村搞蔬菜也可以啊？当然了，不过种植蔬菜的利润可是比药草低多了，要是村民想要种植蔬菜的话，自然也是可以的。李铁柱脸色一喜，很快便有些担忧。大宝，听你说的是不错，可这个大棚应该怎么搭建？铁柱哥，大棚这玩意简单，竹子咱们娘娘山那有片竹林，去那砍就行了。至于塑料薄膜，临县一家塑料厂就有，售价是3000块钱1吨，半吨塑料薄膜估计就够了。大宝，半吨塑料薄膜那就是1500块钱，那我下午就召开村民大会，咱们村近300来户，每家就出5块钱就好了。铁柱哥，这塑料薄膜的钱我来出就好了。李铁柱顿时愣了一下。大宝，这可使不得，1500来块钱呢，不是一笔小数目，怎么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出呢？再说了，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本来就是帮着村民致富的，理应大家伙一起出这个钱。铁柱哥，这笔钱我会以合作社的名义出，这样一来也会让
村民们对合作社更加的信服。到时候村民们的药草不也都是给合作社来统一收？翌日下午，李铁柱便跟村民们说了接下来的任务。海大棚种植药草，你们就听李大宝那小子忽悠吧，放着好好的地不种，去种药草，一个个脑袋被驴踢了。我看他们这些家伙都想签小风了，万一这药草种不火，可就白白浪费了1年的收成，到时候他们就等着喝西北风去吧。他大哥，你觉得这药草能种好？这说不好，咱们清水公社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过谁种过药草。依我看，这玩意不能赌啊！按照刚才铁柱村长的说法，每家每户要拿出1半的地来种药草，万一真的是种瞎了，那损失就大了。反正娘娘山上每年不也长着不少药草吗？到时候让他们种药草，咱们专门去采娘娘山上的就得了。不想种药草的可以跟村长登记一下，这个事情我不勉强大家。而且对于种植药草这事，我也没有把握，尤其是大家都没有种过，不是？见此一幕，杨贵梅却是更来劲了。你们都瞧见了没有？他都不知道药草能不能种活，就让你们拿出1半的地来种药草呢？谁要是跟着他一起种药草，明年等着后悔吧。既然杨贵梅今天搁这挑拨离间，那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给他好好挖的坑。既然杨贵梅今天搁这挑拨离间，那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给他好好挖的坑。行了，你们不想种也绝不勉强，但我丑话说在前面，今后要是别人种药草挣钱了，你们想回合作社也绝无这个可能了。你们要怪就怪他去吧。杨贵梅顿时脸色一正，找我就找我，就跟你们这个大棚种植药草能种好了一样。各位，既然想退出的话，赶紧去找铁柱村长签字，我真的不敢保证明年大家伙都能赚到钱。犹豫了片刻，一户村民高喊一声：药草这玩意自古以来也没有这样种植的，你们谁也种谁种，我是不敢担的。说完便转身离开。大宝，今天一共有13户社员退出了。如此一来，整个李家屯除了先前2婶及12户村民被我踢出合作社，一共是26户了。我看向李宝亮和李莹莹，以后整个农业合作社收购药草的工作就指望你们2个了。放心吧，大宝哥，我和莹莹一定会干好的。大宝哥，那我们呢？你们明天跟我去一趟江源县城。李大壮微微一愣，去江源县城做什么？明年我准备在江源县城开一家超级市场。听完之后，院子里众人都愣怔了一下。什么超级市场？这是什么玩意儿？面对众人疑惑的目光，我便将我的想法说了出来。大宝，你这超级市场要是开起来的话，可是要不少钱的吧？差不多5万块钱吧。听到这话，众人再一次惊呆了。什么5万块钱？当然了，光是创办一家超级市场的话，用不了5万块钱的。主要是我想要将超级市场周边的地也全都买下来。大宝哥，明天我们跟你进城之后，是不是就要住在城里了？那是当然，明天我先给你们找安置的地方，安顿下来之后，你们就开始按照我的要求进行超级市场的筹备了。到时候你们的工资比现在只多不少。听完我的话，李大壮兴奋地欢呼了起来。铁牛，你小子想什么呢？难道不想进城？不是，大宝哥，我怎么能不想进城呢？只是我要是进城了，老娘咋办？放心吧，等明天安顿好住的地方，你就带着你老娘一起去县城。听到这话，李铁牛激动的浑身有些颤抖起来。大宝哥，我敬你一杯。宝亮、莹莹，你们今后跟大壮他们一样，从明天开始也是每天5块钱。怎么了，铁柱哥？没事。行了，铁柱哥，我也不跟你开玩笑，大壮他们今后都赚到钱了，你对我帮助也不小，我自然不会落下你。李铁柱顿时眼前一亮，今后农业合作社和超级市场成立之后，田螺生意肯定是做不了了，从明年开始，这个生意就交给你了。交给我？对，以后这生意你就拉着旺财叔和嫂子一起做，到时候让大壮领着旺财叔去城里那4个供货单位走一趟就行了。大宝，田螺的营生既然你不干了，我可以带着我爹他们一起干。不过先说好了，将来赚了钱之后，咱俩2一天做5平分。要是你不答应的话，这营生我是不会做的。看到李铁柱如此坚定的目光，我点了点头。此时李大海和杨凤英2口子却是纳闷不已。哼，有2缸泵就不知道姓什么了，早晚坐吃山空。杨贵梅咒骂一声，转身进屋睡觉去了。翌日清晨，我们便朝江源县城驶去。高阳，国营机械厂那栋废旧的仓库能不能卖给我？大宝，那个废弃的仓库，机械厂早就已经不用了，我现在就回去一趟，跟厂里其他领导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卖给你。好，那就麻烦了。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国营饭店碰面，我先去忙点别的事情。等我赶到国营饭店，高阳已经早在等我。大宝，不好意思，关于那间废弃仓库的事情，机械厂可以卖给你，但至于你说的仓库周边的地皮，机械厂领导们都有些担忧。行，那地皮的事情先放一放，我们今天把废弃仓库给搞定。那间仓库也废弃太久了，国营机械厂就按照3000块钱的价格卖给你了。我点了点头。今天你们就先看一下这个地方，等明天我让刘师傅把仓库改造一下。至于住的地方，等咱们那2栋房子腾出2间来给他们先暂住一下。大宝，你来了。本来我还担心你跟国营酒厂签订的那个协议完不成呢，但是按照现在的出货量来看，肯定能完成。胡厂长，通知一下销售科，让他们在春节前再搞一波福利。我操，还要搞一波福利，那岂不是咱们酒厂赚得利润又要少了？没事，这次促销不仅咱们亏不了钱，还有可能赚钱。听到我这么说，胡庆之有些蒙圈。啥？还能赚钱？对。
让他们找一下市场上有没有刚上市的其他白酒或者红酒，这样的酒品没有销量，我们可以利用利酒的知名度稍稍带他们一把。带他们一把，这其实就是变相的给他们打个一个广告罢了。譬如15块钱购买咱们4瓶利酒，然后再加2块钱便可以赠送1瓶其他牌子的白酒，这样一来，顾客觉得自己两头都占了便宜。胡庆之听完后恍然大悟，大宝，那咱们国营酒厂又怎么能赚到钱呢？这很好办，到时候让销售科的人放出话去，哪家酒厂想要跟我们利酒合作，必须要答应一个条件。条件？什么条件？将来销售额的5%要归我们国营酒厂。啥？收他们5%的销售额？这能行吗？肯定行，胡厂长，现在你就按照我说的跟销售科去谈吧。从国营酒厂出来，我便开车赶往国营煤矿。小李，你来了啊！这次真要好好感谢一下你。这么看来，江源煤矿的任务完成了。那是当然。小李，啥时候来家里吃顿饭？正好思涵也从龙城回来了，你们顺便见上一面。我操！马厂长，我看还是算了，你闺女那可是天之骄子，我算啥？泥腿子一个，还是不要耽误人家的好。啥泥腿子？你小子的本事可比那些学生强多了。我告诉你，我家思涵尝的可不错，到时候你可别后悔。不看了，马厂长，以后可别提这事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这3个月国营酒厂的总营收算出来了没有？胡庆之点了点头。这会的功夫应该已经算好了吧？走，那我们直接去财务科看看。李顾问，胡厂长，我们财务科刚将3个月的营收统计出来，正要跟你们汇报呢。老刘，别啰嗦了，赶紧说多少。这3个月，咱们国营酒厂总的营收是2162万，纯利润大约为238万。胡厂长，还等什么？今天我们就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发奖金，分福利。顿时众人便发出了阵阵欢呼。大宝，我现在就去通知。热闹的春节很快便过去。正月初8一大早，我便朝着省城赶去。大宝，过年好！李大哥，过年好！来，一人一个红包。李大哥，今年我奖金都拿了近200多块，咋还能要你的红包呢？一码归一码，奖金那是国营酒厂给的，但这红包可是我给的。王伟，这是给你的。大宝，你这1万块钱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国营酒厂已经给了发了3个月的工资，还有200块的奖金，加起来都500、600了。先前我们就已经说好了，不是？年底我给你1万块钱的奖金。这次去了省城之后，你将国营酒厂那边的事情都交给雪飞就好了。明天咱们就动身去温州一趟。车子很快便停在了海东省人民医院门口。大宝，你咋来了？这不是想着来给刘院长拜个晚年吗？你小子来问个好就行了，怎么还拿东西呢？刘院长，这酒是我们国营酒厂生产的，至于风干机呢，是我自己做的。大宝，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手艺。我跟你说，你要是开一家专门卖风干机的小商铺，绝对也能赚大钱。对了，刘院长，程斌回来了没？那小子居然很受老板赏识，现在还升个什么经理，忙得过年都没回来。啊，看样子我让他传达给王林的话，他应该做到了。那你知道他在大湾区的电话吗？知道，这小子给过我。大宝，你找程斌有事？我便将准备去港岛的事情说了一遍。什么？你要去港岛赚钱？没错，我准备去港岛赚钱。我跟刘金城聊了一会后，便离开了省人民医院。翌日清晨，我和王伟坐上了前往彭城的火车。天哪，彭城的女人咋长得这么好看？瞧你那个没出息的样，走了，发什么愣呢？趁着天黑之前，最好就找到程斌那小子。此时，一辆黑色轿车朝我俩冲了过来。你们2个土包子，眼睛瞎了？要是撞上老子的车，给老子碰掉1块车漆，你们都赔不起。你这破车满打满算不过20万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操！乡巴佬，你他娘的是真敢说！20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这穷酸样，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赚上20万。不好意思啊，我刚刚3个月便赚了20万。什么？就凭你3个月能赚上20万？你他娘的跟我这说笑了！现在立刻跟我和我兄弟道歉，要不然的话，今天这事咱们没完。乡巴佬，你说什么？让老子给你们道歉？你他娘的脸呢？我告诉你们，老子刚才急踩刹车，将轮胎都磨冒烟了，还没着你赔老子轮胎钱呢！王八蛋，身上有2笔钱就了不起是吧？我告诉你，今天必须要跟我们道歉！敢这么跟老子说话，活得不耐烦了是吧？拿命来！你他娘的知道我是谁吗？敢他娘的跟老子动手，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小子怎么动手打人呢？简直就是流氓土匪！打人？我打他是轻的。再说了，刚才是不是他先动手的？可是黎刚先前只是做样子罢了，压根就没有动手好吗？反倒是你下手那么重。做样子，要是刚才我不动手的话，说不定我兄弟便会被他打了。另外，你最好马上闭嘴，我可不介意再多打一个女人。李子听完我的话后，顿时气得一双杏眼怒睁。走，我们先走。乡巴佬，你给我等着，今天这是咱们谋办。说完，便一溜烟。而我们便朝着程斌所在公司的位置赶去。李先生，你可算来了！我大舅说你要来彭城，我兴奋的2天连夜都没睡着觉。你瞧瞧我这黑眼圈。程斌，看样子你的确在彭城混得不错。李先生，我程斌在彭城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都仰仗您。要不是你先前让我给老板带个话，我哪里有今天啊？今晚我带你们去这边的舞厅放松一下。行了，程斌，舞厅的事情以后再说。我这次来彭城是想见一见王林。见我们老板？行啊，先前我们老板还有心要去一趟海东省呢，正好今天我们老板晚上要跟人
人签个合同，他会从港岛回来，直接去鹏城湾大酒店。鹏城湾大酒店就是那个自带娱乐场的酒店。李先生，你还知道鹏城湾大酒店？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一会的功夫，便到了下午6点。程斌开着公司的一辆小汽车，便朝着鹏城湾大酒店驶去。李先生，看样子我老板已经到了，那我们现在也进去吧。恰在这时，突然一道尖锐的刹车声响了起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酒店门口。大宝，这2个家伙不是刚才那2人，难道还不服气，追我们追到这里来了？原来又是你们这2个乡巴佬，本来老子还正愁不知上哪去捉你们呢，没想到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看一回老子怎么收拾。然而黎刚的话还未说完，一耳光便呼了上去。啊的，你还敢打我？给我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乡巴佬，完了之后我一人给你们100块钱，不用怕，打死算我的。李嫂，他们2位是我的朋友，不知道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他们一马？你他娘的算什么东西？不过就是王林下面养的一条狗，也配让我给你面子？赶紧滚，要不然的话连你也一起收拾了。你小子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爹就在里面，你要是敢打我……李先生，这家伙可是港岛黎家的少爷，打不得啊！港岛黎家，没想到黎刚竟然是港岛黎家的人。我记得前世港岛黎家可谓是坏事干尽。当即我走上前去，直接给了黎刚一个大逼斗。想叫你个巴拉，敢打老子！这里可是鹏城大酒店，不是您撒野的地方。我数3个数，你给我让开。就在这时，只见鹏城大酒店门口走出几个人来。爸，不知道哪里冒出的乡巴佬，居然敢动手打我！瞧把我的脸打的都已经肿了。难不成这个家伙就是黎刚的父亲？然而还未等黎刚父亲开口，旁边一男子朝着程斌皱眉问道：“这人是谁？你怎么也在这里？”老板，他就是我先前说的李大宝李先生。原本我想着带李先生来这里找你，没想到李少爷不知怎么回事，上来就指着李先生骂，所以他们2人刚才便起了冲突。李先生，久闻大名啊，来到鹏城，怎么不提前让程兵通知我一声？王某好为你接风洗尘。一句话瞬间让在场的众人皆是愣在当场。王老板，这位是？李老板，误会啊！这一位是我大陆来的朋友，希望李老板能给王某一个保面，大不了一会吃饭的时候，我亲自给李老板和李公子陪上一杯。爸，绝对不行，这小子扇了我2个耳光呢，今天一定不能这么算了。行了，黎刚，既然是王老板的朋友，那这个面子我就给了。一会等谈完合作之后，你跟那位李先生好好碰个杯，先前的恩怨一笔勾销。爸，让我跟他喝酒，我混账东西，我说的话是不是不听了？眼见黎元英真的火了，黎刚悻悻地低下了头。那就多谢李老板了。很快，几人便来到了鹏城大酒店内的一个豪华包厢内。王老板，郑小姐，今天让你们来，其实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港督府那边将要出的一批黄金问题。要不是房地产降价，按照我黎家的实力，倒是能吞下这些黄金。可现在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爸，我看黄金的事情咱们自己买就行了，为什么要跟别人合作呢？放肆！我跟王老板谈合作，哪里有你说话的份？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话，信不信我让人将你轰出去？看到黎元英愤怒的眼神，黎刚有些懵了。李老板大意啊，这么赚钱的生意还想着王某。来，我敬你一杯。王老板客气了，我一直很欣赏你，尤其你这一次，你能在港岛房地产的跌潮中全身而退，李某更是佩服之至啊。这一次咱们能共同来进军期货黄金，我想未来可以展开更多的合作。行，那既然王老板和郑小姐都没有意见的话，就签了这个协议。慢着，王老板，我看这合作的协议还是不要签的好。这一举动顿时让王林吓了一大跳，而黎元英却是脸色一沉。李先生，莫非王老板不是那位黎公子刚才还反对跟你合作呢？既然这么赚钱，还是让他们黎家自己做就好了。实话跟你说了，我这次来鹏城还有更赚钱的买卖要跟你合作。李老板，李先生既然这么说了，那这次合作一起进军期货黄金市场的生意我就退出了。爸，听见了吗？你上杆子给人家赚钱的机会，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呢。既然如此，这合作协议我们黎家跟郑家合作就行了。黎元英朝着黎刚瞪了眼，本想这次做局坑王林一把，差一点就成功了，没想到被这个乡下来的臭小子搅黄了。李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今后再有机会我们再合作。王老板，既然看不上我们这次的期货黄金生意，那李某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了。不过我可以再等王老板2天，要是回心转意的话，那还可以找我。王老板，既然看不上我们这次的期货黄金生意，那李某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了。不过我可以再等王老板2天，要是回心转意的话，那还可以找我。王林抱歉一笑，便带着我们走出了包厢。郑小姐呢？李老板，我们郑家是很看好这次合作的。既然王林不做了，那原本属于他的那份，我们郑家可以接手。本来还想着怎么忽悠才能让郑雪莹多投一些钱，没想到这丫头竟然主动要求接过王林的那份。郑小姐，其实我们黎家要是积极的话，也是能拿出些钱来。要不然你看看咱们的协议再重新签订一下，咱们2家1人1半。然而郑雪莹压根就不等黎元英将话说完，立马拿起笔来，在面前2份合作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李老板，已经晚了。好吧，既然郑小姐已经签了，那只能如此了，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另外一边，出了鹏城大酒店之后，
我们便换了一家酒店。李先生，之前的事十分感谢。本来我是想去海东亲自致谢，没想到你竟然亲自来了彭城。这点钱是我对林先生的一点小小心意，希望你能笑纳。我听完摇了摇头。李先生，你是不是觉得500万少了？没事，我可以再开一张500万的支票。王老板，这个钱我不能收。你要是真心给的话，那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合伙的资金。还有刚才我搅黄了你跟黎元英的这次黄金合作，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只是我有些不明白，现在黄金的价格上涨势头很猛，为何？势头很猛，王老板，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黄金期货的价格已经到了最高峰，很快黄金价格便会一路下跌。要想再次达到年初的这波高峰，恐怕要3年之后了。王林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要是真的如李大宝所说的那样，今天跟黎元英合作了，那岂不是2亿多现金就要被套牢了？王老板，将你现在手中所有的黄金期货全部抛售掉，一点不要留，等到黄金价格降到400以下，可以再考虑入手。好的，李先生，我这2天就让人将手里的黄金期货全给抛了。那李先生，你先前说的生意指的是什么？大豆期货。什么大豆期货？听了我的回答，王林震惊不已。李先生，这大豆期货有什么好做的？依我看，不如去股市呢。王老板，股市我们当然是要做的，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时候？对，等到9月份的时候，才是我们进军港岛股市的最佳时机。记得上一世大豆期货历史上有过最大的一次上涨，而现在正好是大豆价格近期最低点的时刻。李先生，明天我就准备让港岛那边的人开始买入大豆期货，只不过咱们一开始买多少？你现在能动用的现金有多少？我现在能动用的资金大约为3亿港元。好，全部买入大豆期货。听完我的话后，王林愣住了。什么？全部买入大豆期货？对，而且你先前给我的500万支票，一起帮我买进大豆。王林沉默片刻，询问道：李先生，你真的确定吗？全都买入大豆？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用不了4个月，大豆的价格便会翻差不多1倍，到时候我保证你会拿到5亿以上。什么？短短4个月便能拿到5个多亿？这……王老板，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明天开始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当然了，这么大的一笔投资，你还是交给专业的操盘手来做。我实在担心你手下的人会出什么岔子。王林点了点头。李先生，我绝对相信你的判断，放心吧，明天我便开始做这件事情。不过……难道王老板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什么问题？李先生，对于你的这个决定，我是十分赞成的。不过你也知道，我们家里那位他……我顿时明白了过来。王老板可以先跟夫人通的话，要是他不同意的话，我自有法子。李先生，你真的有把握说服我家那位？放心吧，王老板，我自然有法子让尊夫人相信我的话。李先生，你看我用不用雇佣几个保镖？可以，不过这几天最好让他们暗中跟着。而龚新磊自始至终却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盯着我。我倒要看看李大宝是不是真的有他们说的那样厉害。翌日上午，海东省城，韩雪飞和赵秀楠从省城供销总社走了出来。雪飞，怎么回事？供销总社一夜之间怎么把咱们的产品换成一家山寨产品了？我已经找过省城供销总社的主任马国良了，这个老狐狸说他也没办法，说是消费者对那家产品的呼声很高，然后供销总社领导层要把咱们的产品换下来。等一会回去，我给胡厂长打个电话，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省城供销总社下架了利久，那整个省城其他供销社肯定也是如此。就在韩雪飞和赵秀楠准备去省城的其他供销社转转时，突然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行驶过来。你们会不会开车？哟，这不是国营酒厂的那位美女销售吗？怎么这么不小心，急匆匆要准备上哪？不会是看到你们的产品都下架了，所以要赶着回江源县吧？你管我们去哪呢？怎么，国营酒厂连个男人都没有吗？销售都是女的，人长得倒是很不错。这样吧，你们2人在江源县那个小破酒厂每月开多钱的工资，我沈大鹏给你开双倍。谁稀罕你的臭钱？下次开车眼睛瞪大点，不会开别出来丢人现眼。韩雪飞冷冷地扔下一句话，便跟赵秀楠一起离开了。沈经理，没想到这小丫头片子嘴还挺硬。等我们将国营酒厂搞垮之后，看他们不哭着求我，走吧，不出3个月，我就让那2个丫头见面亲切的喊我一声沈经理。对了，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沈经理，我办事你放心，我已经找好人了。好，只要这事情一出，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到时候我看他们的产品还怎么卖。嘿嘿，沈经理果然好手段啊，这样一来，谁还敢买利酒？走吧，咱们去见见马国良那家伙。说完这话，2人刚要朝供销社门口走去，就看到马国良走了过来。马主任，这位便是我们魔都中药材厂销售部的经理沈大鹏沈经理，他父亲是魔都中药材厂的沈厂长。哦，原来这位就是沈经理啊，果然年少有为啊。沈经理，来，先到我办公室喝杯热茶。此时刚离开的韩雪飞和赵秀楠正好看到了此场景。雪飞，怪不得今天供销总社撤掉了我们的产品，感情是和那山寨产品搭好了关系。哼，那马国良那老狐狸笑得那么欢，肯定是吃了人家不少好处。我必须要赶紧给胡厂长打个电话。现在看起来他们来者不善，整不好省城的市场全都要被抢走了。时间就在这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中又向前推进了3天。龚新磊彻底按耐不住了。李先生，你不是说长林近期会被绑票吗？现在都过去好几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李先生，你以前有没有算卦失手的时候？新磊，你说什么呢？这世上哪
哪里有100%的事情呢？王夫人，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的卦术还从来没有失过手，不用着急，劫匪应该也就是这几天了。就在龚新雷想要说什么时，一辆货车突然挡在我们前面。你们想活命的话，就老老实实待在车里，要不然，大爷我手中的这把刀可是不长眼。然而，就在他的话刚说完，我猛然用力推开了车门，车门重重地撞在绑匪的肚子上。香蕉你个巴拉，敢还手！兄弟们，喊死他！王老板，你们躲在车里就行，一会帽子叔叔就到了，他们一个都跑不了。而当这帮绑匪听到帽子叔叔马上就到时，直接蒙圈了。老大，什么情况？咱们这次绑架计划做得很保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真晦气，兄弟们肯定有内鬼，计划有变先撤。真晦气，兄弟们肯定有内鬼，计划有变先撤。就在他们刚准备要跑，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冲了过来。王林看到自己的4个保镖到了，顿时有了底气。给我追，一个都不能放过！居然敢打老子的主意，弄死这些混蛋！不一会，几个保镖便把绑匪抓了回来。李先生，你看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理？让人打一顿，然后直接交给警局处理。还愣着干什么？按照李先生刚才说的，给我打！10多分钟后，几名绑匪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了。可以了，王老板，给警局打电话吧。半个小时后，一辆警车行驶了过来。王老板，一听到你出事了，我是饭也不吃了，立马就赶了过来。原来是钟警长啊，这么晚麻烦你，不好意思哈。王老板，客气啦，一点都不麻烦，得亏你安全防卫意识做得好，要不然今天晚上被这几个王八蛋给得逞了，那就麻烦了。钟警长，你是不知道，这次多亏了这位李先生。王老板，这话是什么意思？王林也没有隐瞒，立即将我猜到绑匪要来绑架他的事情给讲述了一遍。王老板，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真不好，这起绑架案就是这小子跟他们几个家伙合谋的，我是不相信他能有这本事，预测你会被人绑架。钟警长，我敢保证李先生跟这起绑架案一点关系都没有。王老板，这家伙是不是主谋？等我将这些绑匪带回局里再说。说完这话，钟微山意味深长地朝着我看了一眼，便押着绑匪回警局了。李先生，刚才这个钟警长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话。王老板，这个钟微山留不得。话音落下，顿时王林等人皆是神情一怔。李先生，这个钟微山怎么了？我觉得是不是你误会了什么？虽然他说你跟绑匪合谋，但我可以作证，肯定不是这样的。王老板，要是我说几年之后，这个钟微山会害死你，你相信吗？李先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钟微山他一个警长，怎么会害我呢？王老板，实话跟你说了吧，以后这家伙会因为钱对你起了歹意，而且他会亲自策划一起绑架案，目标就是你。什么？钟警长会绑架我？对，王老板，这个钟微山可不是个什么好人，而且这家伙就算是拿到赎金，也会将你撕票。妈的，李先生，那我怎么？这个钟微山要害你，也不是现在，从今往后，你在港岛去哪都带着保镖，一定不要开除他们。等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好好整治一下钟微山这家伙。好，李先生，一切就仰仗你了。李先生，谢谢您，投资大豆期货的事情，我同意。好，王夫人，那明天我们就去港岛的期货交易所。翌日清晨，众人便坐车去了港岛的期货交易中心。没想到黎刚和郑雪莹也来了。王老板，你不会是真的听了这个大陆仔的话，投资大豆期货吧？王老板，依我看，大豆投资最近一路上涨，很快就要迎来一波下跌了。我觉得还不如投资原油期货呢。原油期货，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买原油期货？港岛听了我的建议，投资石油的人多了去了。4大家族之一的国家也在我的建议下投资了8000多万港元的石油期货。对了，还有郑小姐的郑家也投资了将近5000万的石油期货。按照我的预估，原油期货很快便会迎来一波大涨。那我只能对那些听从你的建议投资原油期货的人表示同情了。跟着你投资原油期货，你人还怪好嘞，等着亏吧。你个大陆仔，懂个屁，还敢质疑我的专业？你小子算老几？王老板，其实昨天你给我打电话说要投资大豆期货那会，我就想要阻止你了。混账！李先生的本事岂是你能了解的？你要再敢质疑李先生，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李先生，这位唐小姐是期货交易中心最年轻的投资经理，您看她行不？经验资历什么的不重要，我要的是绝对服从。绝对的服从。不错，我只需要你帮着王老板操作资金罢了。至于投资什么，买入卖出的时间节点，都不是你需要操心的。没问题，李先生，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好，唐小姐是个聪明人，既然你能做到这一点，那王老板这次3亿港元的大豆期货投资就全权交给你来操作。另外，这期钱的所有事只能你一个人知道。当然了，佣金方面你不用担心，王老板会给你翻倍。你们放心好了，我一定按照你们说的做。我作为一名职业的投资经理，肯定会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好，那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安排好一切，我们便离开了唐心如的办公室。离开的时候，黎刚和郑雪莹还没有走。不用老子，我还不稀罕伺候你们呢。大豆期货佣金才几个钱。张经理跟那个大陆仔置气什么？他懂个屁，还投资大豆期货，也就王林相信他。等住吧，王林这次哭都找不着地方。李少说的对，还不让我操盘，我还不稀罕呢。雪莹，要是大豆期货暴跌，到时候他能不能活着离开港岛都不一定。买这么多的东西是要返回大陆了？我买这么多东西，好像不关你黎少爷什么事吧？你长这么大，你爹没有教过你一句话，好狗不挡道吗？
你个大路仔，敢他娘的骂我，信不信老子让你死在港岛？王八蛋，居然敢在港岛动手打我，老子今天不弄死你，我就跟你姓。随着黎刚这一声怒吼，商场内的顾客全都涌了过来。你们都愣住干什么？给我上去教训这个大路仔！你们谁敢动手？哪个敢动大宝一下？我弄死他！他奶奶的，一群怂货，还愣住干什么？给我报警！就说我李刚被这个大路仔给打了，让他们派人赶紧过来。臭小子，一会等警局的人到了，我要让你回不了大陆。让我回不了大陆，就凭你还不够格？几分钟后，钟威山走了进来。钟警长，我跟您说，大陆来的这两个小子实在太猖狂了，你一定要帮我出了这口恶气，好好修理一下这两个王八蛋。正愁没机会跟广岛黎家搭上点关系呢，没想到这机会竟然主动送上门了。香蕉你个罢了，哪里来的大陆仔？敢动黎少爷，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钟威山怒吼一声，看向二人。不是吧？那两个大陆仔怎么会在这里？钟警长，赶紧让人将他们抓起来，最好现在牢了关他个10天半个月的，让那小子吃点苦头。大陆仔，没想到居然是你！昨天你肯定是暗中跟那些绑匪联系好了，要不然就凭你小子毛都没长齐，就敢策划一起毫无破绽的绑架案。钟警长，你可不要满口喷粪。谁跟绑匪串通好了？先前不是都说了，王林回到港岛会遇到绑匪袭击，是大宝哥算出来的。你们不知道吗？昨天晚上有人要绑架王林，听说躲过了。据说王林身边有位大师，提前就算出了会有人绑架他。就这大陆仔，狗屁大师，好好的黄金期货不做，去投资大豆期货，等住亏吧。小子，就你这样的还敢自称大师？你不过就是跟那几名劫匪提前串通好了而已。如此一来，王林自然会对你极其信任，你便可以要求王林为你做事了。钟威山一脸得意地望着我。钟警长，别跟这大陆仔啰嗦了，他动手打了我，将他立马带走。来人，给我将这个大陆仔押回去！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打人，他是不将港岛的法制放在眼里。眼见钟威山真的要抓人，王伟顿时急了。你们敢动手抓人试试，信不信？没事，不就是去港岛警局走一趟吗？大不了我跟他去一趟罢了。我听说港岛警局还管饭，正好我去尝尝。大陆仔，我告诉你，昨天晚上那5名劫匪已经招供了，现在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承认罪行，要不然我就让你尝尝我们广岛皇家警察是怎么审讯犯人的。看样子钟威山这是想要屈打成招。钟警长，你说我跟5名绑匪串通在一起，有证据吗？证据我们自然会找到的，不过现在他们5名绑匪都共同指证你是同谋，这一点是板上钉钉了。哈哈哈哈哈！臭小子，你笑什么？我笑什么？钟警长，既然那5名绑匪指证我是同谋，那我也可以指证你啊，你就是这起绑架案的主谋。好你个大陆仔，嘴巴还挺厉害，你就是为了让王林信任你，所以才会策划了这起绑架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那钟警长要是这么说的话，你也很有动机啊。钟威山瞬间怒了。你说我有动机，我的动机是什么？你让我跟那5名劫匪绑了王林，要是这事情成了的话，给你1半的赎金，剩下的我们这几个人平分。可现在看来，钟警长合着我们对你掏心掏肺，你跟我们玩无间道呢。钟威山听完后，气得浑身颤抖。好你个臭小子，还真是伶牙俐齿，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一顿，让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钟警长，停一下。钟威山微微一怔，小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不就得了，省得还要挨一顿皮肉之苦。钟警长，我今天会跟你来警局，是有港岛年前重大抢劫案件的线索要上报，你阻止我，我怀疑你跟那起抢劫案的劫匪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钟威山思索片刻说道：小子，少在这胡说八道了，你就是为了转移话题，在信口开河罢了。钟警长，你这么武断的就说是胡说八道，是不是那2起珠宝抢劫案真的跟你有关？一时间，钟威山被对得哑口无言。钟警长，这个家伙既然说有去年2起珠宝抢劫案的线索，就让他说说，万一是真的呢？我正在审讯犯人，你脑子抽哪门子的风？他就是一个大陆仔，知道个屁！钟警长，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是滥用职权，我现在就去告诉刘督察，在这期间，你要真的打碎这位先生的牙齿，那就坐实了这一点。坐实你奶奶个腿！顿时，钟威山觉得自己有些头大。臭小子，一会你要拿不出线索，我看你怎么办？王老板，不好了，大宝被钟威山给带走了。什么？王伟兄弟，跟我说是怎么回事？王伟便将事情说了出来。这个钟威山还真是跟林先生说的一样，心术不正，咱们快去警局。刘督察，审讯这么个大陆仔，用不着你亲自过来。钟司，我听小陈说，这家伙有去年2起抢劫珠宝案劫匪的线索。刘督察，他一个大陆仔，刚来了港岛不到1周，怎么可能知道呢？我看他就是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行而已。我还怀疑昨天晚上王林的绑架案就是他策划的。钟司，你说这家伙跟绑匪勾结，现在有实质性的证据了吗？刘督察，昨天那5名绑匪有一位提了这么一嘴，所以我才想好好盘问一下。钟警长，既然你说我跟那些绑匪合谋绑架王林，那好，你现在就将那些绑匪给带过来，我要跟他们当面对质。听到我这么说，钟威山顿时慌了。小子，你想当面对质，想得美！万一你们碰面之后……刘督察，钟警长是不敢让我跟那些绑匪当面对质，他故意将我绑来警局，就是为了要灭我的口。你放屁！谁他娘的要灭你的口？因为你跟去年抢劫珠宝商行的劫匪之间有关系，那些劫匪之所以没留下什么痕迹，就是因为有你的参与。一时间，刘建明的目光落在了钟威山的身上。好你个大陆仔，居然敢诬陷我！我他娘的连谁是劫匪都不知道，我跟谁勾结去？刘督察，你别听这大陆仔胡说八道。钟警长，我告诉你说有珠宝商行劫匪的线索，就是试探你一下，没想到你还准备用警棍敲碎我的牙齿，让我说不了话。我他娘的要敲碎你的嘴，是为了坐实你跟绑匪。刘督察，
不是这样的，我就是想着让这大陆仔承认罪行而已，并非故意冤枉他。是要将这个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小陈，你将人带进审讯室，让他们当面对质。刘督察，小陈一个人押送不过来，我出去帮他一下。刘建明脸色一沉，中策，你老老实实待着就好。不久后，陈佳琪押着绑匪走了进来。你个混蛋，要不是你，我们怎么可能被条子抓到？你他娘的下手还真狠，砸得我脑袋现在还疼。臭小子，等我出去，定然不会轻饶你。都给我闭嘴！顿时，审讯室变得安静下来。阿三儿，我们不是都承认绑架王林了吗？还要审问我们什么？我问你们，最好老实回答，你们跟这个家伙之前认不认识？小子，都给我想清楚再说。我他娘的想得很清楚，我陈耀阳敢做敢当，谁他娘的会跟这个王八蛋合谋？等我们出去，非要干死这王八蛋！钟微山顿时愣住了。中策，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刘督察，或许是昨天晚上我听错了。放屁，阿 Sir，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昨天晚上对我们兄弟几个拳打脚踢，不就是要逼着我们说跟那小子合谋吗？谁逼你们了？我就是公事公办。钟微山此刻脸已经变得煞白。中策，你的事情稍后单独给我写一份报告。李先生，我相信你是无辜的，现在可以告知我去年劫匪的线索了吧？我看向钟微山，刘建明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中策，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让人进来将他们也押出去。小陈，你留在审讯室。钟警长，让那大陆仔还敢嚣张，这王八蛋就等着进大牢吧。晚上下了班，一起去兰桂坊喝一杯。呵呵呵，老子没空去那破地方。那位钟警长跟你不是很熟吗？刚才怎么了？谁知道他抽什么风啊？神经病！不是说要给那个大陆仔定一个勾结绑匪的罪名吗？现在什么情况了？肯定应该是跑不掉了。你没看那几个绑匪都被喊进去了。李先生，现在可以说了吧？刘督察，去年那2起珠宝商行抢劫案的凶犯名叫张志雄。李先生，你来大陆也就大约1周左右吧？你是怎么知道凶手是这个张志雄？刘督察，想必你知道王林年前抛售地产的事情吧？还有昨天晚上的绑架案，也是我事先告知了他，让王林提前做好了准备。都是你提醒王林的，难道李先生还有预知未来的本事？刘督察，你们现在就可以在港岛搜查这个张志雄。我想这家伙抢劫的那些珠宝应该没有全部都出手，只要抓到这家伙，案件绝对会真相大白。李先生，这次要是真的能将张志雄这伙劫匪绳之于法，你可是为我们港岛警方立下了大功了。一点小事而已，不用挂在心上，到时候刘督察就揽到自己身上就好了，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放心吧，李先生，只要抓到张志雄，我刘建明一定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刘督察，在没有抓到张志雄之前，一定要提防一下钟微山这家伙，他跟张志雄之间绝对是有关系的。很快，刘建明走了出来，朝钟微山喊道：“中策，你过来一下。不会是那个大陆仔提供的劫匪线索被刘建明给识破了吧？刘督察，是不是里面那个大陆仔胡说八道？我就说嘛，你千万不能相信他。中策，你污蔑李先生跟绑匪勾结，简直是丢了我们港岛皇家警察的脸面。从今天开始，你被停职了。刘督察，诬陷那大陆仔和绑匪勾结的事情，就是我一时糊涂啊！求求你一定不要停我的职，我现在就去写检查。当即，一名警员将钟微山拖出去。王林等人来到警局，却是看傻了眼。李先生，这是……没事，我就是来警局帮着提供一点线索而已。对，王老板不要担心，先前钟微山诬陷李先生，我感到非常愤怒，已经将他停职了。刘督察，我在港岛等着你们抓到劫匪的好消息。说完，我便跟着王林走了出去。李先生，你是不是也指点了刘督察一下？不错，我告诉了刘建明去年2起珠宝商行抢劫案的凶犯是谁。听完，王林不由得神情一怔：“大宝，你可吓死我了！看先前那个姓钟的表情，好像来了警局要整死你。就凭他，谁整死谁还不一定呢。”同生1982，前脚刚不花1分钱拿下工厂，后脚就有人上门闹事。此刻，海东电视台大门口乱成了一锅粥。乡亲们呐，这个江源酒厂生产的利酒有问题啊！我爹今天中午喝了2杯便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吓得我立马就将他往医院送，可没想到途中就……乡亲们，江源酒厂利酒喝死人了，一定不能买啊！电视台的谭台长来了，你们海东电视台就是胡乱打广告，什么要喝就喝利酒，全是假的，我爹就是你们害死的，我不管，你们海东省电视台一定要给个说法。对，既然你们电视台给利酒打广告，就要负责任，利酒都喝死人了，质量肯定有问题，以后大伙都不要买这酒。同志，我就是利酒省城地区的销售负责人，你父亲是真的因为喝了我们利酒死亡的吗？你个小丫头片子说的是什么话？合着我故意陷害你们是不？我告诉你，我爹就是中午喝了你们的中华利酒，下午就不行了。小姑娘还真行啊，利酒喝死了人不认账，太黑心了，大家千万不要买这破酒。各位，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要真是因为喝了我们的利酒，那我们酒厂肯定不会推卸责任。然而韩雪飞的话还未说完，人群中不知道谁把烂菜叶丢了。别听他胡说八道，就是他们利酒的责任，必须要赔钱，少说也要1万块。见此情形，谭正强怒了：“给我报警，让警叔叔来处理，还敢动手打人，反了天了！”一听到报警，原先嘈杂的人群瞬间变得安静下来。他们不过就是些游手好闲的家伙罢了，只是收了100块钱来海东省电视台门口帮忙造势的。这天也不早了，先将我爹尸体给抬回去，等明天再来讨个公道。说完，这家伙便带着一行人慌忙离开了。
谭台长，今天的事情给你们电视台添麻烦了，不过请你相信我，利酒绝对没问题。这件事情我们酒厂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这件事情你要赶紧通知你们李厂长。虽然不知道那老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死亡，但刚才人群中还有好几个报社的家伙，看样子是来者不善。这是有些蹊跷，就算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喝死了人，那也不该来电视台闹啊。此时，在海东省电视台的不远处，今天这么一闹，等报社将利酒喝死人的新闻报道出来，我看他们还能卖得出去。沈经理，你这招实在是高啊！利酒这个牌子，说不定很快就要臭了，到时候我们药酒便可以抢占他们的市场。去告诉那个老光棍，回家后赶紧将他父亲给下葬了，省得夜长梦多。放心吧，沈经理，我这就去办。随后钱进来便朝着先前闹事男子离开的方向跑去。另一边，胡庆之接完韩雪飞的电话后，啪的一声，话筒掉在了桌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行，现在必须要联系上大宝，让他赶紧回来，要不然的话，利酒这个品牌真就完了。此时，在港岛一家豪华大酒店内，王老板，还有4个月的时间，大豆价格才上涨到最高峰，这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等什么时候卖出，我会通知你们。没问题，李先生，我都听你的。对了，李先生，真的不再多住几日了吗？不了，出来也有些时间了，我明天一早准备回鹏城了。你要是有急事联系我，就打我给留的电话。好的，李先生。翌日清晨，我和王伟便离开了港岛，回到了鹏城。谁知道刚出码头，便看到了程斌慌慌张张朝着我们小跑。李先生，不好了，海东省那边出大事了，利酒喝死人了，死者的儿子都闹到电视台了。你小子从哪弄的消息？是江源县国营酒厂的胡庆之打来找大宝的，听说这事还闹上海东省当地的报纸。现在利酒销量大跌，连以前的一半数量都卖不上了，国营酒厂那边也有些不稳定。他喵的，这才短短几天时间，利酒居然会出现这么大的变故，大宝，这下咋整？王伟，现在着急也没用，我们抓紧时间返回海东，再做打算。利酒喝死人，这怎么可能？这是有些蹊跷，我似乎嗅到了一丝商战的味道。雪飞，没事，不就是销量大跌吗？不至于这样，你先跟我说说大致情况。随后，韩雪飞将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他奶奶的，那个魔都药材厂的家伙居然敢用车故意撞你们！我现在就去找他们，非把他们打得趴地上招牙不可！站住！大宝，你看看雪飞和秀男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这口气咱们难道要这么忍着？自然不能忍着，但就算你去找那2个家伙，揍他们一顿就解气了，说不定他们报警的话，会将你判个流氓罪给抓进去。那咱们应该怎么办？总不能吃了这么大的亏，一句屁都不敢放吧？他们不就是想要跟我们争市场？那就让他们的药酒一瓶都卖不出去。大宝，接下来我们怎么办？省城和周边几个城市的供销社都被魔都中药材给拿下了，全都在销售药酒。对呀，大宝，供销社这边可是我们利酒的主要销售渠道，现在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要去找马国良那家伙？马国良这家伙我自然会去找，不过现在既然供销社不售卖我们的利酒，那咱们以后还不稀罕让他卖呢。大宝，你不会是说胡话吧？不让供销社卖，那我们利酒去哪卖？现在咱们可以开直营店售卖。直营店，我便简单将直营店讲述了一遍。听完之后，王伟和韩雪飞全都愣住了。我一会就去给老胡打电话，通知他开设直营专卖店的事情。你们2人下午就去找繁华的地界，前期目标10家直营专卖店。呵，此时国营酒厂已经乱成一锅粥。罗厂长，酒厂凭什么要放假？放假了，我们公司怎么办？陶大勇，你抽什么风？工厂现在销售出了点问题，库房里积压的酒水太多了，大伙先休息2天，等销量回暖了再重新开工。罗厂长，你唬谁呢？谁不知道咱们利酒喝死了人，现在压根没人买咱们的利酒，难不成一直给我们放假？家里老婆孩子怎么办？对，酒水卖不出去，那是你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要求复工，要是复工不了的话，就给我们正常发工资。对，今天你们领导必须给我们个说法，要不然的话，这事不算完。听到这话，胡庆之气得浑身发抖。罗厂长，你跟我们说句实话，是不是咱们酒厂不行了，马上就要倒闭了？陶大勇，你胡说什么？酒厂现在只是遇到了一时的困难，怎么就要倒闭了？肯定了，没看到酒厂的仓库都堆满了，这2天压根就没车来了。要是倒闭的话，赶紧将这月的工资发给我们，1分都不能少。对，大勇，依我看，咱们去通知其他工人，一起讨要工资。听到这些话，陶大勇嘴角微微一扬。走，我们去厂里找其他人，一起讨要工资。说完，陶大勇便带着一群人走了出去。胡厂长，现在咋办？这下一步的销售方案，老刘，你先带人去安抚一下工人们的情绪，一定不能让工人们听那陶大勇的鼓动。沈经理，我按照您的吩咐，让人去江源县鼓动他们酒厂的人闹事了。这样一来，江源酒厂肯定会乱成一锅粥，看他们今后还怎么跟我们要酒斗。好，按照我的目标，1个月内就整垮江源酒厂，到时候咱们药酒便会彻底占领保健酒的市场。大宝酒厂出大事了，不就是有人故意造谣咱们利酒喝死人了吗？没什么大事，你放心，天塌不了。大宝，供销社下架了利酒，也很头疼。酒厂这边还有小部分员工正在闹事。胡厂长，找个可靠的员工，打探一下这些闹事工人的口风，看看是不是有人幕后搞鬼。另外，今后咱们自己建立直营专卖店。听完我的话后，
胡庆之激动不已。大宝，你这个想法简直太好了！要是各个城市都开设咱们的直营专卖店后，那销售渠道肯定不用愁了。大宝，那新闻的事情，新闻的事情你不用管，我这2天就会搞定。不是想要跟咱们玩阴的吗？那好，我就好好跟他们玩玩。到时候咱们丽酒因为这件事不仅垮不掉，说不定还会再上一个台阶。胡庆之不由得惊呼一声：啥？还会因祸得福？对，到时候你就瞧好吧。小李呀，自从年前见了一面，就再没见到你小子了。齐局长，我这次来可是有事求你。是为了丽酒的事。是，齐局长，丽酒和死人的这事肯定是子虚乌有，有人故意栽赃陷害的。故意栽赃陷害？小李，你说的这事有证据吗？齐局长，直接证据我现在没有，所以我才请你来帮我这个忙。齐义国一愣，没有证据，那我怎么帮你？只需要你将受害者带来，亲自审问一下就行了。我相信，要是来到了公安局，我假意给他点好处，他必招无疑。齐义国沉思片刻，好，我现在就安排人将那名受害者带过来。此时在牛大宁家中，你就是牛大宁吧？我们是省城公安局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牛大宁此刻心有些慌了。我是牛大宁，公安同志，你们大晚上来找我，什么事？到了公安局你就知道了。牛大宁，你可知道今天晚上为何要将你带来公安局？领导，我不知道啊，我可是良民啊，从来没干什么坏事。牛大宁，看来你还挺不老实。我问你，丽酒喝死了人是不是真的？领导，是真的，我爹就是喝了利酒之后，过了2个小时后去世了。牛大宁，你最好老实点，要是你故意造谣人家利酒，那问题可就大了。现在可是严打。听完这话，牛大宁有些慌了。牛大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大宝，是利酒的负责人。你们利酒质量不行，喝死了我父亲，今天我非要闭嘴。随后我朝着齐义国使了一个眼色，齐义国便走了出去。牛大宁，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药酒那边给了你多少钱？钱？什么钱？还有那个药酒，我压根不认识啊。牛大宁，只要你说实话，我给你这个数。1钱。牛大宁，太小瞧我们利酒了不是？我给你1万。牛大宁瞪大了眼睛喊道：多少？1万？你不会骗我吧？当然，只要你答应对着电视台的记者说出实情，1万块钱我绝对不会少你的。好，我答应了。就是药酒那边一个叫钱进来的家伙找到我，说给我1000块钱，让我诬陷你们。那我们一言为定，等明天我会安排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你，完事之后我就让人将钱给你。说完，我便将2沓大团结塞给牛大宁。为了你的安全委屈你在公安局待1晚上，等齐局长将钱进来给抓进来，要不然那家伙知道你反水，说不定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那就这样说定了。说完，我便走出审讯室。齐局长，接下来那个姓钱的家伙可就交给你了。明天你就可以安排电视台的记者来对牛大宁进行采访了。对了，那1万块钱的事，齐局长，那1万块钱，牛大宁要是真敢拿的话，我反手就来个举报。到时候你说牛大宁的行为算不算敲诈我呢？你小子，对了，那个钱进来，我连夜就让人将他带到局里。先不用，等明天下午电视台来拍牛大宁时，那时候你们再去抓钱进来那家伙，那样人们才会明白利酒喝死的人事情就是中华药酒那边搞的鬼。你小子真狠。齐局长，接下来的事情我明天下午省城之后再说。离开公安局后，我便开车驶向省城的出租房。大宝，你说的直营专卖店的选址，我和学飞一共找了5家了。好，明天你继续接着找，力争将剩下的5家谈妥。雪飞，明天你去省电视台找一下谭台长，让他帮忙去省城公安局拍一下利酒被污蔑的新闻。这么说，上次在省电视台门口的家伙被抓起来了。随后我便将牛大宁被抓到省城公安局的事情说了一遍。对了，我要回江源县一趟，力争在明天下午2点之前赶回来。大晚上回江源县，大宝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急？这事情是挺急的，我要入股江源酒厂。胡厂长，知道我大半夜回来要干啥吗？你不会是想着真的要入股国营酒厂吧？不错，原本我打算6月份的时候再做这个事情，但没想到药酒倒是给了我这次机会。于是我将入股国营酒厂的设想说了出来。大宝，你告诉我，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计划好的？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年前那会利酒品牌没有创立的时候，我就想着要拿下国营酒厂，但苦于没有资金，也没有政策支持。行，既然你决定了，我一切听你的，反正没有你，也就没有现在国营酒厂的蓬勃发展。接下来无论你干什么，我都支持。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放心吧，今后入股国营酒厂之后，你还是担任厂长职位，明天一早你就跟我去找田书记。正巧，田书记的秘书晚上还给我来电话呢，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县委汇报一下近期酒厂发生的事情，然后商讨怎么来度过这次难关。这不巧了吗？明天借着这个机会，正好搞定入股的事情。小李啊，想必江源酒厂目前遇到的困境你也知道了吧？现在中华利酒口碑受挫，销量大跌。田书记，我昨天连夜从省城赶了回来，跟胡厂长探讨了1晚上，想到了一个能让江源酒厂扭转困境。田爱军顿时眼前一亮。小李，你快给大伙讲讲，你有什么法子？随后我将直营专卖店的计划给讲述一遍。小李，可是要建这么多直营专卖店的话，应该也要不少资金吧？前期门店的租赁、装修加上人工的费用，大约要600万左右。多少
600万。赵行长，要是给江源酒厂贷款的话，你们银行能贷多少？田书记，按照江源酒厂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就算是以江源酒厂的固定资产做抵押，最多也只能贷出100万。100万？田书记，按照我看，江源酒厂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啊！就算是100万，也不应该往里投啊，更何况还是600万呢？哦，怎么说？田书记，现在江源酒厂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销售渠道减少之外，还有中华丽酒口碑的问题。田书记，放心便是了。至于中华丽酒的口碑，我有法子将其扭转过来。只是这600万的资金。小李，你快说说你有什么法子？田书记，港岛那边会投资江源酒厂1000万，到时候占酒厂50%的股份，那江源酒厂便可以利用这笔钱迅速在各地设立直营专卖店。胡闹，简直就是胡闹！江源酒厂可是江源县的国营企业，怎么可能跟港岛那边合作？要是真的让港岛的企业入股的话，那岂不是侵占国有资产？王县长，江源酒厂跟港岛的企业只是合作的关系，怎么会侵占国有资产呢？再说了，1980年龙城航空食品公司成立，那就是咱们华夏引进外资的典范。你说的这些是不错，但是知道港岛企业那边的野心呢？万一他们的目的是先利用入股的幌子进入江源酒厂，实则是狼子野心，吞并江源酒厂怎么办？王县长，我看你们还是陈旧思想，连人民日报都说我们的干部群众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可你们呢？那也应该还有别的法子，不一定就非要跟港岛的企业合作。小李，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家港岛的企业靠谱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实不相瞒，我过完年去了一次港岛，机缘巧合之下帮了王林一个忙，于是在我的劝说下成立了这家投资公司。小子，我说呢，怪不得你非要入股江源酒厂，还说的那么好听。为了江源酒厂的发展，我看你就是狼子野心。行，王县长，那算了，那今天就当我没来，我去省城那家酒厂问一下，说不定能促成他们之间的合作。小李，你先等一下。王副县长，那你现在有别的法子解决江源酒厂的问题吗？瞬间，王彦涛愣住了，一个个泼冷水第一，真正要让你们拿出个法子来，缺哑巴的是吧？好，那江源酒厂就选择跟港岛投资公司合作了。要是今后江源酒厂出现任何问题，我田爱军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田书记，你放心好了，只要投资公司能入股江源酒厂，我保证将酒厂打造成为海东省乃至华夏最大的保健酒厂。